吴墨，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没人会爱尘埃里的你。主上，您的出现是救赎，也是我烙印在骨血里的诅咒。主上，属下吴墨特来向主上复命。吴墨，那不就是昨天在古籍里看到的名字吗？幽篁阁的暗卫首领，江湖杀手榜榜首，冷心冷情，杀人如麻。他原本以为会是一个凶神恶煞，挂在门上可以镇宅的那种，没想到竟然生了这样的一副好相貌。他穿书了，还穿成了这个男人的主子，那个和他同名同姓的幽篁阁主。一个不满22岁就被人砍死在雪地里的大炮灰，身为黑道掌门人，他用了多年时间才在枪林弹雨当中肃清异己，站稳脚跟。谁知道屁股还没有坐热，就又被扔进了这盘必死的残局中去了。属下未能按时回阁，自知罪不可赦，还请主上责罚。自从新的齐皇位上任以后，主子对他的耐心就变得越来越少，给他的任务却是一次比一次更加艰难。大概是不想要他再回来了吧。上一次他废掉了右臂，这一次他的脏腑几乎被震碎，而下一次他又该如何才能活下来？他这副身体早已经如同骤风过后的废墟，所过之处千疮百孔。所以我要如何罚你？超过任务期限5日，应每日量刑100。鞭子不错，但不是这么用的，想知道吗？想知道的话，我日后再慢慢教你。罚就免了，下去治伤吧。主上说的是治伤？是，主上，3天之后的朔日就满100日了。这么没头没脑的话，又让他如何回答？属下知错。主上看起来心情不错啊。吴昕心思缜密，做事小心，又被主上宝贝一样的护着，以至于这么久了，他都始终没有抓到把柄，将这个人从主上身边除去。吴昕，你为何会来浮云殿？今日应该不是你当值吧？主上有所不知，你不在的那些天，主上刚刚许我进了浮云殿。主上昨日无故昏倒，我今日自然要来看看才是。再者说，主上终日被一些烦心的人和事侵扰，劳心劳神。我身为齐皇位，也有义务为主上疏解条理。吴墨心里清楚，他也是在拼命地借着主上之手将自己驱离。这是一场只有2人心知肚明的博弈。于是他默然地收回了目光，蹒跚地从他身边擦身而过。首领，疑点那边有眉目了，其他分部还要继续查吗？查，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守护你了，君兰。主上，属下不愿。好一个宁死不从！吴墨逆主，即刻罚入刑堂，以犯上罪论处。还有，给我吊着一口气，别让他死了。楚玉蓦地睁开眼睛，原本想要小憩一会儿，谁知道刚刚闭上眼睛，就像是打开了某种开关似的，原生的回忆就如同这涓涓的细流一般，一点点地注入到自己的脑海之中。信息量太大了，需要他一点点地去梳理查看。至于吴墨和原生，楚玉紧皱起眉心，这简直就是一个爱而不得却要毁掉你的升级版本啊！原生看上了吴墨的容貌，对他动了歪心思，谁知一向顺从的吴墨却在这件事上莫名的倔强，无数次的拒绝了主子的暗示和明示，甚至不惜以死明志。原生软磨硬泡，威逼利诱，所有的手段都用尽了，还是没能得手。最终恼羞成怒，开始对他变相的折磨。如果不是暗卫首领非叛主不可赐死的规矩，吴墨恐怕早就活不到现在了。现在还远不是同情别人的时候，他要面对的是自己已然活不过2年的命运。原生英俊无双，天资卓绝，不过弱冠之年就将一身的术法练至了化境，谁知却在继任阁主之后沉迷享乐，四处树敌。明明是顶级开局，却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最后被碧落公主一剑穿心惨死在了山巅。而那个被他虐得体无完肤的小暗卫，最后全身经脉尽断，抱着他的尸体在茫茫大雪当中守了1天1夜，直到血尽失温，活活地冻死在了冰天雪地之间。首领你怎么伤得这么重？无碍，先扶我回去。哦，好的。九幽卫。自从20多年前九天谷一场大战，碧落宫单枪匹马屠尽5大门派，整个中原江湖便在这一场浩劫之后重新洗牌，许多新的门派逐渐崛起，幽黄阁就是其中最强的那个。幽黄阁阁主楚玉是世间罕见的月巫族传人，以一身鬼诀术法闻名江湖，而能和碧落宫云13影齐名的九幽卫更是不可撼动地站在了暗卫顶端。世人唯独不会料到的是，身为九幽卫之首的幽皇使却会活得这么不堪。首领，我还是送你去医堂吧。皮外伤不用劳烦医堂了。虽然主上亲口告诉他可以去医治，但依着主上巴不得他早点死的态度，他不敢也不该再去自取其辱才是。带着药线的银针不断地刺入肌肤，将泛着白肉的伤口一点点地缝合起来。为了保持清醒，不能服用麻药，所有的疼痛就只能靠忍着。首领，这是何苦呢？你不懂，也没有人会懂，那是自己能够守住的最后的东西。怎么不通报？明明是主上亲口许了他不用通传，如今又反过来怪自己。主上，属下无心。无心？楚玉临时抱佛脚，一边慢悠悠地揉着额角，一边却在拼命地搜索着关于这个人的记忆。当想起他是原生的新欢时，眼底的厌恶又悄然地增加了几分。楚玉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就好想让他滚出去，但是不行，在自己能掌控一切之前，他还得老老实实的装原身，不能露出太多的破绽来。哦，你来了。主上昨日李冠里突发不适，属下便连夜调了个安神精细的香包前来探望，顺便给主上顺脉息。主上的头疼是否又发作了？让属下帮您按按，舒缓一下吧。可这手都搭到自己腿上来了，感觉就像是一条冰冷冷的蛇紧紧地盘附着，鸡皮疙瘩起了一身。这实在是有点装不下去了。吴昕连续被拒绝了2次，整个人都懵了，僵着手臂，满脸无措地望着楚玉。就在昨天，主上还对他温言软语，偏爱有加，甚至答应籍贯之后就和他，今天怎么就成了这个样子？退下去吧。主上恕罪，吴昕不知如何触怒了主上，但若侍奉主子不利，属下甘愿去刑堂领罚。准了。吴昕一愣，猛地抬起头，满张脸不可思议地张了张嘴。属下告退。主上恕罪。吴痕猛地叩拜在地上，刚刚托人带回来的8针鸡，早不到晚不到，还没有吃上第2口，就被主子给撞了个正着。在记忆里翻了翻，这应该是九幽卫里以轻功见长的踏云卫。主上今天的警惕性为何这么差？若是放在以往，100步之外都已经逃不过主上的灵识，被外放的威压压得抬不起头来。楚玉面色如常，心脏却是一阵狂跳。这里的人走路没声啊，一个个整日里神出鬼没的，真不知道自己需要多久才能适应。何事？看着和吴痕9分相似的一张脸，这人应该就是他哥哥，掌管消息的听风卫吴影了。吴影跪在一旁，瞪了一眼正在偷偷把鸡肉咽下去的吴痕，带了一点恨铁不成钢的意味。今天是朔日，一堂堂主已经在福运殿候着了。朔日，在现代时，每到初一这天，他的瞳仁就会变成水蓝色，身上也会觉得乏力，比平时要倦懒一些。20几年来寻遍了名医都查不出任何的问题，难道真如江一怀所说，能够在这里得到答案吗？知道了。吃，当着主上的面还敢吃？你除了吃还能干点啥？我除不了。主上身体无恙，但是月族之人的身体状况和月事息息相关，旺日则满，朔日则亏。蓝铜之时也就代表着内力最弱之日，还应多加休息，
不要损耗过大才是。月族之人，难道自己在现代时也是什么月巫族的血脉？阁主如今已经籍贯，再到望日时，就不仅仅会内力大涨，可能还会有情动表现。届时可通知内殿提前做些准备。主上，莫首领求见。进来吧。主上竟然没让他在门外跪倒倒地，然后冷笑着看着他爬进殿门，这么快的给予了回应，还是第一次。主上，您闻闻这个，这种胭脂膏可以涂在唇口上，防止干裂，还可以用在……主上，伤好些了吗？好些了，谢主上关心。找本座何事？主上，今天是朔日，已满100日了。朔日，今天这是怎么了？一个两个都来和自己说朔日。所以呢？险些忘记，那人最喜欢佯装忘记，冷笑的看着他被蛊毒折磨，然后在他生不如死的时候反复问他为何如此。他知道主上真正想要的是为何宁愿承受这般痛苦都不愿意顺从于他，但他不会说，主上也不会说。在他承受不住前，主上终究会给他割血解毒的。最后再不咸不淡地补上一句，是本座忘了。如今他又忘了。属下知错。吴莫绝望地闭紧双唇，低伏下身体，蛊毒的侵蚀让他全身都在发抖，就连嗓音也在跟着打颤。成为幽篁使是他最初的梦，也是他毕生的劫。历任幽篁使都需要用蛊毒来控制，而这种被称之为河鸾的蛊便成为了操纵他们的罪魁祸首。这蛊原是来自于南疆毒君之手，之后由南疆蛊王取得，并且驯养改良。母蛊与子蛊由主仆2人分别服下，中有子蛊之人每隔100日需要母蛊之人以精血灌养，否则便会毒发，而对母蛊之人却没有任何的影响，于是便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控制下属的最佳手段。今晚大概又是一个不眠之夜。退下吧。主上，你也出去。听不懂，属下告退。为什么不去死呢？明知道不要你了，每次毒发都要像狗一样跪地求饶。主上，今日是朔日，已满100天了。明明是让他治伤休息，怎么会变成这样？他2次和自己提到了这个日子，又是什么意思？楚玉闭上了眼睛，努力在原生的记忆里寻找有关朔日和100日的信息。朦朦胧胧的画面逐渐出现在了脑海，每一帧每一幕竟都能让他心如刀绞。想要解药，在地上。地上是碎裂的瓷片，眼前是男人冰冷又危险的笑脸。他强迫自己跪起身体，沿着这条为他铺好的路缓缓爬行。锋利的瓷器不断地刺破单衣，扎进血肉，手上腿上是一阵阵的刺骨的疼。距离逐渐拉近，周围溅起的茶水也慢慢变得猩红。吴莫爬到男人脚下时，眼前已经变成了一片漆黑，只能凭着嗅觉俯身去舔滴在地面上的血迹。瓷器的碎片伴着沙土，混合在仅有的解药里卷入口中。吴莫放任自己跌倒在血泊里，紧闭着双眼，颤抖的唇角却在黑暗中绽开一抹微不可察的弧度。疼痛随着时间渐渐的剥离，只剩下劫后余生般的虚弱感在周围蔓延。楚玉猛地睁开眼睛，只觉得胸口一痛，他暗骂了一声自己粗心。吴莫，别说话，我给你解毒。楚玉急的嗓音都在打颤，在自己食指上狠狠一咬，鲜血当即就从伤口处涌了出来，接连不断的落在了男人的唇间。主上，这些日子他只顾着趁吴莫休息时偷偷的练习术法，完全没有去关心一下这个人的状态如何，有没有吃饭，有没有治伤，还有那句被自己忽略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但凡多去关注一点，也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结果。心疼他。楚玉摇了摇头，努力把这个想法从脑袋里甩了出去。他从来不是一个会心疼别人的人，
一定是没有养好眼前的这根救命稻草的原因。他的伤养不好，自己就活不了，所以心里才会这么难过。一定是。去传一堂主，从今天开始，吴墨就留在浮云殿休养。他似乎是被主上抱在怀里。吴墨满脸不可思议地怔了怔，最后又把眼睛闭上了，缓了缓神。待到再睁开眼时，眼前依然是主上那张刀刻般凌厉的侧脸，还有骤然回看向他的冰冷双眸。这是怎么回事？自己是要死了吗？不然怎么会出现这么诡异的幻觉？抱歉，我忘记今天是喂蛊虫的日子了。他一定是快要死了，不然怎么能听到主上对自己说抱歉这么离谱的话？楚玉十分自觉地让到了一旁，老头却觉得感动得泪流满面。心道这么多年，他是终于懂了一回事啊。怎样？不好，他之前的伤口没有好好处理，还受了极重的内伤，也都没有经过治疗，身体本就在虚弱状态下，又加上蛊毒发作，毒素侵润，全身都受了牵连。阁中暗卫自小借用药物催发潜力，五感会比常人更加敏锐，他们不是不痛，只是比常人更能忍，如今能挺过这么久也是不易了。所以他身上的伤还能治好吗？他这些年损耗太大，一身的旧疾已是沉疴难治，只怕寿数难长了。还有多久？若是调养得当，还有5年；若是再放任他这样损耗下去，恐怕很难熬过下个年关了。还有，他这右手在出任务时被人扭断过，五指也折了。如今耽搁得太久，就算将筋脉再次接续起来，亦是很难恢复如初了。当真就没有能医治之人了吗？属下医术不精，确实无可奈何。但若说能够医治之人，倒是可能还有2个。谁？一个是当年的中原医仙灵犀彻，只不过他已在多年前离开碧落宫，如今音信全无，想要找到他，不啻于大海捞针。另一个嘛，就是碧落宫的七公子，也是灵犀彻的爱徒灵清燕。据说前一阵子碧落宫已经开启了继任者试炼，任凭8位公子在试炼谷里相互厮杀，所有人不得插手干预，最终只留下1位圣者接任公主之位。可怜那七公子只擅长医毒之术，不知是不是还活着。这规矩还真是残忍。江湖残酷，皆是如此。也只有这样，才能保得那碧落宫稳坐江湖第一把交椅数百年呢。在那本古籍里，杀死自己的人正是下一任的碧落公主。2年的时间，吴墨的身体大概也是强弩之末了。至于那个林清燕，在试炼之后，她的确还活着，痛苦而又卑微的活着。给我吧。贺松年老脸一抽，阁主养尊处优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做过这种事情？再说了，吴某身上的伤口这么多，被他绑完，那还能看吗？楚玉完全不知道老头的诸多心思，直接从他的手里将东西取了过来。处理伤口什么的，小意思。碧落宫戒备森严，云石三影强悍无比，再加上继任者试炼期间，所有的公子都被关在机关重重的试炼谷中，根本不可能有见面的机会，更别说求人治病了。事实上，这场试炼当中，林清燕输了，但是没死，而是被胜出者囚禁在了浮光殿中，1个月以后才得以逃出。中间去了哪里没有提，但是之后突然现身在怀城，并且被2个不知名的歹人凌辱，身受重伤。如今之计，只能趁着那个时间把他救下，然后凭借着这份恩情，请他为吴墨医治了。发烧了，他想去拿条湿毛巾，却见吴墨忽然攥紧住他的衣袖，然后循着热度向他贴靠过来，
就像是一只生怕被主人抛弃的猫儿似的，蜷着身子就往他怀里钻。这么冷的吗？吴莫的头几乎枕到了他的腿上，走也走不开，动也动不了。想了想，干脆把人往里面推了推，直接合衣躺在了他的身边。电视剧里好像都是这么给人取暖的。吴莫果真感受到了暖意，整个身体都贴了上来。紧接着耳边还传来了男人一声舒服的喟叹，热气直喷在耳侧。楚玉顿时感觉半边身子都麻了。他可是个重伤之人，他可是未来的救命恩人，他还是他的下属。楚玉深吸了一口气，努力给自己做着心理建设，可是那股子的热流却在身上来回的乱窜，惹得他直冒冷汗。身边的人紧抱着他，很快就沉沉的睡去。他却望着窗外的夜色，眼睁睁地瞪到了天明。这不是主上的床榻吗？他怎么睡在这里？难道昨天梦见被主子抱进怀里，还让一堂堂主来给他看病都是真的？躺好。垂下手想要摸摸吴莫的额头还热不热，吴莫却瞳孔巨缩，连忙闭上眼睛，咬紧牙关，甚至微微地偏过头，只等着主子的巴掌落在自己的脸上。在这个人面前，他永远没有拒绝的权利，除了忍耐，只有忍耐。楚玉的手生生地僵在了半空，吴莫下意识的反应让他胸口一痛。让我摸摸，还热不热？不错。谢主上，玷污了主上衣物，量刑百鞭。哦，你犯了什么罪？区一件衣服就能要我的幽篁石，令刑百鞭？这刑堂的规矩怕是也该好好改改了。不是的。脱衣服。如今他手无寸铁，就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主子若是对他用强，他又该如何自保？换药。换药？属下自己来，属下自己可以的。想起这么多年来吴莫和袁生的关系，才发觉自己确实有些唐突了，于是点了点头。今天的天气不错，阳光晒得他微微眯起了双眼。主上，闭嘴！楚玉用绑带重新把伤口缠紧，吴莫的呼吸也变得急促了起来，手指每一次无心的触碰，他都能感觉到男人紧绷下的轻颤，竟不知是因为疼还是因为紧张。哦，让我摸摸，还热不热？多谢主上。不错，把粥吃了。还有，在你养好伤之前，就留在浮云殿里休息。这个小暗卫对自己身上的伤这么不在乎，若是再放他出去，不知道又要把自己搞成什么悲惨的样子。主上，属下的伤回酒油店养养就好了，不敢再次叨扰主上。更何况这些妖金贵都够买属下好几条命了，无需浪费在属下身上。当初他被卖到幽篁阁时，也才值30两银子。伤药不就是用来治伤的？再说了，钱财哪有人命重要？尤其是你的命，对本座来说尤为重要。2年后，他还等着他救他一命呢。不然呢？真要让你一个幽篁使死在本座手里？听到这句，吴莫雕塑般的神情也稍微缓和了一些，再次垂下眸去。属下知错。属下不敢，属下知错，属下该死，属下遵命。暗卫们挂在口头上的常用语，堪比印度神药的万金油，时不时的就要对他来上几遍。行了，你躺下休息吧，朝颜晚些时候会给你送药。本座要去书房，晚膳时再回来，你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在这里养着，哪也不许去。是。主上，白小阁主邀请您本月末到聚祥楼赴宴。白小阁主陈唐洛，上任阁主宗义的养子，表面上是个喜欢附庸风雅的纨绔子弟，却能在宗义被杀之后迅速的清除异己，执掌阁中大权，可见其城府。
至于对原生倒是真心真意的，只不过这真心里边多少有点不单纯。白小阁一直靠贩卖消息为主，对于他这个初来乍到之人却是再有帮助不过了。知道了，告诉陈唐洛，本座会如期前往。起来吧，躺到床上去。真是作孽呀，本该是锋芒毕露的一个人，却被他生生的磨掉了棱角，只剩下不属于他的隐忍和卑微。日后只有你我二人时，这种虚礼就免了吧。就在几个月之前，他还因为腿伤没有跪稳，被主上罚回暗堂重新学规矩。惩戒室里的冰冷坑洼的地面上，他跪了整整1日1夜，直到膝盖水肿，2条腿也完全没有了知觉，才被人架回九幽殿去。如今主上竟然随口就免了他的跪礼。自从这次任务归来，主上是真的不同了，即使伤到了头，他也绝对不可能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那种温柔不属于这个人，可是当他看向自己时，眼中的陌生也不似作假。所以他到底是谁？哦，属下遵命。晚饭用过了吗？吴莫下意识的就要起身回话，却被主上的眼神制住。未曾。来人，传膳，过来，尝尝。属下不敢与主上同席。同床都做过了，同席算什么？放心，本座既然许了与你同坐，就不会怪罪。更何况这汤里还加了许多补益的药材，就是专门为你炖的。安危的饮食机会颇多，属下怕坏了规矩。我问过暗堂了，都是你能吃的。或者你更喜欢我喂你？不是。吴莫小心地蹭坐在楚玉旁边，腰板挺得笔直。是有话对本座说。朱上夹菜的动作太过于熟悉，让他不由自主地又想起了那个人。可是坐在眼前的终究是现在的阁主，还是曾经的君兰，又或者是任何一个陌生人？这又让他如何开口去问呢？属下只是有些怕。他好怕呀，怕触碰到了光明，却又被推入黑暗，更害怕终结这场漫长守候的仅仅是自己的妄念。怕什么？藏在心底的话在唇边转了几圈，却终究还是没能宣之于口。君兰，是你吗？可你为什么不记得我了？楚玉见吴莫不答，便也没有强求。大家都是成年人，谁的心里还能没有个秘密呢？二人默默无言地吃完饭，楚玉便将寝殿让给了吴莫。主上，今日是属下生辰，您答应过陪属下一起过的。明明是苟原生答应的，关他楚玉什么事？笑话，根本不敢吃。长寿面都是受主来吃，哪有本座代劳的道理？本座就在这里陪着你，趁热吃吧。主上，昨日把没收令留在寝殿，却对属下冷眼责罚，属下还以为主上您之前答应过属下的。他猛地深吸了一口气，带着怒意的手将那人狠狠地一掀，无心便痛呼了一声，重重地跌在了地毯上。你该不会忘了自己的身份吧？楚玉悄悄地将吴心腰间的香囊勾进了掌心，又怕被他怀疑似的，顺便拔出了他别在腰间的玄铁短剑。身为暗卫，就这么想爬本座的床？主上，饶了属下。主上，没有人能和本座谈条件，你也一样。若是下次再敢自作主张，本座不介意让你切身体会一下这剑鞘的妙处。属下知错。是自己错了，他不是君兰。即使主上对自己态度大变，但是依旧还是那个宠爱无心的男人。就在刚刚，就在偏殿，吴莫左手紧紧地抓着衣襟，就像是要阻止被人一刀一刀割下心头的肉，每一刀都是鲜血淋漓。
吴莫捂着面孔，将自己溺于黑暗，掩去不愿示人的脆弱，但是漫过指尖的诗意却仿佛比流出的血更冷更痛。君兰，我知道他不是你，也能让我难过到灵魂打颤。我能守住自己，却无法阻止他属于别人。君兰，你会怪我吗？楚尚，去床上坐好，换药，下次不要再跪了。是。吴莫望着男人的脸，心里却空荡荡的疼着。整夜未眠，那种突然一无所有的感觉，就像是把他整个人化作了浮尘，风轻轻一吹就散了。怎么不动？属下已经换过了，不敢劳烦主上。明明昨天还好好的，今天怎么就成了这副样子？主上，奴婢来送早膳。进来吧，你也起来说话。是。又怎么了？不是已经缓和了一些吗？怎么转眼又成了这样了？昭妍感觉自己都快要操碎了心。主上，莫首领，要不先趁热把饭吃了？过来用膳。回主上，属下吃过了。哦，吃的什么？吃的干粮。浮云殿是缺了你这口饭吗？过来接着吃。为什么？主上为什么不像往常一样狠狠地罚他，然后把他扔回九幽殿去？为什么还要关心他换没换药，吃没吃饭？如果可以选择，他既不想像一个卵宠一样被天天关在主子的寝殿里，更不想留在这里被迫听他们辗转床榻，恩爱缠绵。他所希望的只是守着幽篁阁，守着这具身体，和守着那个遥遥无期的承诺。楚玉手握着玉柱，偏头看着身边安静吃饭的小暗卫，只觉得他眼中的抗拒和疏离比第一次见面时还要清晰。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能感觉到短短一夜之间，那人又把自己重新的封进了无人可及的冰壳里，看似温顺，却拒人千里。本座要去密室练功，你就留在这里休息。首领，密室里有异象，可是禁地的规矩，属下们不敢硬闯。方才密室里传来巨响，临近地面皆有震感，门上有阵法，属下等在门外唤了主上许久，始终没有回应。若是想要进去查看，恐怕只能破门而入了。炸毁石门，硬闯密室，若是主上真的遇到危险就罢了，可万一要是会错了意，被主上追究起来，恐怕就剩下必死无疑了。我来吧。他快步地走到石门前，将手掌紧贴在那片古老图腾的正中央。为什么吴莫可以打开阁主专属的密室？所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脸上都露出了不敢置信的神色。主上，没事。主上，属下扶您出去。吴莫一边请示，一边不动声色地将手指搭上了楚玉的腕脉。楚玉心里随之一凛，又装作若无其事地将他的手甩开了。本座无碍。震魄之术是越族术法里最基础的招式，主上不应该在这样的招式上出现问题，甚至还扰乱了气息。主上，属下去请依堂主。不用，你和本座回去沐浴更衣。首领，我让你跟着吴兴，最近可有抓到什么把柄？没有，不过昨日齐皇位去了主上寝殿。我知道，但不到半个时辰就被主上斥退了。你是说斥退？是，走的时候很是狼狈。齐皇位进殿时身上带着一个香囊，待到出来时那个香囊却不见了。属下担心那东西是否会对主上不利。等候吩咐。吴莫，主上恕罪。大意了呀，怎么连主子还在寝殿的事情都给忘记了？寻我有事？你怎么不走正门？主上殿里可有发现什么遗物，比如香包之类的？香包？你是说吴兴身上那个吗？难道真的是自己想多了？我闻着觉得那东西味道不对，
就从他身上偷出来，送到贺松年那里去了。你怎么知道那个香包的？偷？吴莫从没想过这个词会用在堂堂幽篁阁主身上，可那人就是用的这般理直气壮。属下怀疑他，但是没有证据，最主要的是主子宠他。哦，巧了，我也是。这下轮到吴莫惊呆了。主上说他怀疑吴心，那么昨晚主上真的没有宠幸他吗？吴莫心里这么想着，嘴上也是这么说着。属下失言。怪不得从今早开始，这个小暗卫的态度就突然变得冰冰冷冷的。难道是因为误会自己和吴心上床了吗？那他该不会对自己不知怎的闷在心里许久的那口玉气，竟然就这么烟消云散了？你以为什么样的人都能爬上本座的床？本座还不至于这么饥不择食吧？属下知错。既然知道错了，那就罚你过来，替本座更衣束发。若是做得不好，罚上加罚。楚玉原以为吴莫会笨手笨脚的，毕竟暗堂并不教伺候人的本事。没想到的是，吴莫竟然将穿衣束发这种繁琐的事情做得格外熟练，就像是做过许多年一样。他做的比昭妍还要好。本座还有事去书房，晚膳就不用等我了。他之前让人盯着吴莫早睡，有利于养生，自己却像是没倒过来时差似的，完全适应不了古代人这种早睡早起的节奏。要是放在现代，晚上7、8点，他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如今无事可做，就只剩下看书了。本以为自己会失眠的楚阁主，在看了短短3页之后，就靠坐在小榻上睡了过去。屋子里重新恢复了寂静。不一会儿，纱帐之中的身影蓦地动了动。吴莫站在小榻边，轻攥着手指，借着昏黄的烛火，慢慢地看向楚玉。主上的睡颜很美，狭长的凤眸紧闭着，长睫如扇，在脸上遮出了2片好看的阴影。君兰也不喜欢熏香，君兰也爱在心虚时摩挲食指，可是君兰看向自己的目光永远都是暖的，像温煦又澄澈的湖水，绝不会有这种刻骨的冷意。所以他究竟是谁？吴莫以为主上醒了，全身肌肉瞬间绷起，随时准备溜回榻间。谁知等了半晌，那人的呼吸却再次平稳了起来。属下失礼了。然后轻轻地抚了楚玉的睡穴，才将他从小榻上扛起，放回到那张宽敞的大床上。脑海中有个人正站在紫竹林中，对他扬起了嘴角，温柔又霸道。月白锦袍被晚风轻轻地掀起，那抹极浅极淡的蓝色，美得就像月光洒在湖面泛起的淡淡光晕，依然是他记忆中的模样。属下吴军。吴莫呢？回主上，莫首领去了前殿，今天是阁中议事的日子。哦，知道了。继续加派人手，严密监视碧落宫动向，趁他们新主上位，局势动荡之际，还要尽可能多的渗透一些内线进去，随时听候命令。是。元神狂傲，杀人的买卖几乎就是给钱就接，从来不去权衡利弊。今天杀了某某帮主的舅舅，明天杀了某某富商的儿子，以至于在江湖上朋友没有几个，仇人一大堆。可是在他的记忆里，除了最后一战，幽篁阁却从来没有和碧落宫起过冲突。为何吴莫这么早就开始注意到他们了？难道说他还掌握着什么连自己都不知道的内幕消息？首领，查清楚了。是，此人确实是苍梧山庄派来的细作，在他身上还搜到了一封密函。主上，只不过主上昏厥之事似乎与他无关。确实与他无关，
但若是放过这条漏网之鱼，那就是你我的过失了。是，首领当真料事如神。苍梧山庄，楚玉思索了片刻，似乎是2年前袁生和苍梧少主因为一点小事起了摩擦，袁生大怒，直接下令让吴莫废了那人的双腿，于是他至今还坐在轮椅上。如今派人暗中报复，倒也是情理之中。楚玉默默地叹了一口气，袁生过去做的一手好死，也难怪他会短命，可是现在却苦了自己。还有何话可说？楚玉该死，你也该死，我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的。打废你家少主的是我，对你用刑的也是我，你最好看清楚，记得到了阎罗殿上可不要报错了账。话音刚落，就见周围一片血雾喷溅。何人？堂堂幽篁阁主被下属一道剑气从房梁上砍了下来。且不说会不会引起堂内众人的怀疑，要是传出去，他这辈子的人就只怕要在这里丢尽了。一只有力的手臂几乎是拖着他的腰身，将他紧紧抱住，又小心地放到了旁边干净的地面上。属下死罪。方才他那一招又快又狠，几乎没有保留，若不是主上躲闪及时，后果将不堪设想。后怕的感觉就如同潮水袭来，吴莫低伏着脊背，只觉得现在每一秒都是劫后余生。主上恕罪。莫首领的功夫又精进了，不错，本座只是过来转转，既然你们都已经结束了，那本座就回去了。属下无心。不知不觉之间，淡淡的甜香又从他身上飘了过来，一种细细密密的锐痛再次爬上了额角。如果说这个香味没有问题，他是不相信的，但是贺松年将那个香包反反复复地查看了许久，也始终没有看出什么异样。主子又头疼了吗？属下不必带了。想起之前被吴某误会的事情，他现在只想让他赶紧出去。主上已经厌弃了属下，不如直接赐无心一死。威胁本座，你现在就在找死。主上恕罪，无心，知错了。知错了？回去问问暗堂堂主，暗卫身上沾染特殊气味，未经允许触碰主子身体，到底应该怎么罚？不必。在幽篁阁内，佩戴药草香囊是主上亲口允了的，给主子按摩舒缓头痛也不是1天2天的事情了，甚至趁着主子高兴时主动撒个娇投个怀的时候也是有的。为什么自从那场冠礼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开始天翻地覆？怎么还不走？他好不甘心，明明就快要成功了，只要能为楚玉按摩10次，不8次就够了。若是能够肌肤相亲，甚至只要1次就好，那人就可以一辈子任他拿捏了。可是如今他竟不让自己碰了，他可以出卖灵魂，出卖肉体，也可以做尽坏事，可以无所不用其极，只要能让那个人活下去，他不在乎手上沾满了他人的血。可是这么久的筹谋，竟然莫名其妙地走到了功亏一篑的地步。呸，晦气，特意跑来看他做什么？他得宠的时候目中无人，还处处仗着主上撑腰，刁难陷害莫少。等等，你不会是要趁机落井下石吧？哼，我是那种落井下石的人吗？我会直接把井封了。主上，放下吧，本座过会再喝。是。待到药凉了，楚玉便不声不响地把碗端到窗边的花盆前，小心翼翼地往里面倒。白色的雪影兰花原本开得正盛，被楚玉按时按量浇灌了这么多天，已经有些打蔫了。属下吴莫求见主上。进来吧。
吴墨刚一进门就闻到了浓重的汤药味，看了看楚玉手边的小碗，又看了看花盆、地面、衣袍上染满汤药的作案现场，心中立刻就明白了几分。主上，天渐冷了，内堂需要拨出一笔银两给阁中众人裁制冬衣，并准备炭火等过冬用物，特来请主上批示。一切按之前的规矩即可。是。库里是不是还有张绒？有月白和靛青两色，主子属意哪种？都拿去染成墨色，给你们9个做2身冬衣吧。主上。哦，为何不可？是。无妨，就按我说的去做吧。是。吴痕躲在树影之间，听完了两人的对话，兴奋的差点掉到地上。自从入了暗堂，他已经10多年没有穿过厚衣服了。赶上寒冬腊月，每次守夜都被冷风吹得全身生疼，大半日都缓不过来。主上如今出手就是张绒。张绒啊，他感觉自己做梦都能笑出声了，忍不住对着树杈就是一口：主上您真的是太好了。主上方才不小心打翻了药，只怕药性不够，属下又去取了一份。若是喝完觉得口苦，就吃一颗蜜饯吧。就知道拿药浇花的事情被他看了出来。你先下去吧，太热了，我慢慢喝。属下试过了，刚好入口，还请主子趁热喝，凉了只怕会失了药性。你是要抗命？主子的身体重要，请主子喝完，吴墨自会去刑堂领罚。算他狠，楚玉被他噎了回去，只好皱着眉头把1碗药全部灌了下去，苦得整个脸都皱在了一起，一连吃了好几块蜜饯才稍缓过来。忽然之间，记忆当中那张青涩的脸居然和眼前之人开始重合了起来，让他渐渐微红了眼眶。吴墨，这太苦了，你明知道我最怕喝药的。少主听话，吃完这块蜜饯就不苦了。吴墨，光有蜜饯哪够啊？你得亲我一下才行。少主，别。吴墨，过来。恍惚之中，青年如金似玉的嗓音从记忆当中传来，即使相隔久远，吴墨竟还能听到自己曾经心动的声音。他生于黑暗，长于黑暗，这世间所有人对他来说都是相同的面孔，只有那个人是他的镜中花，水中月，是他护在怀中的瑰宝，亦是能伤到他最深的利剑。吴墨，吴墨。楚玉愣了愣，他实在是想不出来，自己喝个药怎么能把吴墨给喝哭了呢？怕本座罚你。属下甘愿领罚。这可是你说的，那就罚你直接搬来福云殿好了，用膳吧。早就想找个借口，在他伤好之后继续将人留在身边，这不就送了一个现成的来。主子的赏可以拒绝，罚却是万万不能的。吃过饭，本座要去后山练功，晚些时候贺松年会再来给你看看，你有事也可以去寻我。吴墨还在扒饭的手蓦然的停住了。是。或许是刚刚吃得太急了，一粒饭恰好粘在了唇边。随着他的话上下动了动，楚玉抬手想要替他拭去，吴墨却迎着他的动作全身一滞，瞳孔微缩，呼吸明显就停住了。他不敢乱动，记忆和现实忽然重叠，他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攫住了心神，无论如何也挣脱不开。指尖落在唇瓣上的一刹那，吴墨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炸开白茫茫的一片。主，有那么好吃吗？又没人抢你的，不用着急。就在刚才，他几乎都要被吴墨那一瞬间的情态给摄住了。明明还没有到望日呢，怎么就这么大的反应？难道是憋得太久了？这个时代的越族人好像不到籍贯不能行房事，那可不就是憋得太久了吗？是。天冷，不必跟着了。越族术法很难，但
但楚玉的学习能力惊人，短短几天的时间就已经将那些低阶招式练成了一个七七八八。威力不论，用来唬人大概是够了。是吴墨，楚玉忽然觉得心中一暖。幽篁阁适合练剑的地方那么多，他偏偏要选在这个地方，一定是担心自己再出问题，想要在山下给自己护法吧。主上，你的右手没救了。放心，我会想办法治好你的。是。好看。属下死罪。楚玉的眉心一跳，顿时觉得自己的膝盖都开始发酸了。刚才偷看自己时还一副小狼狗的样子，那眼神恨不得把自己吃了，现在居然又来这出。下次不要再跪了。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不好看了。不是，那就是好看。出去试试。墨雨，这把剑是他的，或者说曾经属于过他。吴墨，这把剑叫墨雨，是不是和你很配？吴墨，若你能生出羽翼，记得带我离开，我不喜欢这里。原来是属下无能，没能生出羽翼，也没能阻止你离去。属下能做的只有等你。他的小安慰哪儿都好，就是越来越容易发呆了。喜欢？是。出去给本座舞一段，本座高兴了就送你。玄衣墨剑，每一次翻转回旋都如同墨云翻涌，被阳光反射的残影，在眼前笼罩起一片寒意凛凛的光幕。楚玉感觉自己被震撼到了。楚玉从没想过，怎么会有人这么精准地戳中自己的癖好。主上，如今你在武艺上还有哪方面不够精益？轻功。天下轻功最好的当属幻影无踪沈一峰，本座请他来教你如何。不敢劳烦主上，属下不配。都说暗卫无欲无求，吴墨，你可有想得到的东西吗？想要得到的东西。吴墨掀起眼皮看向楚玉，忽明忽暗的光在眼底默默流转。有，可惜属下不配。吴墨，想得到这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就先要让世间看到最好的你。你还要拒绝我吗？属下遵命。来给本座擦背。主上的皮肤很白，温热的水珠从脊背间淌落，再滑到齐腰的泉池里，将那线条分明的身体勾勒得有些晃眼。好不容易熬到主上洗完，头又不敢多抬的给他穿好寝衣，不知是不是被水气熏的，脸都快要烧到耳根了。待到吴墨也清洗完回到寝殿之时，主上正拿着本书靠着小榻上看着，看样子像是在等他，又不确定是不是，突然踌躇着不知该如何是好。他怕主上对他说出侍寝2个字，若是放在过去，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死在那张榻上，可是面对眼前的这个人，这个极可能就是君兰的人，他却不知该如何是好。还有事？吴墨一愣，感觉吊在老高的心啪叽一声又被丢了回去。无事，属下告退。楚玉一连几天躲在练功室里面练习术法，吴墨就整日的陪在外边，生怕他再有什么差错。渐渐的，楚玉就学会了偷溜出来看吴墨舞剑，从一开始的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的让人搬了躺椅，甚至到了最后竟然还能捧着一杯热茶小口小口地喝着看。每到这个时候，吴墨就会产生一种卖艺不卖身的错觉。直到某天午膳时，吴恒捧着一封密函，说是白小阁主送来的，
楚玉才堪堪地想起陈洛堂之前的邀约。吴恒跪在方桌旁，看着阁主亲手给首领布菜的殷勤样子，眼睛都有些直了。一方面是从来没有见过二人如此亲近，另一方面桌上的菜实在是太香了。陈唐洛怎么说？怎么九幽殿缺了你们的吃食不成？鸡腿儿？不是，陈阁主说到结城大约需要10几天的路程，提醒主上别丸子，别忘了。想起这货之前还躲在假山后边啃鸡腿，严重怀疑幽篁阁就没有给过这孩子一顿饱饭。吴墨有些紧张地看着楚玉，随时准备替吴恒下跪求情。你们暗堂的伙食要改善改善了。吴墨怔了一下，温顺的应是：去膳房吃顿好的，免得被人说我幽篁阁苛待下属。楚玉的声音天然带有一些冷意，可是话到耳中却让两个暗卫同时心里一暖。那就明日收拾行李，我们后天一早出发。主上此次出宫需要带多少人手？吴恒驾车，吴影负责联络，吴晨擅长易容，很可能会用得上，剩下的就带上吴渊和吴军吧。九幽卫一口气带走6个。楚玉承认他有点怕死，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他喜欢俗话。是，属下明日就去安排，再过几日就到望日了。内堂为您做的准备，此次离阁路程遥远，途中也难免会有危险，若是带在身上实在不便，不如怎样？吴墨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无论主子碰谁，他都是不愿意的。不必带了，本座自己可以解决。主上是喜欢这儿的风景。风景？山上哪有什么风景？站高了，看到的全是人性。吴墨将烤鱼从火上取出，送到楚玉的手中，眼睛里是闪闪亮亮的。虽然暗堂也不教武艺，但是吴墨烤鱼的技术，果然不怎么好。大概是因为抠破了苦胆，导致整条鱼都变得又腥又臭。老天作证啊，他最怕苦了。主上慢点吃。楚玉没忍心说不好吃，更不忍心强迫自己再吃第2口。不错，你今天赶车辛苦，也尝尝。谢谢主上。直接就是一大口，嚼啊嚼，感觉不对，又嚼啊嚼，然后整个脸上的表情都变了。楚玉挑眉看着他，里边的意思很清楚，主上都说好吃了，他还敢说不好吗？吴恒这一口肉硬生生的被堵在了喉咙里，只得满脸苦相的混着唾液吞了下去，转眼就举着鱼溜没了身影。主上尝尝这个。听说修习术法的人都会辟谷，长时间的不吃不喝也没事，就是不知道辟谷的时候会不会饿。那属下伺候主上就寝。吴墨想了想，把馒头又放回了篝火旁继续烤。楚玉甚至都怀疑再这么烤下去，等会儿他能不能变成一块煤球。明天就是望日了，可是直到今天他也没能完全确认主上的身份，线索太多，疑点也不少，已经让他分辨不清到底什么才是真的。若明晚主上真的是情欲失控，他又该怎么办？去准备1桶冷水。会受寒。受寒？现在哪还顾得上受不受寒？你出去，给我把门关好。出去。属下帮你。不必，本座有手。您这样是不行的。夜色与烛光交汇在眼前，勾勒出一张俊美如火的脸。楚玉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
起来之后，只觉得那种被内力充盈的感觉让他整个人都轻飘飘的。楚玉单手扶额，已经不知后边该怎么面对这个下属了。算了，感觉自己到了这个暗卫的面前，就莫名变得矫情起来。老四，这就是你请来的贵客，不好好在家练功，偏要偷跑出去劫路，还什么闲杂人等都敢给我往寨子里带。我幽篁阁虽与你们四神寨算不得亲厚，但也相安无事了这么多年。没想到初次见面，本座竟成了你们口中的闲杂人等。你幽篁阁主，小子，就算是装也要装得像一点。那幽篁阁主身高8尺，抱头环眼，岂是你这种羸弱公子能够相提并论的？我这是什么名声？大哥，你这是从哪儿打听来的？说书先生。聚义堂内莫名其妙地安静了下来。楚阁主可有带信物？信物？幽篁阁的信物是什么？时间紧迫，楚玉又来不及翻开记忆，只能顺嘴否认道：不曾。吴莫低头看了一眼楚玉挂在腰间的玉佩，再抬头时，眼中满满的疑惑。并非我们四寨不信，现在借着幽篁阁的名号行骗之人不在少数。公子若拿不出证据来，也实在怪不得我们多疑。本座从不靠死物证明身份。楚玉随手抬起右手，随着周身内力流转，掌心瞬间银光大盛。哼，障眼法而已。楚玉看着他傲慢的态度，感觉自己把2辈子的耐心都耗光了。所以需要杀几个才能证明？你难不成碰到的真的是幽篁阁主？可是他那样狂傲的人，又怎会纡尊降贵，亲自跑到自己的山寨里来？他真的是幽篁阁主？这几个黑衣暗卫显然是一直隐在殿中，竟然连白虎都没能感知到他们的存在，可见其内力深厚。再看看手中那些武器，单剑那个极有可能是幽篁石，剩下的飞爪踏云卫、双剑斩龙卫、银丝千面卫、金环云鬼卫，还有一个双鼻听风卫，全都对上了。九幽卫直接来了6个，这是要踏平四神山的架势啊！这就是四神寨的待客之道。四神山与幽篁阁相距不远，本座可以让你们在身边相安无事的讨生活，自然也有本事让你们活不下去。奉劝你们一句，本座给机会时就好好接着，若是本座不给了，你们不一定能站着。不好！楚阁主息怒，楚阁主息怒，是我们兄弟几个有眼无珠了。您大人有大，朱雀齐度密，多谢阁主不杀之恩。心疼本座？不知楚阁主？自然是好事。本座要在南边几个城池建立连锁镖局，接一些押送护卫的生意。届时会有幽篁阁的镖队从你的地界经过，四神寨只需要协助护送，并且保证我们的镖路畅通即可。至于酬劳嘛，凡是由四神寨经手的生意，分给你们30%。到了年底，额外还有分红。连锁镖局？虽然是第一次听说连锁这个词，但他竟然完全能理解到其中的精妙。你们怎么看？你做主。和大哥一样。四弟你呢？和二哥一样。楚阁主，今天的事多有得罪，镖局的事我们应下来，具体的事宜嘛，可以慢慢商量。上酒。不过是一个草莽山寨，主上又何须委屈自己至此？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这些山匪人数众多，实力也不弱，与其日日被他们寻衅滋扰，倒不如收服过来，成为助力。心疼本座？大概是酒气上头，他缓缓地伸出手，抚了抚吴莫的面庞。
他歪着头，用拇指在男人微张的唇瓣上轻轻地摩挲着，不知为何，竟有一种想要去尝试的冲动。一定很软。当楚玉贴靠在他身上时，吴莫浑身一颤，只感觉心脏都快要跳出胸膛了。男人滚烫的呼吸从颈侧掠过，那温度几乎能够渗进每一寸的皮肤里，让他禁欲许久的身子都跟着热了起来。主上他睡着了。首领，继续赶路吗？去驾车吧。是。阿玉，你来迟了，先罚酒3杯。你有定时辰？我先来的，不就是你来迟了吗？对面去。几个月不见，怎么变得这么冷淡了？你都不想我？之前想过。好吧，之前也没有，他习惯了。你之前在信上说想要开几家连锁镖局，这连锁的意思嘛，我大概能懂。所有的消息情报、口碑宣传等事宜，我也都能给你包了。只不过现在西边这边主要几个城池的走镖都是由陆家堡把持着，依我看，对立竞争不如有银子一起赚。对你来说可以扫清阻碍，开放通路，对他们来说也可以解决人手不足、武艺不精的问题。你认为如何？可以，但幽黄阁和陆家堡素无来往。他掀起眼皮看向了陈塘洛，才发现那人正在偷偷地盯着自己，目光有些烫然。别急，人嘛，我已经给你约来了，稍后就到。你怎知我就会同意？因为你是聪明人，而我又足够了解你。阿月，我帮了你这么多，真就不打算给我点好处？你这爪子是不想要了？喝酒。哎，还有你之前让我打听的一些小事儿，也全都办完了，等我慢慢说给你听。请留步。陆俊呼吸一滞，只觉得自己这辈子第一次被一个男人的相貌所吸引。哦，暗卫，幽黄阁的。他只知道幽黄阁盛产暗卫，却不知还盛产美人儿，还是个硬骨头啊。不过本堡主就喜欢折磨硬骨头，不如你来给本堡主做侍卫吧，无论哪方面都能满足你。吴莫强压着想要将他的头拧下来的冲动。今天就是本堡主在这强上了你，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难不成你家主子会为了你这么个东西得罪整个陆家堡吗？不过就是一条狗而已，别这么不识抬举。吴莫听他自称为堡主，自是不敢真的伤他，可那人却看出了他的顾虑，仗着这一点就越发的得寸进尺，步步紧逼。吴莫，陆堡主。哼，幽黄阁的暗卫还真是好气派啊，不问缘由就对本堡主刀剑相向，这就是楚阁主的待客之道。主上恕罪。哎，误会。俗话说得好，不打不相识嘛。这以后若是合作下来，大家都是朋友。陈兄说的对，能和幽黄阁共事是我们陆家堡的荣幸。至于抽成嘛，需要在之前所说的数上再加一点，我们要4成。可以。陆某还有个不情之请，还请楚阁主赏个薄面给我。合适。我要它。至于价格嘛，随你楚阁主来开。随着沉默的时间一点点延长，吴莫的心仿佛也跟着沉了下去。那种紧张到无措的感觉，就像是被夜晚的海水漫过了口鼻，冰冷又窒息。在主上的计划之中，东边是幽黄阁的势力范围，南边收服了四神寨，如今只剩下西边5城和位于北部的碧落宫。陆家堡已经是整个计划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可是主上真的会为了和陆家堡合作，把自己卖给这个人吗？可惜呀，
在楚某眼里，你陆堡主的命都不及他万一。唐洛，送客。你，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西边5城可都是我们陆家堡的地盘。如果本座想，也可以是本座的。你威胁我？我这人很善良，不喜欢与人相争，但若是有人得寸进尺，也会不高兴。所以我给你的东西，你一定要知道珍惜，尤其是脸。你他妈找死！这是什么？陆军跌倒在地上，手捂着胸口，吐出了一口鲜血。他知道幽篁阁主术法独步，却没想到自己拼尽全力的一击，竟就这样被他轻轻地化解了。没有收拾残局的能力，就不要随便掀桌子。幽篁阁的生意可以不做，你们陆家堡上下的性命，是不是也可以不要？阿玉，不要这样，和气生财，和气生财啊！楚玉却懒得和他废话，直接一甩衣袖，拉起吴墨的手臂向门外走去。阿玉留步！阿玉，默契，我也没想到会弄成这个样子。气你做什么？我只是用我的方式来教他做人罢了。可是，那如今闹成这样，西边5城的标路问题，你准备怎么解决？打过去。对了，还有件事，帮我查查沈一峰的踪迹。沈一峰，人送外号幻影无踪，他的行踪就和身上轻功一样飘忽不定，只怕很难找到啊。不过，过些日子就是武林大会了，在那里倒是很有可能见到他。武林大会，楚玉回忆了一下，好像在阁中时也收到过来自武林盟的邀请函，但是被他直接扔在了一边。袁深在江湖上得罪了那么多人，他若是敢去，不是等于去替他送死吗？可是如今陈塘洛这么一说，看来这一趟是不去不行了。你也要去？不如同行。动身时叫我。你如今在哪落脚？你不是白小阁吗？陈塘洛抱胸靠在门框上，轻笑着摇了摇头。不知为何，总觉得楚玉和之前似乎有点不一样了，更冷了，更傲了，却也更让他着迷了。属下知错，还请主上责罚。所以说，当真是你主动挑衅于他？吴墨怔了怔，摇了摇头。那你为何请罚？是因为属下才导致西边5城的计划。这样的人，若是合作了才麻烦，更何况本座的人，又岂能让别人随意欺负了去？本座的人，突然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像是被一种久违了的温暖毫无预兆的包裹入怀，将他整个人都捂热了。主上，好了，去取帷帽来。之前在晋城时，你爱吃的那个菊花酥，听说这里有更好的，我们去看看，做回去。阿玉，你怎么变得越来越冷淡了？吴墨咬了咬牙，干脆把雷霆扔下，装作为楚玉端茶倒水的样子，钻进了车厢里，然后就再也不肯出来了。于是2个阁主1个暗卫，3人面面相觑地坐在一起。阿玉，尝尝我带来的新茶。主上只喝阳县雪芽，陈阁主若是喝不惯，我可以给您重新泡一壶。那倒不必麻烦了，阳县雪芽也挺好喝的。记忆中原主爱喝的茶是龙团茶呀，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送到自己面前的换成了他最爱的阳木雪芽？他居然完全没有察觉，是巧合吗？
车马就这样行了3日，吴莫就像是防贼一样防了陈塘洛3日。之前让留在车里死活都不肯的人，此刻竟白天晚上的赖在了车厢里，一步都不愿意离开。主上睡了。太阳还没落山就睡着了。陈塘洛有点不信，但是也没有办法。这是阿玉爱吃的如意糕，醒来让他尝一尝。我有一句脏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早在吴莫去开门的时候，楚玉就已经醒了，可直到房门关上好久也没有见吴莫进来，不知道在外面捣鼓些什么。吴莫，主上，陈塘洛来了。是，送糕点。糕点呢？属下拿去试毒了。楚玉终于知道吴莫刚才进来时嘴里含着的是什么了。都给本座试没了？每块都要试。有毒吗？没毒。你就这么不信他？这天下，我只信主上一人。大赛到现在已经打了10几个轮次，最受瞩目的那个人竟然不是出自几大门派，而是来自于一个南疆那边的小小教派，之前甚至从未听说过名字。第19场，水月教梵英对七星派何启月开始。这梵英功夫如何？尚可。那这个人和刚才那个穆一宁谁更厉害？碧落公主。若是让你对上穆一宁，能有几分胜算？如果擂台比试的话，3成。楚玉一惊，吴莫对上穆一宁也只有3分胜算，那若是对上下一任碧落公主，岂不是要更低了？那若不是在擂台之上，又会如何？擂台之下，若于夜晚，可达5成。若是威胁到主上安全，吴莫沉默了片刻，10成把握。他所谓的10成，只怕是要和那人同归于尽了吧？你这就要走了吗？大会还有2、3天才结束呢，万一沈一峰……我还有事要做。你如果遇到他，务必将他扣住，然后传信给我。这……我尽力吧。主上。进来，外边冷。这个时候，林清燕应该已经逃出碧落宫了，数日之后就会出现在怀城。他们现在赶过去，时间应该刚好。但是，直到现在，吴影还没有查到林清燕的踪迹，不知会不会因此耽搁了他救人的计划。有毒？不妨事的。主上温热的身体已经不容拒绝地贴靠过来，将他囚禁在2臂之间。别动，这伤口需要处理。是。忍着点。楚玉松开他的手，俯下身，直接去吸他伤口中带毒的污血。主上的薄唇落在腿上之时，他只觉得整个人像是被惊雷劈了一遭，就连头皮都在发麻。本就模糊的视线瞬间被雾气填满。爹，主上，可以了。可以了。吴莫微微的颔首，意识却像是被什么东西鼓住了，情不自禁地抬起了手，向着楚玉的面庞探去，一点一点试探着靠近，就如同这么多年来飞蛾扑火般的自己。掌心落在主上的脸侧，拇指为他轻轻蹭掉唇边的血色。吴莫近乎痴迷地凝望着楚玉，夜很静，周围只剩下2人混乱交错的呼吸声。楚玉被他轻轻一碰，就已经怔住了。微挑的凤眸里有惊讶，有欣喜，但更多的却是被男人逐渐点燃的热意。他按住吴某的手背，微微偏头，故意用脸颊在他粗糙的掌心里蹭了蹭，半垂着的双眸似是在鼓励着他的放纵。可吴莫却像是被开水烫到一般，猛地抽回了手。主上恕罪。别动，我帮你敷药。如果不是亲自查看，楚玉绝对想不到短短1日之间，吴莫的身上
竟然添了这么多的心伤。很疼吧？不疼，属下习惯了。习惯了。吴墨这话一出口，楚玉只觉得胸腔里瞬间长满了芒刺，心脏跳一跳要疼，不跳时就连呼吸都疼。忍忍，很快就好了。主上不用担心，属下已经在身上下了追踪箱，支援的队伍很快就能找回来。如今最好的办法就是留在这里等着阁中之人来寻，说是敌人先到的话，您就留在这里，哪都不要去，方便来人寻找。属下会去把他们引开。本座跟你一起。搞什么生离死别？电视剧看了那么多，这种情况还有几个能活着回来的？倒不如是生是死一起面对好了。属下功夫不济，带着您只怕跑不过那些人。咱们就不能不跑吗？属下怕护不住主上。那就换本座护你。或许等他内力恢复，自己也不会那么眼睁睁的毫无还手之力。那就换本座护你。这话对他一个小小的暗卫来说，这是多么倒反天罡的话呀！吴墨，到我身边来，我会保护你。正是这句话支撑着他一步步地爬出黑暗，来到那人的脚下。然而等来的却不是间谍相许，而是万丈深渊。主上受伤了？不是，没。呲啦，吴墨手里抓着一块布料，正在了原地，一着急忘了留手劲儿。楚玉的衣服被撕，干脆也不挣扎了，直接敞开了衣襟，露出了结实的胸腹，躺靠在岩壁上，任由他检查。反正也早就被他看光了，看一次和看2次又有什么分别？就这么跪坐在主子身边，给他从上到下的检查了一遍，最后终于坐直身体，松了口气。可再看向楚玉被他摁在地上衣衫凌乱的模样，还有那无法言说的弧度，忽然他张了张嘴，脸颊腾的一下就红到了耳根。属下看完了。楚玉被吴墨摸得上了火，却无从发泄，直接翻身将他按在身下，想要教训教训这个肆意妄为的小东西。本座确实没事，但若你再摸下去，那可就不一定了。吴墨手指握紧，顺从地闭上了双眼。主上，好了，身上有伤，休息会儿吧。你和我挨在一起，就是在给我守夜了。吴墨只觉得周身一暖，就被主上裹进了怀里，手指也被紧紧地握住。温暖的气息环绕过来，就连身上的疼痛似乎都减轻了不少。那温度来自于主上，来自于大厂，还来自于那个在飞雪漫天的山顶被他亲手沉入冰封的心。正在这个冰冷寂静的山夜里点点的融化，两人就这么相互依偎在山洞里，沉沉地睡了过去。糟糕，发烧了，伤口仔细上过药，并没有出现严重的感染，可是腿上中毒的位置却开始溃烂流脓，周围依然是泛着乌青。楚玉盯着那个伤口看了半晌，心乱如麻。忽然回忆起电视剧里暗卫、隐卫之类的杀手都会在身上带些化尸水、解毒丸之类的，不是在衣襟里就是在腰带上，只好伸手在他的腰间摸。你发烧了，可能是中毒的原因。你的解毒药呢？解毒丸只有1颗，主子还没脱险，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吃。什么叫万不得已？要死的时候。吴墨却捂得更紧了，哀声祈求道：属下自幼受过耐毒训练，这点小毒不会有事的，求主子放手。你要抗命吗？主上恕罪。张嘴，乖，再休息一下吧。吴墨却微微偏过头，
低垂着眼睫看向了旁边。当药丸从唇齿间滑落入腹的那一刻，眼泪也渐渐模糊了双眼。但若是敌人先到的话，您就留在这里，哪都不要去，方便来人寻找，属下去把他们引开。不好，吴墨，我引他们马上就到，属下不敢走远，只找到些野果，主子稍微吃点吧。吴墨满眼期待地看着自己，不知为何，每次给自己送上食物时，他都是这副眼睛闪闪亮亮的小狗模样。好些了吗？楚玉一只手拿着野果，另一只手扣住吴墨的后颈，将他揽向自己，用眼皮去贴他的额头。小时候每次生病，家人都用这种方式来判断他发不发烧，亲昵又好用。不烧了。明明已经不烧了，怎么脸还是这般红？难道是中毒导致？主上，如何了？多亏了雷霆带路，接应队伍来得及时，所有偷袭之人已经全部解决掉了，主上请放心。还有，属下在追踪过来的途中发现了一处隐蔽宅院，那院中居住的人竟然是沈一峰。这叫什么？踏破铁鞋无觅处，还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去武林大会找了他一圈，人没见着，惹了一堆麻烦，最后竟然在眼皮子底下出现了。又或许应该叫做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找谁啊？沈一峰。沈前辈，你确定要将幽篁阁阁主拒之门外吗？唉，请吧。楚某此次是来向沈前辈拜师的。你？他找我拜师啊？哈哈，楚阁主莫不是在说笑话？武术绝学那岂能是随便就能传授的啊？我和他非亲非故，你是准备让他给我当儿子吗？可以，我也可。要不咱们现在就开堂认个义父去？堂堂阁主竟然可以无赖的这么坦荡，不知为何反倒莫名的多了几丝好感。罢了，能让堂堂幽篁阁主这般放下身段，为一个暗卫求取武艺啊！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不得不答应的理由。理由？总不能说是为了救自己的命吧？他虽是暗卫，也是楚某心爱之人，行走江湖危险重重，让他有个顶尖的轻功傍身，也不至于轻易丢了性命，把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留在这世上。他话一开口，吴墨就已经懵了，僵着的身子听到最后，才发现主上是在做戏给沈一峰看，连忙低下头，想配合他摆出一副感动至极的样子来。可是独自酝酿半晌，终究还是艰难地宣告了失败。算了，实在不行就把这老头子给捆回去吧。哦，怪不得这小暗卫不用戴面具，最主要的是堂堂幽篁阁主居然喜欢男人。三个人各自沉浸在自己的想法里，表情却是精彩纷呈。我这辈子游戏世间，玩心太重，以至于无家无子，无牵无挂。这一身轻功要是失传了，也是可惜呀！哈哈哈哈。但你要知道啊，我和他毕竟非亲非故，又凭什么要费心费力的去教导一个外人呢？沈前辈是不是和灵蛇教有些过节？灵蛇教主闵若琼对自己纠缠多年，如今自己避世隐居在这种偏僻的山村，就连4年1度的武林大会都不敢参加，就是为了躲他。可这件事情就连灵蛇教众人都鲜少有人知晓，他幽篁阁主又是如何得知的呢？那本古籍上简单的提过沈一峰，他只说他被异族妖女获了心神，
一度作恶多端，为祸四方，最后才发现是身中情毒。灵蛇教主为了救他性命，不惜散尽一身功力，更是在发现他已药石无灵之后，亲手将他杀死，然后自尽，与他合葬在灵蛇峰。哈，那又如何？沈前辈若愿意相助，我幽黄阁可保你性命无忧。若是不答应，我们也不会为难于你。但前辈和灵蛇教有一场死劫难逃，2年后我会来为你收尸，3年后再来给你烧些纸，也算是尽了你我这一面之缘。你又如何得知？这沈大侠就这么信了？以前怎么没发现主子的诳人水平这么高？如何了？前辈可知我是月巫族传人，南疆月巫族有许多不可外传的禁术。沈大侠若是信我，就随我回青若山走一趟吧。既如此，那我们就一言为定，我教他轻功，你保我平安。这样吧，天色也不早了，二位就暂时跟我这儿小住一日，容我收拾一下行李用物，待到明日一早，我就随你们出山，如何？今天是朔日，也是自己内力最为虚弱的一天。虽然距离林清燕出现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却也不能急于一时，以免出现了差错。更何况吴墨身上还有余毒未清，需要休养，倒不如按照沈一峰的话说的，在这里住上一日，明早再做打算。好，那就叨扰沈前辈了，我去沐浴，不必跟着了。吴墨站在屋内，望着楚玉渐渐远去的身影，又看了看即将落在山巅的夕阳，垂在身侧的手指攥了攥，最终还是敛起气息，悄悄地跟了上去。他虽是暗卫，也是楚某心爱之人。不知为何，楚玉磁性好听的声音再次在耳边响起，那短短几个字却像是凿进了自己的胸膛里，每一个字都嵌着血肉。那时候的他也不敢多想，此刻却又暗生期待。主上这么说，真的只是为了骗过沈一峰吗？又或者……首领是在偷看主上吗？谁说的？我是在保护主上。首领保护的可真是认真呐。吴墨下意识的就把吴军的眼睛给蒙上了。吴军一脸懵逼，不是，天天守在浮云殿，主子沐浴没看过上百，也得有几十次了，他现在蒙他做什么？这里穷乡僻壤的也没什么可以招待两位，吃点清粥小菜，就早点休息吧。还有，你们可以随意一些，我这房子呀，隔音很好的。如此，那就多谢沈前辈成全了。折腾了这么久，楚玉确实有些饿了，但吃起东西依然是安安静静的。君兰吃饭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又认真又安静，每一个动作都是那么恰到好处的优雅，让人一刻也不想错开眼睛。他似乎会笑了。就这么喜欢本座这张脸吗？喜欢。短短几个字，却像是耗尽了他半生的勇气。其实不只是脸，也不只是喜欢。主上，沈一峰的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不去做点什么，只怕瞒不过去。果然是幽篁阁主的爱人了。可是这天才刚刚擦黑，就这么等不及了。现在的年轻人啊。第二天一早，楚玉神采奕奕，吴墨却窘得连头都不敢多抬，大家全部都默契的只字不提，气氛异常诡异。这个方向
应该不是回幽篁阁的路吧？本座还要去救一个人，只能麻烦沈前辈一起走一趟了。自己现在跑，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这幽篁阁主还真是不做人啊！2句话就给自己拐去当师傅不算，还要顺路帮忙救人。沈前辈，请用茶。还叫什么前辈？依我看呐，也不用搞什么仪式了啊！这杯就算作是拜师茶吧。徒儿吴墨拜见师父。哈哈，好啊，好。哈哈哈。沈一峰似乎还挺高兴，接过了茶杯就喝了一口，眼泪都快要流下来了。不是感动的，是烫的，但是为了维护师傅的颜面，实在是没敢往外吐，只能不动声色地偏开脸咽了。给自己喝开水，到主子那里就知道吹吹。怎么这刚收的徒弟就有点想退货了呢？这个听说幽篁阁千面卫最擅长易容之术，不知道此行跟没跟着呀？吴尘可在？回主上，就在外面。不知沈前辈要找千面卫何事？我现在不敢抛头露面啊，不如让他给我易个容，我去驾车好了。为何？这年轻人血气方刚的，总不能被我一个老头子拘着呀。沈前辈多虑了，毕竟昨晚这大白天的，哪就这么忍不得了？赶了一天路，是不是又不舒服了？不，属下无事。吴墨，你是我的，无论是你的心还是你的人，都只能是我的。脑海里君兰将他抵在墙上，一遍遍吻过他的唇瓣、脸颊、脖颈，在他耳边喃喃低语。而此刻他却因为那一幕幕火热的记忆，全身都在控制不住的发烫。林清也知道这次是真的活不了了。试炼谷一战，白振宇下落不明，穆一宁夺得公主之位。即使前公主要求他们点到为止，不能互相残杀，8个公子最终也只剩下他们3个。最出乎意料的就是在继承人试炼这么重要的时候，穆一宁竟真的放弃了先前筹谋的一切，只身跑来悬谷救自己。可惜啊，他并不知道吹响哨子的是白振宇，而等待他的也是那人部下的天罗地网。骇人的黑暗之中，回忆如梦魇一般再次爬过了全身。给我这个做什么？你吹响这枚古哨的时候，我会有感应。到了试炼谷，大家会首先对付棘手的人，而你是医者，只要闭门不出就很安全，所以守好你自己。如果遇到危险，就吹响它，我会救你。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护你活到最后的。10几年的艰辛，不敢有一日的松懈，只为了踏进试炼谷的这一天可以守住他们2人的命。其他的公子只要保护好自己。而从爱上林清燕的那一刻起，他所要背负的就早已是2人的命运。即使林清燕不喜欢男人，也不喜欢他，他也愿意亲手为他构建一方天地，远远地看着他娶妻生子，与他一生安然。穆一宁说完话就起身离开了庭院。七哥，你别站在门口，小心又受了风。七哥，试炼谷大战就要开启了，我大概也快活不成了。不会的，我们可以直接认输，退出试炼就是了。你是医者，他自是不会杀你。可我呢？想想我身上的毒，在许多年前他就想要我的命了。白秋雨，白振宇当年被人下毒，又或者说是被穆一宁下毒，虽然没死，身体却亏空的厉害。七哥，我不想死，就算是这么辛苦的活着，我也不想死。如今能救我的只有你了。我该怎么救你？七哥，我不求别的，
大战开始后你就来玄谷找我，我们互相也能有个照应。待到穆一宁战胜了其他几个公子，他一定会来杀我。你只要替我求一条生路就好。林清也没有想到，在他到了玄谷之后，原本走路都要人搀扶的白振宇却突然变出了一身绝顶的武功，抢了他的骨哨，杀了他的护卫，又在他用尽所有的保命技能之后，一路将他追杀到此处。而穆一宁竟真的放弃了浴血多日积攒下来的优势，孤身一人赶到了玄谷救自己。可迎接那人的却是白振宇精心布置下的重重陷阱。他不知道那二人之间最后发生了什么，只听说白振宇还是失败了。穆一宁登位，白振宇下落不明，而自己也像是一只丧家之犬般的逃亡了这么久，终于还是跑不动了。穆一宁他一定恨毒了自己吧？晦气，不是娘们儿，是个带把的。大哥，把人给我，我就喜欢玩带把的。话音刚落，林清燕就感觉到一阵天旋地转，竟是被人点了穴。啊！不，闭嘴！这种荒山野岭来个鬼影都见不到，你还是省省力气吧。要是真能有人来救你，老子管你叫爷爷。他绝望地闭上双眼，甚至有些后悔在白振宇背叛时，自己为什么没有死在试炼谷，死在穆一宁的面前。操！是幽黄阁的云鬼卫。妈的，被你说中了，还多加了一个斩龙卫。二人悬了半天的心终于死透了。我们东山二霸和幽黄阁无怨无仇，请问楚阁主这是什么意思？本座好洁净，看见脏东西就想清一清。你他妈欺人太甚！江湖中人可杀不可辱，打不过可以死，但是不能被人骂。先让他把爷爷叫了。仇月，你这魔头是可杀不可辱，想让老子叫爷爷没门儿！太聒噪了，林七公子莫怕，本座是特意来帮你摆脱困境的。我有何困境？一身重伤，满手的冻疮，还差点在破庙被人给强了，居然还问自己有何困境。碧落公主胜出，所有活着的公子都可以安全进入禁地，可如今七公子却是浑身是伤的出现在这里，所以七公子和穆公主的关系只怕是难以善了了吧。现在外面对你来说很不安全，有人想杀你，有人想抓你，你最好的选择就是跟着我，利用幽黄阁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但是你要为我医治一个人作为条件来交换。我会尽力一试。林清也知道自己早就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如今这人看似是询问，也不过是全了自己一点颜面而已。不知阁主想要让林某医治何人？正是本座的幽黄石。既如此，那就先让我诊一下脉吧。他的手臂是旧疾，想要修复起来十分困难。这天下除了我师父，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够保证成功啊。林某只能竭尽所能了。多谢。先别急着谢我。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他的手臂，而是他身体里的蛊，也就是你们幽黄阁用来控制暗卫的那个蛊虫。在被南疆蛊王改良后，虽然对母蛊之人不再产生伤害，但也加深了对子蛊之人的耗损。这种毒素会一点点侵蚀脏腑，破坏根基。之前蛊毒发作的次数越多，时间越长，对身体伤害就会越大。这蛊可解吗？或许可以，但蛊毒这种东西
除了南疆古王，恐怕就连师傅都束手无策呀。如果我们去找南疆古王，他的身体还能撑多久？如果能保证不再毒发的话，还有2-3年。但若是被蛊毒大量浸润，就不好说了。所以说，还容得时间。你们容得，那南疆古王却容不得。他年纪轻轻就已经病入膏肓，再不肯给任何人医治了。听说，除非能找到传说中的日月同心莲，他才会开门见客。但雪莲本就世间罕见，只有并蒂而开的才能称作日月同心，也就更加可遇不可求了。南疆古王要死了？如果拿不到日月同心莲，他确实活不了多久了。听说3个月后，素雪峰有一株日月同心莲将会开放，你们不妨去碰碰运气。若是能拿到，那古王等着这花救命，定有办法帮你们解蛊。既如此，还请林公子先给他医治手疾吧。我需要把手臂上的经脉全部断开，梳理后再重新接续起来。为了保证灵敏，不能使用麻沸散。那种生抛血肉之苦，你可忍得？吴墨受得住。需不需要用绳索将你的手脚缚住？不必，只要给我一条布巾即可。持续经脉的过程痛苦而漫长，吴墨半靠在榻间，嘴里咬着一卷布巾，汗水不断的在额间汇聚，又沿着脸颊直坠下来。林青烟给吴墨重新包扎好手臂，后背已经湿透了。整整2个时辰，每一条经脉都在他精妙的医术之下理得分毫不差。这些明明不算什么的，他中过世间最痛的蛊，熬过暗堂最重的刑，无论哪一个都要比这伤口疼上100倍。可如今被主上满脸怜惜地看在眼里，被他那有力的手掌包裹着，竟感觉全身上下每一寸神经都在向他疯狂的叫嚣，每分每秒似乎都变得难挨了起来。再忍忍，一会儿喝了药就不疼了。君兰，君兰，别走！烈酒点燃了全身的燥热，他居然叫自己君兰，那是爷爷给他起的表字，只有最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个名字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世界，又出现在吴墨的口中？你刚刚叫我什么？君兰。君兰。吴墨仿佛在楚玉的身上放了一场火，全身的血液轰的一声倒灌回脑海，理智瞬间失控了。再叫我一声。君兰。再叫。君兰。好，乖。楚玉心满意足地放开了禁锢着他的手，下一刻竟是情不自禁地低下头亲吻上他的双唇。他的小暗卫反应生涩，并不抗拒，但也不知道怎么迎合。第一次。他凝视了主上好一会儿，才轻轻地摇了摇头。楚玉怔了怔，忽然有些不爽。躺好，我去换人服侍你洗漱。君兰，他真的是君兰。自己借着醉意的试探，他不但没有拒绝，还亲昵地让自己叫了一遍又一遍。可是而最后一层亲密却被自己打断了。整整2年，那人无数次的强迫给他留下的阴影太深了。吴墨他为什么会知道君兰这个名字？是自己说梦话的时候暴露的，还是和原生有什么渊源？又或者是其他不为人知的缘故？在接连打了2个喷嚏之后，楚玉终于放弃了。吴墨。他迟疑地开口，本来想问问他是怎么知道自己名字的，又怕其中有什么原委，踌躇了半晌，还是选择了暂且不谈。属下在。本座这般对你并没有轻薄你的意思，如果你不喜欢。属下没有不喜欢。他没有不喜欢，他甚至想要得到更多。他想要摘下那抹遥不可及的月光，从此只为自己而鸣。那你就好好休息吧，
我去外殿。主上，外殿冷，明日还要启程回阁。主上若是不嫌弃，就和吴墨在内殿委屈一晚吧。总之，他就这么糊里糊涂的被吴墨伺候着，脱掉了外袍，换上了寝衣，躺进了宽敞的红木方榻里。同一条锦被之下，丝丝缕缕的热度隔着空气传来，烤得楚玉全身都有些发烫。躺在这里就如同上刑。唉，把它吃了算了。楚玉不爽的侧过身看向了吴墨，一面就对上了那人毫无防备的脸，甚至还满脸关切地望着自己。下不去手呀。楚玉又讪讪地翻了回去，却没有看到身后那人眼底一闪即逝的黯然。白烛燃了个大半，楚玉辗转半宿，终于浑浑噩噩地睡了过去。吴墨却蜷缩在他的身后，小心地收拾起一缕墨发，放在唇上亲了亲。你们水月教为什么要追杀林公子？你们这样护着一个必死之人有什么用？说清楚，给你个痛快。我们水月教的死法有很多种，不需要你给我痛快。不过我还有时间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有一种蛊虫，它可以在身体里沉睡多年，但它一旦被唤醒，就会没日没夜地消耗你的精元。人呢，也会随之一点一点失去五感，待到那天精元耗尽，它就会变成一个不能听、不能看、不能说、不能动，甚至全身上下都没有任何感觉的废物，最终油尽灯枯，浩劫而亡。这蛊如何解？随后竟然眼睛一闭，脑袋一歪，就再也没有了气息。属下无能，没能问出解蛊方法。无妨，你辛苦了。主上维护我受伤，是属下无能。我说过，会护着你的。看来3个月后，我也要跟你们去一趟素雪峰了。只有南疆蛊王可解。林清燕点了点头。既然那同心莲要3月之后才开，林公子不妨先随我回幽篁阁住上一段时间，待过完年，待查明那花具体位置，再一起前去。到那时，我们直接带着同心莲去南疆找蛊王。多谢楚阁主。是碧落公主。楚阁主，碧落公无意与你为敌，但请你交还我们的七公子林清夜。若林公子不愿意回去，穆公主是准备用强吗？若是阁主执意如此，穆某也只能得罪了。过来，杀手榜第1的幽篁石，就算你能战胜本座的云影，却并不包括本座。本座再说一次，交出林清夜。莫姨娘，你听我解释。门外有很多人听着，你可以叫得更大声点。林清燕被他扼住了咽喉，阵阵窒息感不断地冲上头顶，让他开始有些目眩。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见被莫一宁扣住了后颈吻了上去，又凶又狠，就像是猛兽在撕咬猎物时蹂躏着他的唇瓣。不，我本想一辈子护着你，由着你，甚至看着你娶妻生子，没想到你居然为了我爬上另一个男人的床，是我太纵容你了。我没有，还有那蛊少，是白九宇。闭嘴！白正宇3个字刚刚出口，莫一宁的眼眶就被逼红了。我知道你喜欢林清燕，可惜啊，他却恨你，怕你。还有，你还没尝过他的滋味吧？以后记得把他拴牢一点，不要让他对谁都能张腿。18年了，即使林清燕不懂自己沉默的守护，也不该换来如此刻骨铭心的背叛。他用生命去护着的人，却从背后给了他最致命的一刀，甚至将他的心活活地剜了出来，揉碎撕烂，践踏掉最后一丝尊严。莫一宁血红的眸子转向身下满眼决绝的男人，忽然想问问他，自己究竟应该如何待他。在他为了杀死自己去委身于人时，
在自己身中陷阱，被白振宇生生割开了36刀时，他又该如何待他？如何处置这个血淋淋的背叛之人？七公子留步，让我出去！这里是浮光殿，是穆一宁的寝殿，他一分一秒也不想留在这里，他要回毒殿去。主上请林公子在浮光殿安心养伤，若林公子执意要离开，需要得到主上的首肯才行。林清燕只感觉到全身上下如坠冰窟，他是要把自己当作痉挛吗？林公子，请服药。我要见穆一宁。主上忙，以后不必再来送药了。你转告穆一宁，我知道他心中有恨，不如直接杀了我吧。所有亏欠他的，我都用这条烂命赔给他。你以为主上做的这些是为了什么？哼，是为了要你的命吗？为了什么？这么久了，他竟然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桌上的汤药在慢慢的冷去，依稀可以闻到灵芝和人参的气味。枕边还摆着一瓶千金难求的上好伤药，可是这些他都不想用。这个身体已经烂透了，没有必要再去浪费这些好东西，不如安安静静的待在这里，过自己所剩无几的日子，直到耗尽精元，直到失去五感。穆一宁坐在榻间，眼底的乌青像是被夜色涂抹过。在宫外那夜，他一时失控，强了林清燕，也撕开了他苦苦掩饰这么多年的妄念。直到现在，他还能回忆起林清燕看向自己的眼神，空洞无神，带着那种浓烈的绝望。他比任何人都更喜欢林清燕，可是在林清燕的心里，他却不如任何人。你就这么想死吗？他很想死，但他不会自杀。师父说过，医者首先要活着，才能救己救人。自杀的人会入枉死地狱，活得已经够辛苦了，他不想死后还不得安生。你告诉我，我到底应该怎么做？你们碧落光真如你想的那样岁月静好吗？8个公子从小就是你死我活的存在，多少人笑里藏刀，多少人借刀杀人。你想要安静研习医术，这么多年，你又知我请了多少阻力，挡了多少暗伤，我步步为营，拼尽全力去谋夺公主之位，只为了给你一个安稳的未来。哪怕是远远看着你披红戴花，举棋生死，也心甘情愿。可你呢？你又做了什么？在我不顾一切拼死来救你的时候，你吹响的鼓哨竟是为了要了我的命。鼓哨是白秋玉吹的，但我不是要推卸责任。穆一宁，你杀了我吧，欠你的这条命我还你。他累了，他真的累了。我不杀你，我要让你留在这里赎罪。您说了，阿莫就是这么厉害，我大概很难赢你了。吴墨就是您的妻子，您只要随意使用我就好了。是吗？你是说随便我怎么用都可以吗？他轻轻吻了吴墨的额头，目光在他身上搜寻了一圈，忽然嘴唇微翘。这么舒服，主可有喜欢的姑娘？吴墨被问得一愣，飞快地摇了摇头。那阿莫想不想娶妻生子？属下此生只愿护在主上左右，出生入死，为进为盾，对其他人绝不再做他想。记住你今天所说的，以后可就不能后悔了。不容拒绝的亲吻也再次落了下来，从青天浅浊到霸道占有，修长的手指也从腰间划过，扯开了他墨色的衣襟。主换气，别在书房。放心，
不会有人打扰你的。主上，滚！沈大下来了。这个可真滚不了。请。回来这么多天啊，天天把我徒儿扣在浮云殿，这功夫要怎么教啊？那也不能这大白天的就……阿莫的手臂还没养好呢。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嘛。过几天我就让他去练。手臂不好还不老实，这几天没准更练不了了。可是嘴上却不敢直说，只能满脸尴尬地哼了一声，转身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仔细想想，自己和吴墨都是第一次，总不好这么不挑时间地点呢。仪式感嘛，还是要有的。刚好再过2日就是冬月12，吴墨的生辰，不如到时候喝点小酒庆祝一下，然后再水到渠成的在一起。主上，过来，喏，送你的礼物。礼物？今天是你的生辰啊。吴墨黑曜石般的眸子微微的睁大，眼中的疑惑渐渐化成了点点的泪光。这是阁主信物，属下不能收。吴墨，我终于是阁主了。这是阁主信物，也是我和你之间的定情信物。吴墨，我等着你成为幽篁时，来到我身边。是阁主信物，也是我送你的礼物。没想到主上竟又给他把酒杯斟满了，不知为何，总有一种想要把他灌醉的错觉。吴墨，你是如何得知我叫君兰的？属下不仅知道主上名唤君兰，还知道您来自于另一个世界。楚玉僵住了，脑袋里犹如是石破惊天，水扑倒悬。上辈子我们见过的。书里的人居然还有上辈子。所以你还记得上辈子的事？吴墨点头。我记得主上怕苦，每次吃药都要糖果。我记得主上喜欢在沉思时捻动手指。我还记得主上表面冷厉，心里却是暖的，眼睛里是有光的。分别那天，您告诉我您可能要去自己的世界了。您说我是您的，只是您的。您说要我乖乖等着，您一定会想办法回来的。可是主上，您食言了。胡墨守着您的身体守了一辈子，直到他死了，您也没回来。苍云山上的雪好冷，身上的伤好疼，半边身子埋在雪里，动也动不了。我抱着他的尸体，看着他一点一点凉去，自己也跟着一点一点失去知觉。最后告诉自己，这是最后一场没有告别的分离。我可能等不到你回来了。或许是老天垂怜，给了我重活一次的机会，也终于拖着这残破的身子等到了你。可惜您却不认识我了。主上，您来迟了。楚玉直到最后也没能想起吴墨所说的一切，但是他仿佛真的看到了吴墨是抱着怎样的希望和失望守着这个躯壳一辈子。对不起，我来迟了。君兰，我在。君兰，我在。君兰，我可不可以？他双手捧着楚玉的脸，试图将薄尘凑上去。绵密的亲吻就如同细雨落在水面，撩动起温柔的波澜。在回过神来之时，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被主上抱到了榻间。愿意吗？上辈子就愿意了。属下一直守着干净的身子等您。阿莫，帮我脱了。窸窸窣窣的声音过后，随着一声低喘，整个寝殿的温度都变得热烫起来。月色微凉，罗幕清寒，烛光照进了软烟罗帐，搅乱了满是静谧。江老爷子说，
玉儿这一次和上次有些不同，所以这一次的星罗阵没起作用。他现在已经调整好了新的阵法盘，马上就能把玉儿接回来了。上次，这次，楚玉只觉得心口被一股莫名的力量撞到，脑袋里嗡的一声，整个人就这么僵在了原地。这就是吴墨所说的上辈子吗？可是他为什么一点印象也没有？仅存的记忆就是养父多次告诉自己江老爷子有救命之恩，但他同样不记得什么时候被那人救过。等等，他们刚才说什么？马上接自己回来？不行，他不能回来，他已经丢下吴墨一次了，他不能再把他丢在那个冷冰冰的世界里，让他傻傻地守着自己的身体，即使一遍遍遭受原神虐待也不肯离去。不要救我回来！他嘶喊出声，却没人能听见。他冲过去想要抓住他们，手指却猛地从对方的身体间穿过，一种绝望的无力感突然在心口蔓延。是梦吗？主上，抱歉，昨天有些失控了，让你受苦了。属下是心甘情愿服侍主上的，因为吴墨爱慕您，我也喜欢你很久了。或许比自己意识到的还要久。趴好，帮你上药。这小安慰的身上整日里新伤旧伤不断，如今自己也成为了罪魁祸首，总是要负起点责任的。什么时候伤的？记不清了，主上不要看，很丑。怎么会丑？下一刻竟然直接揽住了他的腰身，沿着那道疤痕吻了上去，柔软的唇落在后腰之上，吴墨顿时就绷紧了全身，本就湿漉漉的眼底立刻就沁出了泪来。他挣扎着想要逃开，却被楚玉握得更紧了，故意的贴在他耳边呢喃：还想再来一次？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怎么来这里当安慰的？家里原有父母和兄长，但是现在已经失去消息了。小时候连年大旱，粮食几乎颗粒无收，灾民们抢光了树皮野草，每天都有人饿死，到最后几乎到了易子而食的地步。属下小时候体弱，险些被拿去换了粮食，刚好遇到幽篁阁过来买人，就把属下带到暗堂了。那个给你钱的人是我吗？吴墨摇头：是暗堂堂主，但是把我选为贴身暗卫的是您，能让我拼尽全力成为幽篁使的也是您。如今你做了我的人，必不能委屈了你。待到我查明你家人现在何处，你若想与他们相认，我就带足人手，备足聘礼，为你下马牵行，送你回乡探亲。聘礼？主上，属下什么都不要，上辈子这辈子无论往后多少轮回，吴墨都永远只求主上一人。上辈子辜负了你，但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一定会如你所愿的。吴墨的身子微微颤了颤，随后就传来了他压低声音的一声：哎，看吧看吧，啊，我就说过2天更练不了了吧。哎，听说了吗？莫首领终于还是上了主子的床。那他以后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些？谁知道呢？主上对他这般执着，是不是真的动心了？主子的心思谁又能猜得准？你们没看齐皇魏大人之前那么得宠，转头就被关在了九幽殿。听说这些日子他不吃不喝，整个人都瘦得脱相了。从来都是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啊！主上恕罪。你们消息倒是灵通，别在这跪着了，去把4个堂主还有其余不出任务的九幽卫都叫到暗堂来，本座有话要说。
不是，这就完了？连个鞭子都不用罚的吗？谢主上，小的这就去通知各位堂主和九幽卫大人。谢主上，谢主上。若是为了日后少受些责罚，也是无可奈何。吴墨这次是甘愿的。你说你是自愿的，那这么久以来，吴墨这么久的苦苦坚持，那挨过的罚，受过的伤又算什么？主上，都起来吧，池堂主也先坐吧，人还没来齐。人还没齐？主上这是要在暗堂干什么呢？一堂主到，刑堂主到，听风卫、斩龙卫、千面卫大人到。到最后居然还见到了吴心。好吧，也怪自己没有说清楚，没出任务的九幽卫可不也算他一个。到齐了，最近谣言说我心悦吴墨，今天我把大家召集过来，就是想澄清一下。吴墨却瞬间脸色发白，艰难地垂下头去。那不是谣言，本座确实心悦于他。吴墨却猛地睁大了眼睛，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狠狠地撞到了，突突地跳个不停。还有，阁中侍卫原本就应由幽篁使管理，如今也该人归原主了。从今往后，阁中事务无论大小，都可以先禀告给吴墨，由他代本座处理。谁都没有想到，主上竟然把这件事情如此高调地拿到公堂上来说。从今往后，阁中事务无论大小，都可以先禀告给吴墨，由他代本座处理。而正殿的另一侧，吴尘始终低着头望着手里的盘龙丝出神，淡淡的酸楚就像是在心里发酵了一般，随着血液流淌至全身。明明是自己先喜欢上的，在主上还是幽篁阁少主的时候，他就将这颗心献了出去。待到那人争到阁主，他便拼尽全力成为了千面卫，只为了能离他更近一些。可惜啊，感情没有先来后到，主上喜欢的人从始至终都是吴墨。即使登位之后他们之间出现了问题，但是吴尘知道主上的心里一直都是在意吴墨的。只要吴墨想，吴心也好，自己也好，都只能这么远远地看着。吴尘扯动盘龙丝的手越来越用力，到最后就连割伤了手指都没有发现。忽的掌心微微一暖，他惊愕地偏头看过去，才发现是被吴渊攥住了手腕。默默的对视之间，吴渊对着他摇了摇头。吴尘的眉心紧锁，想要抽回手指，却被他攥得更紧了。主上，属下和主上这般，不是为了阁中权力。阁中针对你的谣言四起，你当如何处理？人言可畏，自己除了装作不知，又能怎么样呢？握好你的权力，你只需要记住，能让人闭嘴的，永远不是道理，而是身份。但主上今日所做的，只怕会为您招来非议。我不怕非议，对于我喜欢的人，我只管不分青红皂白的站在他身边就好。这个楚阁主啊，你打算什么时候把这个徒儿还给我呀？沈前辈为何如此着急？等吴墨彻底把伤养好了，岂不是事半功倍？嗨，这下个月是父母的这个7年大忌，哈哈，我只需带着徒儿闭关10天，就能将心法招式讲透啊。到时候我去回乡祭拜啊，你们俩再继续就是啊。难不成那邪教妖女的事情还是避无可避吗？沈前辈若是离开灵蛇教那边，这如今我有了传人，也不怕这身功夫跟着我进到黄土了。放心啊，
我既然被称为幻影无踪，自然有不被别人拿住的本事啊！况且啊，父母大祭之日，坟前尽孝这种事情，确实推脱不得的。出于心中疑惑，却没有办法强留，只得压住心头不安，点了点头。主上，属下明日要去闭关，今晚特来向主上请命，许准属下全面搜查幽篁阁。重回一世这件事情他早就想去做了，如今既然拿回了统领巡防的权利，这件事情就变得刻不容缓起来。吴莫他应该是有自己的用意吧。我陪你。是。主上，怎么不在九幽殿里养着了？今天是望日，莫首领不在，属下愿意服侍主上。消失许久的头痛又开始出现了。不对，这个人绝对有问题。楚月望着吴心向着自己靠拢过来，忽然就觉得一阵的头晕目眩，意识也开始变得模糊起来，就像是瞬间掉进了一个昏暗的深坑里。望日里那汹涌流窜的内力就如同潮水一般从半空中倾注下来，渐渐的将他吞没。哼，干嘛去啊？师父，徒儿想回一趟浮云殿。是说好了闭关10日的啊？你这刚过了1天你就受不了了啊？哼！不是的，今天是望日，主上他……望日，沈一峰皱眉望天，忽然想起好像在哪里看到过关于越族人望日动情的传闻，脸色这才好看了一点。哎，行了，他对着吴莫挥了挥手，脸上变成了一副我懂我都懂的表情。记着啊，别什么都顺着他，明天你要是练不了功啊，我就哎呀，我就找他开膛认义父啊，然后再连你们俩一起骂。哼！徒儿遵命。桐树，都去追！主上，是自己大意了，明知道吴心心怀不轨，却还敢放任他和主上独处，自己站在外面想了那么多有的没的，就连吴尘都能感觉到主上的气息不对，自己却毫无察觉，害得主上险些被吴心算计了。吴莫被主上狠狠地压在身下，撕咬般的亲吻交织着凌乱的呼吸，那样直白炙热又密不透风。我知道你不是讨厌吴心，而是对那个人有想法。你应该知道，喜欢那个人除了让你痛苦，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呵呵，可以是吴心，可以是吴莫，为什么不能是我？好了，别说了。从主上还是少主时，我就倾心于他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能是我？为什么永远有人可以后来居上，而我只能躲在见不得人的黑暗里，远远看着？别说了，你想死吗？吴元压抑的低吼震得吴尘微微一愣，下一刻就被男人推搡着按到了一棵老树之上，低头吻住了他的双唇。吴尘瞪大双眼，唇齿相接时，只感觉脑袋里炸开了一片空白。只听啪的一声，吴元的头狠狠一偏，血色顿时又沿着嘴角淌落了下来。吴尘怔愣了一下，没有说话，而是用力地将男人推开，飞快地向着幽篁阁的方向掠去。属下无能，吴心被水月教的梵音救走了。梵音救走了吴心？是，请主上责罚。吴心居然是水月教的人，藏得可够深的。没想到昨天居然给自己下药，还用了桐树。幸亏他到了古代，每天都无所事事的只能看书，前一阵子才看到过关于南疆邪教蛊惑桐树的介绍，转头就被人用到了自己的身上，要不然就非得着了他的道不可。罢了，九幽卫需要每月定期服用暗堂的解药，他也活不过1个月了，罚就免了吧。遇到梵音，你们确实占不到什么便宜。是。你向暗堂申请去协助白小阁开设西边的联合镖局了？吴尘淡淡的了一声。我也去。你去做什么？本来也是要去2个人的，就当给你做个伴。
没用的东西。教主恕罪，原本主意已经中了我的摄魂毒，很快会对我言听计从。谁知道观音殿一过，他就像是变了个人似的，才不肯让我近身。属下最后连瞳术都用了出来，还是没能成果。这其中必有缘故。能有什么缘故？是你没用罢了。你们暗堂的解药，我看你是不想要了。不是的，沈一峰过几天就会离开幽篁阁，去衡山祭拜双亲。我的手上有幽篁阁的独门毒药，可以杀了他，然后嫁祸给幽篁阁。灵蛇教那边内应曾传来消息，灵蛇教主爱慕沈一峰几十年不得，若是沈一峰被幽篁阁所杀，一定会为他报仇的。还有什么？还有，最近幽篁阁的镖局要往西边吴城发展，而陆家堡堡主陆俊却在不久前和楚玉结了仇。我可以去把他控制住，再联合一些被幽篁阁主打压没有活路的小镖局，还有一些被幽篁阁有仇的门派，不愁搬不到幽篁阁。到时候幽篁阁一散，教主您就可以。闭嘴！教主恕罪。带上人手，按你说的去做吧。若是完不成任务，你知道后果。我想见见他，求求你，让我见他一面。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到他了。用你这副可怜的样子，好好去勾引陆俊吧。本教主既然答应你不会让他死，就一定会做到。但你若是继续这么没用下去，我为何还要留着那个废物呢？话落，便甩袖离去。林清燕那边如何了？林清燕身体里的蛊虫已经被唤醒，估计用不了多久，穆以宁就会察觉，到时候他必定会每日为林清燕输送精元，消耗自身血气。苏雪峰有同心莲的消息也很快就会传到穆以宁那里，到时候只要他敢前去，就是送死。穆以宁死了，林清燕也没几天可活，碧落宫就只剩下您一位公子，不仅公主之位唾手可得，还可以借碧落宫之力剿灭幽篁阁。大长老那边，属下无妨，过来。您的伤还没痊愈，吃了你带回来的九阳回天丸，已经好多了。在碧落宫装病装了这么久，终于可以把身上的毒解了。可是不愿意？你哪只手碰他了？范英惊愕地回望着他，看着那张苍白的面孔上逐渐爬满了怒意，才堪堪地反应过来，他说的是吴心。属下没有。话音刚落，就想起自己去救吴心时，随手揽了那人一把，连忙压低声音改口道：左手。左手，属下知错。这只手想让我怎么废了他？范英，但凭教主处置。喜欢他？他长了那样一张勾人的脸，让你心疼了？属下没有。没有最好。知道该做什么吗？是。畏惧也好，痛苦也好，都不是自己能够选择的。范英知道，如今自己需要做的只有满足这个男人，以他喜欢的方式。主上，属下衣服是……那就快滚！滚！
别在我这儿腻腻歪歪的碍我眼。多谢沈前辈。去你的浮云殿去滚，别在我这里滚。吴墨这一滚就滚到了第二天早晨才回去。卓越也开始收了收心思，每天早出晚归，认真的躲在密室里，从最基础的招式开始重新练起了术法。主上，不是说过了吗？只有我们2人在的时候，就不要跪了。是。沈一峰怎么肯放你回来了？提前学完就早一天回来了。想我了吗？吴墨想念主上，早见到您一刻也是好的。以后你在寝殿等我回来，不如换一种迎接方式吧。主上喜欢什么样子？我来教你。紧接着便低头。学会了吗？还需要我再教一次？学会了。之前那个地方住不得了，别问原因。之前我答应助你逃出死劫，你就必须得听我的。主上，你负责护送沈前辈前往南岭山。不必啊，我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不喜欢有人跟在身边。他也可以不出现。哦，哎呀，他跟不上我，会拖慢我的行程的。嘿，这辈子第一次被人嫌弃轻功。沈一峰说完，又把视线落在了吴墨的脸上，徘徊了一圈，故意笑眯眯地说：要不吴军送客。楚阁主后会有期。真的不用派人暗中保护吗？不用，接应他的人已经在路上了。吴成和吴渊回阁了，昨晚一入阁就被押入了刑堂，似乎被提前用了刑。事情还未问清楚，主上也还未发话。他谢卓全居然敢提前对九幽卫动刑。谢卓明的事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他始终记恨着吴尘，这次当真是迫不及待了。就不怕主上怪罪吗？主上虽未下令，却也没说刑堂不能先行审问。他这么做没坏规矩。我们先去看看谢卓全他怎么敢。谢卓全不审不问，只为动刑。今日这仇我记下了，他以后最好不要落到我手里。这么多年他没抓住我的把柄，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好的机会？更何况我们如今犯的不是小错，多几遍少几遍主上不会在意的。首领，我们遇到吴昕了。吴昕？暗堂发放解药的时间早就过了，他居然没有死。就是他带人接的镖，还有不少山匪模样的人，但是从武功套路上来看，倒更像是训练有素的帮派弟子。不过我们没有找到证据。吴昕太了解暗卫的弱点了，更何况他还擅长毒术，你们大概是被他暗算了吧？他手里有暗堂用来紧急控制暗卫的阴毒，所有人埋伏在山谷中的上风口，等我们发现有埋伏的时候，已经开始出现全身麻痹的症状了，是属下无能。吴墨静静地看着他们2人片刻，却是越想心里越沉。吴昕阴毒又是专门盯着这批镖银来的，确实让人防不胜防。但是大笔的银子被劫，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失职的罪责。我知道了，你们先安心在这里等着，剩下的事交给我。幽皇使，谢堂主，听说回来请罪的2名九幽卫昨天入了刑堂，但暗卫皆出自暗堂，我想这审理之事还是交给暗堂来处理吧。幽皇使此言差矣，暗堂素来负责未曾离堂的弟子，是审是罚我们都不过问，但幽九卫已经离堂多年，在阁中早有职位，岂有再回堂受审的道理？更何况刑堂执掌刑法，定罪量刑皆出于此，还请幽皇使不要因为一己私情
坏了阁中的规矩，所以这人谢阁主是无论如何都不肯放了。本堂主秉公办事，还请幽篁使见谅。怎么了？属下去省南城标营的事了。然后呢？遇到棘手的问题了？是，吴尘他们之所以会失手，是因为遇到吴心了。吴心不但没死，手里还有暗堂用来控制暗卫的迷药。如此说来，这标营被劫之事也确实情有可原。属下并非想要寻丝求情，只是那邢堂主借助私仇动用心法，只怕连公正处置都做不到。属下本想将二人送到暗堂，交给暗堂主处置，可是那邢堂主无论如何不肯放人。原来是来找自己告状的。楚玉抿了抿唇，第一次发现吴墨居然还有如此可爱的一面。其实除了去找谢卓全要人，你还有更好的办法，那就是和像你正在说话的人求助。但是你要如何说服我？除了你的美色，我不接受任何贿赂。幽篁使1天之内2次登我刑堂大门，谢某甚感惶恐，却不知这次又所为何事啊？主上口谕，即刻将斩龙卫和千面卫移交暗堂审理，任何人不得阻扰。还要麻烦谢堂主马上去提人了。如今的幽篁使爬了主上的床，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天天找他领刑的可怜虫了。哼，假装要强了那么久，最后还不是成了玩物。幽篁使这口谕要得到方便，果然事情办得再好，都不如一句枕边风啊。谢堂主慎言。难道谢某说的不对吗？恭迎主上。本座的幽篁使不只吹来了枕边风，还吹来了枕边人。谢堂主是不是连本座的命令也要违抗呢？属下不敢。那人呢？属下正要去提人，还请主上稍等。主上，主上，属下要告刑堂堂主谢卓全未经审讯便滥用私刑，威逼诱供，屈打成招。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看向了楚玉，完全是一副宝宝有委屈，宝宝就要说的架势。吴尘跪在他旁边，听他越编越离谱，忍不住的抿起了唇角。谢卓全他得罪谁不好，偏偏得罪了这个九幽卫里最爱告状的。这下人证物证全都有了，看他怎么辩解。主上，属下没有。本座之前下令，这二人直接询问，暂不用刑。你是不是忘记了？不是，主上什么时候下过这种命令？谢堂主不但用了刑，居然还对九幽卫威逼诱供，屈打成招。哼，本座的九幽卫岂是这种软骨头的废物？主上明察，属下并不曾做过屈打诱供之事。不曾逼供，为何要打他？新堂堂主谢卓全滥用职权，屈打逼供，即日起撤去堂主之位，遣出幽篁阁。新堂堂主之职暂由幽篁使兼任，标营被劫一事改由暗堂全权审理。他二人身上有伤，量刑可酌减。主上英明。吴尘回眸看了看主位之人，主上和吴墨挨得那样近，华贵的月白广袖之下，似乎是两人相互交握的双手。主上，属下没有，属下真没有啊。本座自然知道你没有。主上知道。看看外边的树，可惜你不懂，本座的树就永远是本座的，就算倒了也只能是本座砍的，其他的人动不得。疼！哎呦，能不能轻点啊？这会儿知道疼了。哎呦，我啥时候都怕疼的呀？可惜没有地方告状。你明知道谢卓全就是针对我，还非要上赶着去找打。你要是真怕疼，
就不该干这种蠢事儿。这会儿跟我好有什么用？我是怕疼，但我更怕你疼。你不知道，这心疼可比身上的疼难受多了。哼，你以为他打了你就会放过我吗？你不懂，他就这一个晚上的时间，要是把所有的鞭子都抽在你身上，岂不是要你半条命去？你以为你还能这么坐着跟我说话？主上，微凉的薄唇在楚玉的唇瓣上印下一吻，邀请般的厮磨了片刻。是我的汇款到了吗？还不够，下次遇到问题记得第一时间来找我求助。我的衣袍可比那些难题好解多了。七公子，云霄就送您到这里了，他们必能将您安全地送到幽篁阁。你们不需要送我，我也不会去叨扰幽篁阁，我会自己离开的。如今自己这个样子，到了哪里都是负累，倒不如找一个无人的地方，安安静静的自生自灭。公主之命，属下们不敢不从。七公子还是上车吧，路上还有2名云影护送。七公子不要做傻事。穆一宁的伤好些了吗？主上身体如何，已经与七公子无关了。那枚骨笛可还在公子手上？可否归还给主上？我不想他100年之后身体残缺着下葬，灵魂都不得安宁。你什么意思？骨少下葬？七公子可知道，生剖血肉，截断肋骨的唾，只为了做出那一枚可以感应方位的骨哨。主上的伤口恢复了半月，他就一个人在密室里关了半月，不敢让任何人知道他受了伤。而你就和这伤口一样，是足以让他致命的软肋。他喜欢了你这么多年，却不敢让任何人知道。唯一看破他心事的白振宇一直在你们之间挑拨，利用你去伤害他，他却毫无办法。那么多公子虎视眈眈，只要一步行差踏错，就是万丈深渊。可即使这样，他还是默默为你扫清了一切危险，还将身体的一部分交给了你，你却伤了他。喜欢？挑拨？林清夜茫茫然地站在了原地，只觉得这一刻他的世界颠覆了。我从来没想过伤害他。不重要了，已经结束了。主上，新年了，希望这辈子吴莫能一直守在您的身边，不管是10年还是100年。我的愿望是，阿莫所有的愿望都会实现。或许将来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但只要他们的双手依然交握在一起，就永远可以期待苦尽甘来的明天。主上，阿莫，我是说，如果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依然不得不回去。主上，您又要走了吗？不是的，阿莫，我只是做了个梦，梦里我又离开了。可是你能不能答应我，如果我真的被迫离开，你身体里的蛊毒若是解了，就不要留在这里等我了。若是我回来了，我会去找你，但若是我回不来了……在这样喜庆的日子里，他真的不想去谈论这些，但是他更怕自己哪天不辞而别，而那个小暗卫又要被那个原身虐得浑身是伤，又要傻傻的等上自己一辈子。若是我回不来了，你就把我放下吧，我会为你铺好一切退路，让你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好好生活。主上，我放不下。他的小暗卫一身铁骨，却在这一刻失声痛哭。我不走，那只是个梦，我还要3媒6聘娶我家阿莫过门呢，好不好？主上，这么早就醒了？是不是我的心跳声太大，把你吵醒了？不是的。我家阿莫的嘴唇真好看，很适合说爱我，也很适合亲。楚阁主，
这位是我义父风玉，那个是我爹爹云峥。风雨如今已过不惑之年，可是岁月却不曾在他脸上留下一丝的痕迹，就连他的影卫也依然是刚过弱冠的模样。时间就仿佛把他们遗忘了一样。风前辈，林前辈，刚刚听宁儿说，你们来素雪峰是为了采同心莲，是为了去见南疆古王，想让他帮我爱的人还有林公子解骨，可惜只是陷阱。阿莫不用担心，总会有办法的。不过你们这趟也不算白跑。知道我和真儿为什么留在此地吗？几个月前，我们游历在此地，恰巧发现了这株雪莲。因为并蒂雪莲难求，并且寓意甚好，就决定留在此地守到它开花。后来听闻南疆古王要找这东西，只怕会被人扰了清净，就用阵法把整个谷口引了起来。如今这花只需几日就能开放，到时候你们可以带走。同心莲，这里真的有同心莲。楚玉攥着吴梦的手指骤然的收紧，侧过头微红着眼眶向他看去。曙光撕破黑暗，所有的绝望尽在这一刻峰回路转。他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此刻的心情，就像是压在心头上的一座大山骤然被搬开，就连呼吸都变得畅快了起来。这几天你们就住在这里安心等着吧。随后又看了一眼始终站在旁边一言不发的穆一宁，淡声地说：你跟我来。是。身为碧落公主，居然被一个歪门邪道的病秧子打成这样，哼，还是这么个不声不响的臭脾气。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干了些什么？手给我，以血归元。哼，就凭你现在的境界，还差得远了。穆一宁眼尾泛红，鼻子也开始有些发酸。他知道这是义父在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弥补精元。好了，这种蠢事只能做一次。为你善后这种事，我也只做这一次。那白振宇修习的似乎是月族术法，你可以问问东厢房的那个，究竟什么样的招式可以破解。这次他侥幸逃脱，你们日后定然还会再见。为碧落宫扫清叛徒正是你的责任，我风玉亲手养大的继承人，不可能输给一个阴险狡诈的废物。是。莫。林清夜张了张嘴，心里虽然有万千话，却像是全部都哽在了喉咙里，无论如何也发不出声音。穆一宁淡淡的看了他一眼，那目光就像是覆了一层霜雪，刺得林清夜眼眶生疼。穆一宁已经从他身边绕过，只留给他一个冰冷孤寂的背影。林清燕的心中一紧，下意识的想要去追，可是双脚就像是被定在了原地，无论如何也挪动不了半步。来了。公主。现在的公主是宁儿，怎么没见你如此尊敬？林清燕抬起头，只感觉这蕴含着内力的掌风突然呼啸而来，啪的一声，竟直直的裹在了他的脸上。公主息怒。清醒了吗？你师父林希澈就是这么教育你的？恩将仇报，还是故意利用？又或者是因为饮食的死，让你记恨他到现在？你有没有想过，你所听到的、见到的那些，就真的是事实吗？林清燕被这一巴掌打得有点发毛，半晌才反应过来风雨话中的意思。饮食确实是死在穆一宁的手中，唯一蹊跷的就是穆一宁为何会冒着被责罚的风险，亲自把饮食的尸身给焚烧了。还能为什么？穆一宁这么骄傲的人，却被一个隐卫挑衅，竟然是为了泄愤。白振宇当初是这么说的，宫中上下也是这样传的，就连穆一宁因为私自焚尸之事被在光福殿外罚跪了整晚，他也没有申辩半句。当初你们大战在即，我身为公主不能插手太多，罚也是宁儿求我甘愿领的。但现在尘埃落定，有些事
我觉得你应该知道，自己犯下的错误也应该自己承担。如果我今天不说，那宁儿只怕一辈子都不会告诉你。你知道饮食曾经中过一种毒，名为银蛊吗？中毒？你以为跟着林希澈学了这10几年，自己就无所不知了？那毒无解，但可以一辈子压制在骨髓里，除非遇到九转草才会被诱发。虽然那药草世间罕有，可一旦引发，必死无疑。而饮食死的那天，你是不是给他吃了带有九转草的丹药？怎么会？那天之后，白振宇送了他一株千金难求的九转草，他便直接拿去入了药，做成了几颗可以强筋健骨的好东西，一颗给了白振宇，另一颗就给了饮食。谁知他吃了以后，竟不声不响地溜出了毒殿。待到再见到他时，他已经成为了后山上一堆被焚烧殆尽的焦灰脆骨。深秋的风一吹就散了，连具完整的尸身都没有留下。饮食在察觉自己银蛊发作后，本来想要逃出碧楼宫去，奈何毒性发作太快，已经来不及离开了。最后他只能找到宁儿，出手划伤了他的手臂，求他以行刺长公子的罪名赐他一死。宁儿不肯，他却说七公子心重，若是被他知道是自己亲手毒杀了他的影卫，不但这10几年辛苦学成的岐黄之术他不会再碰，还可能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他这一生只怕就毁了。饮食告诉宁儿，是他刺杀公子罪有应得，你不会怪罪宁儿的。可他却没想过，就算是被诛杀，只要被你看到尸身，也同样瞒不住他中毒的事实。宁儿因为私自焚尸，自己请罚在福光殿外跪了1夜。这样一个宁愿让你恨他，也不舍得让你去恨自己的人，一个宁愿截断肋骨也要冒死护你活着离开试炼谷的人，你却因为听信一个叛徒的谗言生了他。林清夜甚至从没有想过，自己第一次知道穆以宁的心意竟是在他人的口中。他藏得那样深，几乎埋在血肉之中，而自己却这么蠢到被白振宇瘦弱的假象蒙蔽了双眼，做出了那样无可挽回的事情。穆以宁在哪儿？我想见见他。他走了，你配不上他。宁儿和青燕呢？宁儿去守同心莲了，另外那个回客栈去了。青燕那孩子其实也是被人利用了。我自然知道，但若不把他打醒，实在难除我心中这口郁气。主上说的是，可是这天黑了，路又不好走。宁儿对他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摆着最臭的脸，做着最傻的事。放心，自然会有人护着他的。主上，叫我什么？夫君。阿莫，十指交握，吴莫还没有来得及用力，就被主上骤然的反拉过去。你在抓哪里？一吻过后，那个小暗卫居然还依依不舍地盯着自己的嘴唇，眼底闪着渴望。还要？吴莫乖乖的点头，楚玉却向后仰了仰。今天没有了。主上，求您。求我？可以，不过要看你怎么个求法。素雪峰的同心莲开了，日月同心，世间罕见。穆以宁一连在山上守了几日，直到花盛开的那一瞬间，他才派人去通知了楚玉，然后丝毫不肯停留地离开了素雪峰，消失在了茫茫的白雪之间。楚玉小心地采了那朵花，用林清燕教他的方法将同心莲保存在木盒之中，随后便和风云二人告别，带着林清燕一刻不敢耽搁地直奔南疆而去。想拜见南疆古王。迟了，庄主在1日前刚刚故去了。
你们还是请回吧。等一下，我是中原一仙传人，可否让我见见古王？若是过去时间不久，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不必了，我们南疆之人不受中原医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不必再做那些搅扰民安之事。主上，我没事。他真的没有想到，出生入死拿到了同心莲，跋山涉水来到了万毒谷。就在他以为一切都会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之时，却最终跪在了南疆古王的门前。这又让他如何才能心甘呢？带我进去看看吧，只要带我见上那尸身一眼即可。万一那古王还有一线生机，林清燕定会倾尽全力。主上，我和无痕无君带林公子进去，其他人留在外面接应。既然来了，就让林公子亲眼确认一番吧。万毒山庄是古王居所，一定要事事小心。一旦被发现，不要犹豫，立刻释放信号。我们随时等着进去接应。好。怎么样？他们没有说谎，国王确实已死。楚玉眼中刚刚升起的光蓦地就熄灭了，但还没死透。如果以三魂七魄来论，恐怕也只剩一魂了。所以还有救？这样的情况已然很难救回了。但我还是用金针给他固了魂，又把同心莲捣烂了，连同还阳丹一起给他塞到了嘴里。莫首领将雪莲花枝和我的字条给了巫医，告诉他雪莲已服，古王未死，防止他们直接入殓。剩下的就只能听天由命了。还请阁主派人暗中盯住万毒山庄，确保不管那古王是死是活，都能得到确切消息。好。万毒山庄撤了灵堂，收了棺材，将古王送回了寝殿休养。南疆古王有了微弱的气息，南疆古王始终昏迷不醒。主上，求您，主上。吴莫迎在门口，按照之前主上教他的方式来了一个迎接礼。阿莫今天这么热情。主上。他知道他心底的难过。你说什么？天色太暗了，我没听清楚。吴莫喜欢主上。乖，再说一次，或者说你爱我也可。还没。你亲手做的？是，不过只有2道菜。在门外就闻到了，顺便合理的怀疑了一下，五官那么敏锐的人，为啥偏偏就闻不到他的菜壶了？那些菜太素了，本座喜欢荤的。红烧肉太素了。主上，晚膳。他想吃。江家星盘阵，这一次似乎不是梦，他是真的回到了现代。可是吴莫呢？一夜缠绵，待他早晨醒来，发现身边的人又变成了那个对他凌虐多年的原身，他又该怎么办？这两个世界的时间流速不一样，他必须马上回去争分夺秒。来人！阿玉，你醒了？太好了，我这就去通知冷叔燕叔，他们连熬了几个晚上，刚离开不久你就醒了。你知不知道怎么回去？回哪儿去？这么多年，他竟是第一次看到楚玉如此失态的样子，有点吓人。回书里，你送我的书里，那本古籍。怎么才能回去？回书里？你之前在书里？对，我穿进你送我的那本书了，而且还爱上了一个书中的人。我很感谢你和江爷爷费尽心力把我拉了回来，可是我必须想办法回去，没有我，他会死的，他会死的。阿玉，那书就在我爷爷的书房，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走了，2个叔叔怎么办？东皇又怎么办？先找。楚玉铁了心要去救爱人，他不能不帮。可是爷爷说过，下一次心向相合需要再过100年，他这一走几乎就等于此生不见。
江一怀的心里蓦地一痛。君兰，每次他这样叫，主上都会格外的热情，抱着他亲了一遍又一遍。可是今天不知为何，那人的眼中竟然闪过了一抹狠厉。啪的一声，吴莫被打得猝不及防。君兰是谁？你的奸夫吗？君兰她又离开了，这次甚至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留下。若是我回不来了，你就把我放下吧。那句话让他在心间打颤的话再次出现在了脑海之中。没想到一语成谶，甜蜜的亲吻仿佛还在唇间，短短一夜，噩梦就到了眼前。可是君兰，我又如何才能放得下？做出这种可怜的样子来，勾引谁？不愿意顺从本座，却带着这样一身苟且的痕迹来爬本座的床。本座嫌脏，贱货，还是去水牢洗洗你这一身的脏痕吧。来人，吴莫逆主，即刻罚入水牢反省。没有本座的命令，不得停止。谁？吴莫。跪在殿外的吴军猛地抬起头来，满脸不可置信，回想起之前二人如胶似漆恩爱的样子，此刻只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吴军震惊了，就凭着主上之前的宠爱劲儿，吴莫能被罚成这样，这得犯了天条吧？叫吴昕过来。吴昕他叛逃出幽篁阁了。什么时候？数月前。首领，主上的。吴莫却摇了摇头，示意他不要多言，随后低声的吩咐：还记得主上刚刚升任阁主时犯的那场头风症吗？就是主上突然失忆那次吧。通知各位堂主和九幽卫以及所有贴身侍奉之人，主上的头风症又犯了，大家谨慎侍奉，减少接触。这一次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恢复，又或者再也无法恢复了。是，首领。放心。苏瑞偏过头，只能用吴军听到的声音低声地说道：该去复命了。如果莫首领有所交代，你应该知道自己现在需要去做什么。这一世再一次见到阁主玉佩上的刻字之时，他就疑惑过，这字为何在重生之后依然存在？今天借机试探，吴军显然知道主上失忆的事情，再加上许多其他的痕迹，说明这一世的众人都经历过君兰存在的。而上一世，君兰在成为阁主之后，亲手将玉佩送给了他，让他努力成为幽篁使，来到自己身边。可是他拼尽全力成为了幽篁使之后，君兰却离开了。待到他重生之时，刚好就在他升任幽篁使，吃下合鸾骨之后。吴莫左思右想，终于确定了一件事，这一世并不如之前所想的那样全部重新来过，而是重启了在君兰成为阁主之后，自己升任幽篁使的那天。君兰让他离开，可是天下虽大，他又能去哪里呢？比起行尸走肉一般的游离在这个世间，他宁愿守着这具身体，看着他，等着他，哪怕再被折磨到伤痕累累，哪怕他又一次忘记了自己，哪怕再等上一辈子。找到了吗？还没。江一怀慌乱地站直了身体，却不敢对上他的目光。楚玉看着男人心虚的模样，立刻明白他心里在想什么。把书给我，我必须回去救他。怎么才能回去？我也不知道。江一怀叹了口气，自暴自弃地说：爷爷之前嘱咐说，这本书一定要保存妥当，尤其是不能遇见明火。他说一旦这本书借了火势，你就再也回不来了。所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你要回去就得让这本书见明火，借火势。所谓木生火，火生土。简单点说。烧书，但你要知道，这书一旦烧了，你的身体就死了，你就永远回不来了。冷书、焰书
还有我，你真的舍得吗？这边所有的一切你都不要了吗？所以你真的要走吗？楚玉点了点头，他这一走的确放弃良多，养父20几年的恩情，伙伴们多年的陪伴，还有那个血雨腥风搏来的一切，他也会伤感，但绝不会迟疑，因为他要救吴墨。养父那边，我在桌子上留了信函，我准备好了，开始吧。那我呢？就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了吗？那我就祝你早娶妻生子，给江爷爷生个大胖孙子。你明知道我不喜欢女人，临走了还不忘咒我。罢了罢了，我知道你着急救人，不想听我废话，但若是在那边过得不好，记得托梦给我，我再让爷爷想办法救你。我是走了，不是死了。你这么心疼我，干脆烧完书再给我烧点纸得了。行了，知道就好。快些烧。我是守法之人，主上会迁怒于你的。那又如何？主上如此善恶不变，是非不分。莫首领对我有知遇之恩，若是今天死在我的刑堂里，苏瑞定会舍命为你讨个公道。林公子，你怎么来了？如何？去医堂取这些药材来，想给他驱寒。蛊毒发作，我只能延缓半个时辰，最后还是需要阁主的精血来解。快去通知楚玉。主上在小憩，任何人不得打扰。这个时辰小憩，显然是主上在故意刁难吧。我去找他。莫首领还需要你来照顾？我去。如何？我硬闯了福音殿，主上答应见莫首领了，可主上要他自己爬去进殿，脱光了。带上吴墨，我们一起去福音殿。楚玉，吴墨犯了什么滔天大错，你竟要这般折磨他？你是谁？那个奸夫？楚玉他居然不认识自己了，他这么对吴墨，难道是因为脑子坏掉了？报上名来，让本座看看，是谁敢在幽篁阁的地盘上弄脏了本座的人。楚玉，你这个禽兽，在说什么鬼话？快解毒！你真的要他死吗？是又如何？你不是问我是谁吗？贾氏灵犀彻有一种独门烟毒，无色无味，杀人无形，在我进殿时就已经放出了。你若是不介意，今日就和吴墨比比，谁的命更长？我现在就先杀了你。有你陪葬，足以。很好。楚玉咬了咬牙，终于不敢拿命去赌。解药。放我下来！这个只能延缓发作，需每隔3日服用1颗。你延缓发作？若是给你解了毒，我还能有活路？他垂手站在原地，只觉得一阵灼烧般的感觉从周身泛起，紧接着原本清晰的视线突然变得模糊。遥远的黑暗之中，一抹火光由远及近，在眼前渐渐地烧起了一片焚天烈焰，古迹燃烧着熊熊烈火，掉落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之上。楚玉只觉得那抹光亮渐渐地将它吞噬，城市里的斑驳色彩就如同繁星般闪耀，最后消散在一片浓郁如墨的夜色之中。多年前的巡展之上，他被一枚刻着蓝字的古玉吸引，从此踏入了一个将自己称为少主的异世界，也让他第一次见到那个让他一眼万年的男孩。几年时间，从相识到相爱，他们约好，一个努力修炼术法，夺得幽篁阁主之位，一个拼命练习剑术，成为阁主身边独一无二的幽篁石。可就在吴墨拿着自己亲手雕刻的阁主信物来到身边之时，他却感觉灵魂正被一股无形的力量裹挟着离去。吴墨，
我可能要回去自己的世界了。你是我的，只能是我的。你在这里乖乖等着我，我一定会想办法回来的。意识剥离的一刻，他拼命地睁大双眼，想要把他的小暗卫铭刻进心底。可是醒来之后，那些记忆却随着不完全的召唤阵法，永远地留在了无法触碰的脑海里。主上，主上，上辈子我们见过的。如今他终于记起来了，他们何止见过，他们是那样刻骨铭心的相爱过。他记起了那句让吴墨苦守了一辈子的誓言，也记起了曾经多年每一天的相守相伴。泪水倒映着火光，坠落在苍白的大理石地面之上。吴墨，林清燕跌坐在地上，看到男人倒下许久，竟又爬了起来，眼中渗出了一丝惊慌。苏瑞微眯着双眸，面无表情地死死地盯着自己，还带着那么一点警惕的意味。而吴墨，他的吴墨正微红着眼眶，拖着虚弱的身子，一点一点地向他爬了过来。主上，吴墨认出了自己，仅凭着那一句沙哑的呼唤，他就毫不迟疑地认出了自己。吴墨，我回来了，你受苦了。还是他太慢了，太慢了。主上，这一次也没有食言。他的主上回来了，真的回来了，没有忘了自己，也没有让自己等上一辈子。在水牢里挨过的日子太冷了，一天又一天，痛苦而绝望。此刻即使他知身边有外人，却还是舍不得放手，舍不得放开主上怀里的每一点温度。对不起，让你久等了。林公子，请把解药给主上吧。什么解药？就是地上那个药丸。没有什么毒药，我骗你们的。刚才多谢林公子相救之恩，关于主上之事一言难尽。既然都是自己人，就不必相瞒了。简单来讲，就是和我的另一个灵魂共用此身。至于以后，就只是我一个人了，你们放心。那本书已经烧了，养父、江一怀、东皇，所有那些舍得的、不舍得的，已经都回不去了。但是只要他的吴墨平安，这一切也就值了。属下明白。这种秘密他其实一点也不想知道，问就是容易被灭口。主上，和莫首领先去内殿休息吧，属下去换热水来。我回一堂开药方去。主上，别走，我想看看你。我不走，再也不走了。阿莫，我爱你。天色太暗，我也没有听清。我爱你，阿莫，我爱你。于是这份爱意他听见了，看见了，也真真实实地感受到了。阿莫，上辈子我对你所有的承诺，我们的过去，我都记起来了。主上，我好想你，好想那个让他苦守了一辈子的君兰，也好想这个不辞而别的你。上一世的君兰是他的救赎，也是禁锢了他一辈子的诅咒。而这一世，君兰是他的爱人，也是他的主宰，也是他的全部所有。我也是，这颗心明明是我的，里面装的却都是你。吴墨，我离不开你了。楚玉偏过头，轻轻地吻上了吴墨的双唇。或许是顾及着他身上的伤，他吻得小心翼翼，就像是轻柔的羽毛落在了唇瓣，带着几丝试探的邀请。主上，与之前的被动迎合不同，这一次吴墨竟然反客为主，每一点侵入和索求都充满了强烈的占有味道。主上，热水到了。不合时宜的通报声在殿外响起。进来吧，阿莫，看看我伺候你的手艺进步了没有。吴墨透过朦胧的雾气看着男人，微微有些失神。曾经相伴的那些年，他们喜欢挤在一个浴桶里互相擦洗身体，有时候擦着擦着就有点走火。
但因着越族之人籍贯前不能行房的规矩，便一次次的忍了下来。主上，吴莫想和您一起，就像从前那样。好。果然还在。楚玉将那个令牌拿在手中摩挲着，这是他第一次穿越时这个世界的母亲留给他的。他来时身体只有6岁，那个女人拖着病弱的身体守护了他3年，离世的时候他还不过10岁。落着雨的夏夜，雨水大的就像是从天上倾倒下来一样。他将这半枚令牌交到了自己手中，烛火勾勒出那再无一丝生气的面庞。玉儿，你要把这个好好藏起来。你是越族人，一定要努力修炼术法，保护好自己。娘，只能陪你到这儿了。那个女人唯一没有想到的就是她的儿子自从6岁起就已经换人了，换成了一个20几岁的新子。他凭借着成年人的城府和能力，只用了短短几年的时间，就将越族术法修炼到了第8层，并在一片血雨腥风当中战胜了2个弟弟，夺得了阁主之位，然后毫不留情面地将所有伤害过自己的人斩草除根。整个江湖都以为他天赋异禀，可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在那些无人的深夜，他曾经付出过的汗水和辛酸。楚玉默默地运用内力，将修习多年的术法重新修炼了一遍，即使相隔多年，却没有任何的阻滞之感。上一次他被强行召回现代，放任那个苟元生虐待吴莫多年，还将2人作死在了苍云山巅。现在他回来了，时光也跟着逆转，他势必要拼尽一切去力挽狂澜，陪着他的小暗卫去改写这份宿命的答案。这么冷的天，还站在门口吹风？属下还以为……话说到一半，却哽在了喉咙深处，再也吐不出一个字来。对不起，是我没能给你安全感。放心，以后绝不会再让你离开我半步了。吴莫将额头抵在楚玉的脖颈，闷闷地了一声，不愿让他看到自己的脆弱。门口凉，先回榻上，昭妍一会儿送药过来。我刚好也有些累了，再陪我躺躺。是。吴莫揽住楚玉的腰身，脑海当中只剩下一个想法，他要完整的拥有他，哪怕是用身体上的痛苦来确认，他的君兰是真的回来了，带着曾经的记忆完完整整的回来了。弄疼你了？吴莫摇了摇头。主上，药好了。进来吧。是。楚玉定睛看去，顿时就两眼一黑，那个托盘上居然放着2碗汤药，就算用脚后跟去想，也知道还有1碗是自己的。该不会是林青叶开始来给他治脑子了吧？主上，白瓷碗里的是您的，青瓷碗里的是莫首领的。林公子说一定要趁热喝才是。昭妍将趁热这2个字说得格外清晰，随后还对吴莫结了几眼，语气里满都是交给你了的暗示的味道。吴莫微微颔首，楚玉却眼看窗外，装作走神没有听到。主上，太烫，晾晾。不烫的，属下为您。怎么
一个“喂”字还没有说出口，楚玉就看到吴墨低头含了一口汤药，偏头凑了过来。那味道又酸又苦，激得楚玉一阵舌根发麻，偏生下巴还被吴墨微微的抬起，喉结微动，几乎是反射性的就将药汁咽了下去，一口接着一口，不容拒绝的将那碗药根抿了一个干净。要不是有那碗苦药镇着，楚玉早就被他点着了。那个要喂，这个就不给喂了？话落，便攥着吴墨的手指，将蜜饯抵在了他的唇瓣之上。不许用手，乖，喂我，本座无碍。吴墨重伤未愈，楚阁主伤势未明，系房事。哪就伤势未明了？喏，你给本座看看。内息不稳，心火上亢，还需服药3日。那3日之后还要记吗？你就不用记了，吴墨记。主上，属下无意。滚！主上，属下有要事禀报。许久，寝殿内再次传来了楚玉不悦的嗓音，每个字都裹着冰渣子。进来吧。是。武林盟传来消息，魔教重出江湖了。魔教？不是在几十年前已经被武林盟剿灭了吗？竟然又死灰复燃了。是，魔教此次复出，来势汹汹，已经连续灭了几个边际小派，烧杀抢掠，手段残忍。华晋禅师广发英雄帖，号召各大门派齐聚兰陵山，然后以碧落公主穆易宁为首，带领大家前往魔教驻地讨伐余孽。幽黄阁也在受邀之列，主上可要参与其中？幽黄阁在江湖中仇人太多，此去并不明智。更何况吴墨身上蛊毒未解，这才是本座当前最重要的事。但魔教危害四方，讨伐之事义不容辞。既然连穆易宁都牵了头，本座也不好完全置身事外。你去吩咐暗堂，抽调出暗卫100人支援武林盟，再从内堂支取黄金1000两，一并送去，也算尽了幽黄阁微薄之力。是。主上，武林盟那边，属下身体无碍的，不用理会。这种惩恶扬善的正义之事，自然应该让那些正义之人去做。当初他们抱团杀我时，可没人手软。如今魔教给他们找点事做，省得他们有余力来找我的麻烦。更何况我出人又出钱，也算得上仁至义尽了。主上说的是。阿莫，快点把身体养好吧，我好想你。分明是多了一个你字吧。他低低的嗯了一声，只觉得主上的话就像是在他脸上烧了把火，连带着耳尖都开始发烫。吴墨在浮云殿里休息了3天，楚玉就陪他一起喝了3天的苦药。同样是苦，居然可以苦得这么五花八门，各有千秋。喝到最后，见到药碗，他都开始嘴里冒苦水，严重的怀疑林清燕是不是在故意的报复自己。但更难的是，却是晚上2人睡在一起，吴墨总是像只怕被主人抛弃的猫儿似的，直往他怀里钻，身体隔着薄薄的寝衣贴过来，蹭得他头皮直发麻。挨到了第4天，吴墨的精神却不太好，大半日都是浑浑噩噩的睡着。楚玉半夜一背脚，有些扛不住了，挂着2眼乌青，准备搬到拼店去住上一晚。主上，君兰。再这么叫，可别想睡了。那就不睡了。吴墨想要主上。你要是敢承担后果，就继续。吴墨的胳膊僵了僵，随后就像是没听懂似的俯下了身。南疆蛊王有消息了吗？还在昏迷中，南疆那边也没能找到可以解蛊王蛊毒的人，所以吴墨他是蛊毒。上次发作时间有些久，对身体的损伤太大了，以至于消耗太过就会发热。我暂时可以施针控制，但是解蛊之事刻不容缓。还能控制多久？2个月。如果我还能撑到那一天的话。
最近2天，他的触觉和味觉已经开始渐渐的退却了。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帮这2人从阎王手里争取多少时日，但是也会尽他所能，直到自己无能为力的那一天。是我的错。蛊毒已然浸润全身，你这一次只不过是个诱因罢了，没能及早发现，是我身为医者的失职。吴墨他太能忍了，早些发现也未尝不是好事，请施针吧，我马上加派人手到南疆，全力去找解蛊之人。林清夜点了点头，挨着榻边坐好，金针藏着内力，一枚又一枚的落在了吴墨的身上，直到过了许久才依次收起。我回去开方子。主上，属下无意。万毒山庄那边刚刚传来消息。进来吧。万毒山庄传来消息，说蛊王故去了。蛊王死了？是，已经确认过了。现在尸身只怕已经入殓了。南疆蛊王死了，也几乎把所有的希望同时带走了。从今天开始，除非是奇迹降临，他和吴墨就只能相互扶持着，数着仅剩的日子一起走过了。本座知道了，继续加派人手去南疆，寻找能够解蛊之人。是。还不到上线的时候，我从不信怪力乱神之说，但我相信，既然你们能够踏过险阻走到今天，就一定会天无绝人之路的。多谢，需要什么尽管开口。吴墨的蛊毒还要劳烦林公子了。吴墨做了一个梦，梦里后山的流苏树开花了。许多年前，君兰最喜欢在树下摆一个小桌，沏上2杯热茶，然后和他一起品茶习武。而他也最爱看那飘落的花瓣随着主上的树发高高的扬起，然后化成一场漫天的花雨簌簌地落下。主上威严冷厉，却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自己。直到现在，他还记得那只属于自己的被阳光勾勒出来的动人笑意，就像是他的光，将他从一望无际的黑暗当中打捞而起，也给了他人生最刻骨铭心的记忆。梦境忽然变得昏暗，周围狂风骤起，花落成泥，桌上的茶盏摔碎在地上，一片零落的水光之中，楚玉的身体忽然如碎片般裂开，眼睁睁地从面前消散。不，主上，阿木大概又做了什么噩梦了吧。整整10天了，自从那次发热之后，吴墨的状态就好像变得时好时坏。一碗碗汤药灌下去，一枚枚金针扎进去，即使他将幽篁阁最金贵的药品补品全部搬来了浮云殿，吴墨还是肉眼可见的虚弱了下去。蛊毒随着血液漫过了周身，即使疼得再狠，他却没有哼过一声。可是楚玉还是常常在他脸上捕捉到隐忍的神情。他知道吴墨是怕自己担心，就像是那个发热之后醒来的夜晚，吴墨看到他微红的眼眶之后，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那样安安静静地抱着自己，抱得很紧很紧，就像是用尽了毕生的力气。那晚之后，2个人都对蛊毒之事只字不提，却都默契地拿出了更多的时间陪在对方身边。他们一如既往的拥抱接吻，沉默地接受对方那些无法忽视的改变，一个强忍着疼痛的憔悴下去，一个眼底挂满了乌青。那种无法宣泄的压抑情绪，就像是暴风雨前的乌云，不断的聚拢下沉，直到缀满了整片天空。做噩梦了。今天早晨吴墨又晕倒了，林清燕从医堂赶来给他施针，可楚玉却发现林清燕的视力似乎也被蛊毒损伤了，原本熟练的动作变得有些迟缓，甚至很多穴位都在用手摸着去丈量。最悲不过是医者不能自医，面对着自己无感尽失、心如枯槁的未来，林清燕的心里一定也很痛吧。主上别担心，已经好多了。可是看向楚玉的眼神却流连着不肯离去，就像是抓紧了每一分每一秒，将他描摹进心里似的。再说会吧，我陪你。吴墨乖乖地窝在了楚玉的怀里，贪恋般地嗅着他身上的味道，额头抵在胸口，闭上眼，模糊的黑暗之间，只感觉自己的手指被主上牵起，放在唇边细细地亲吻着，每一次的触碰
都满含着不舍。吴莫全身一颤，心里荡开阵阵的绵麻的痛。明明那唇瓣温柔无比，此刻却烫得他想要流泪。他能感觉到自己大概活不到开春了，他也见不到那场心心念念的流苏花雨了。他不怕死，却害怕留下君兰孤单一人去面对1年之后的那场劫难。如果自己不在了，谁又能替他保护君兰呢？难过和无助交织，吴莫只觉得喉咙突然哽住了，咬紧着内唇也漫开了淡淡的血腥。君兰她明明可以不死的，她抛弃了整个世界，只为回到了自己的身边，而自己却要把她独自留在这个世间了。3天，吴莫的病情渐渐开始恶化，对抗蛊毒仿佛用尽了全部的力气，睡着的时间越来越长，醒着的时间越来越少。为什么？明明已经拼尽了全力，可为何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知道自己穿书时，他想要活下去，想要回去，想要将家人救他。可是爱上吴莫之后，他却甘愿的为了吴莫抛弃一切，毫不犹豫的烧毁古籍，重新回到这片绝境，连条后路都没想要过留下。如今若是连最爱的人都救不回来，他所做的一切又有什么意义？眼前的男人带着满脸的憔悴，再一次的沉沉睡去，手指还小心翼翼地攥着自己的衣摆。楚玉抬起头，这才浑浑噩噩地发现春天已经到了。楚玉攥紧了手指，视线忽然就落到了南疆那片连绵的群山间，万物都在生发。他相信生命也是一样的，与其坐以待毙，倒不如尝试着去争取那最后一线的生机好了。主上，收拾行李，清点人手，带上林公子和吴莫，我们连夜启程前往南疆。既然山上不来找我，我就去找山，哪怕是最终魂流南疆求医的路上，也好过苦等着一个遥遥无期的消息，最后死在这座四四方方的寝殿里。是，林公子，收拾一下日常用物，半个时辰后和我们一起出发去南疆。南疆那边找到解蛊之人了吗？主上他只是不想再这么干等着了。等我再多配一些预防蛇虫的药包带上。南疆那边毒物太多，还是小心为好。可是那越急越乱的样子，却像极了一个无助的盲人。我来帮你吧。多谢。把我所说的药材各取一些过来，称重配置。上一次出行还是吴莫殷勤的服侍在身边，从梳洗到起居，除了做饭有点糊以外，每一样都用心的无可挑剔。属下不知道这佛豆没有煮熟，让您受苦了。少主，您罚我吧。记忆术的闪过，楚玉竟然想起了许多年前自己还是少主时吃了吴莫没有煮熟的蚕豆，导致后来头晕呕吐的那次。吴莫心疼的不知所措，整双眼睛都被逼红了，一遍遍的请罚没有被允许，最后竟然趁着自己睡后在殿外跪了一宿。现在回想起那条烧糊的苦鱼，桌上的黑烧肉，回忆起那双仰视自己亮晶晶的眸子，吴莫他哪里是闻不到糊味，他大概只是怕了，想要送到自己面前的食物再熟一点，再熟一点，然后一不小心就糊了吧。楚玉想着想着，嘴角翘起，泪水却控制不住的流了下来，一滴滴的滑落到唇边，绽开了淡淡的苦涩味道。吴莫，不要离开我。主上，属下无忌。只见跪在眼前的竟是被留在万都山庄打探消息的吞狼卫无忌。你为何回来了？回禀主上，万都山庄有异动。异动？是，南疆古王死后3天入殓，但入殓当晚灵堂就出现了异动，似乎是死了一个守灵人，引起了片刻骚乱。属下先行赶回来禀报，具体情况还要等山庄内的暗线传信出来。这算什么异动？万都山庄那种地方邪得很，半夜猝死几个小喽啰，只怕是常有的事情，平白让他激动了半天。本座知道了，明日还要赶路，都去休息吧。主上，万都山庄的飞鹰传书到了，古王他诈尸了。诈尸？真是两眼一黑又一黑。是，消息上说古王离世3日，
尸身都已经入殓了，却突然在第4日的晚上敲棺材，活活吓死了一个守灵人。巫医立刻封锁消息，带着10几个亲信开棺验尸。那古王自己就坐起来了。那古王起死回生后就疯了，胡言乱语了一阵子。消息传来时，身体似乎恢复了不少，精神却不太好，也不知那些蛊毒之术他还能不能记得。不管他记不记得，活着就有希望。将休息时间减2个时辰，时间一到，立即出发。原本半个月的路程，在连夜的日夜兼程之下，缩短到了10日。你们怎么又来了？本座是幽篁阁主，特地来拜访古王的。庄主他……本座知道古王没死，我们之前取得了同心莲给巫医，也算是有恩于万都山庄。不管古王现在是什么状态，请务必让我们见上一面。你们稍后，容我去通禀一声。楚玉将怀中沉睡着的男人搂紧，看着他毫无生气的面庞，感受着他胸前那微弱的心跳。早在来时路上，他就已经做好了大闹万都山庄的准备。不管门房的通禀结果如何，都只能先礼后兵的流程而已。这个古王，他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大不了就硬闯进去。那人若是真的痴傻，就先想办法给他治脑袋。可他若并非痴傻，却不肯给吴莫医治，他也不介意亲手再给他送回到棺材里。楚阁主，我们庄主有请。楚阁主，庄主知晓您此行是为求医，请将需要诊治之人直接送到暖阁，击鼓过程隐秘，任何人都不可打搅。庄主还有些要事想和您单独面谈，请您去偏殿稍后。您随我来。万都山庄这一系列的操作搞得楚玉有点发懵，或许是因为太过于顺利，他总感觉这里边藏着很多的猫腻。既然没有更好的路，就不必瞻前顾后。还是那句话，是局就去解，是关就去闯好了。等待的时间格外的漫长，每分每秒都像是在监刑一般，让他坐立不安。楚玉刚开始还能安静的等，到最后便按捺不住的在殿中踱步了起来。幽篁阁主楚玉，多谢庄主救命之恩。蛊毒已解，清理余毒还需要月余时间，楚阁主就先在山庄住下吧。就像是骤然搬开了压在胸口上的山，心里蓦地一轻，只剩下鼻尖几丝酸涩，让他控制不住的想要流泪。吴莫得救了，真的得救了，他可以好好的活下去，从此不再受制于人了。庄主大恩，楚玉铭记。日后若是有用得着楚某，需要我幽篁阁之处，必当为庄主倾尽全力。不知那黑衣男子是阁主什么人？是楚某的爱人。哦，原来是楚阁主的心爱之人啊。那你就不好奇我是何人吗？他不是南疆古王吗？还能好奇什么？不会是胡言乱语的疯病突然犯了吧？不好奇。你得好奇呀，我可是你们的救命恩人呐，陪你烧了本书，竟然把我也拉到了这个鬼地方。楚玉，你负责不负责？反应过来烧书2个字竟然如同雷击中了天灵盖一样，整个人都僵住了。江一怀看着楚玉震惊到失神的样子，笑得更欢了。帮他烧书就罢了，还被他一起拉进了这个诡异的地方，传到了一个躺在棺材里的尸体身上。他的故事可比楚玉这个家伙惊悚多了。说吧，你打算怎么补偿我？我拖着半死不活的身体，还得给你的小情人治病。这下倒好，你们冷爹艳爹没儿子了，我们江家没孙子了。等等，江一怀，你怎么来的？难道你和这本书也有什么磁场相合？问到点子上了。你看，
那是什么？这是……没错，南疆古王虽然不叫江一怀，但他姓江。所以，在棺材里诈尸的时候，就是你来的时候。不提也罢，提到这事，江一怀就感觉自己想哭。他刚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四四方方的木盒子里，周围是一片漆黑，稀薄的氧气差点没将他憋死。他打不开盒子，就只好用力的去拍，用脚踹。待到被放出来时，好歹还说了一句谢谢，然后就看到有人两眼一翻，口吐白沫的倒在了地上。是啊，你不知道，当时的场面混乱极了，那些人看着我，都跟看到了鬼似的。好吧，也不怪他们。等到他从木箱子里爬出来的时候，也才知道那是自己的灵堂，刚才自己敲的是棺材板。反正不管他怎么解释，那些人都认定他不但诈尸，还疯了。他把自己关在寝殿里，用了3天的时间将原生的记忆全部接收完毕，才知道自己也跟着传书了，还传成了什么南疆古王。等到他养好身体，想要去找楚玉时，就听到侍卫跑进来通报说，幽篁阁主楚玉带人前来求医。嘿，这不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吗？不过也多亏了你，或许真的就如林清燕所说的，是天无绝人之路吧。多亏你来了，才能救回吴墨，谢谢你，一怀。唉，举手之劳。不过你抛家舍业的回到这里，还把自己搞成现在这个惨样子，为了一个小情人，值得吗？我做事从没有值不值得，只有情不情愿。吴墨为我可以倾尽一切，我也一样。肉麻。倒是你被我连累到这里，以后怎么办？那能怎么办？反正也回不去了，既来之则安之呗。俗话说得好，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死半路。在江一怀的安排之下，楚玉直接就住进了万毒山庄。九幽卫里除了吴墨，只剩下了最熟悉山庄地形的吴忌来照顾林清燕，其他的人全部回到附近的分阁听候吩咐。渴了吧？主上，可不可以再说一次爱我？我想把他带进轮回里。你不会死了，阿木，蛊毒已经解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再也不会了。蛊毒已经解了，我们再也不分开了。朱上的嗓音温柔，却仿佛撕破迷雾的阳光，一点点照进心里。吴墨闭了闭眼睛，终于反应了过来，自己并不是要死了，而是主上找到了解蛊之人，自己真的可以活下去了。还记得昏迷之前，主上抱紧着自己，周围是晃动的车壁和帷帐，男人一遍遍地鼓励自己坚持下去，可是身上太痛了，每一块肌肉都像是被打碎了，勉强地拼凑在一起似的，他就快要坚持不住了。没想到再一回神，疼痛不见了，他最爱的男人却仍然在眼前。主上，视线落在了男人修长白皙的脖颈之间，这里他曾经用尽最后的力气烙下了一个吻痕，只因为听说在死前给心爱之人留下印记，可以指引着二人再次相遇。他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吻痕已经没有了。楚玉见他懵懵懂懂地盯着自己的脖子发呆，也想起了最后的那个吻。喜欢就再印一个，只要你愿意，可以无限期地续下去。但你要的那3个字，今天先欠着，我会用1辈子的时间慢慢回答。好。他是暗卫，暗卫是不会哭的，可是那温润的液体却在一滴又一滴的沿着两颊流淌，浸湿了男人的衣衫。他真的很没用，做不到冷心冷情，生死无惧，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想要活着，
想要将这份爱情坚持下去，他想要一辈子和君兰在一起。何事？连公子感谢主上救命之恩，想求一些药材配药，其他如有需要之处也可以帮忙。还有吴影传来消息，武联盟和魔教在西南边境交锋大胜，此刻正向着位于幽冥密林的魔教总坛追击，意在彻底摧毁魔教老巢，清理余孽。可是穆一宁带队，那化境老和尚呢？确实是以碧落公主为首。化境禅师多年前自封经脉无法参战，依然留在兰陵山坐镇武林盟。知道了，穆一宁这小子果然有点本事。庄主到。庄主大驾，不知有何要事？那个……江一怀的眉头一皱，刚才光顾着看帅哥，没想到这短短几步的路，就把他要说的话都给忘光了。那个楚阁主远道而来，我还没有尽一尽地主之谊。不如这样吧，3日后我在正殿设宴，咱们一起喝喝茶，品品我南疆佳肴。还请楚阁主万万不要推辞呀！你这个重色轻友的家伙，3天了都不来看看我，我可是个病人。一定。庄主慢走。真是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啊！江一怀气呼呼地转过身去，大步地向着外面走去，嘴里似乎还在嘟囔着什么。楚玉的唇角翘起，虽然听不清，但估计骂的是挺脏的。林公子需要的东西，只许多不许少的送过去。阁中事宜，还有魔教那边的战况，让吴影继续保持送到山庄来。没别的事情，就退下吧。是。累了吧？再休息一会儿。这些日子为了救我，主上受苦了。来到这个世界之前，我喜欢做一个冷漠自私的旁观者，但对你却是倾尽所有。我们之间看似是你跪在我脚下，但是阿莫，你驯服了我。驯服，这绝不是一个主子对下属的用词，但他却在其中感受到了那份沉甸甸的爱意。明明是高高在上的王者，却甘愿为自己俯身。从他口中吐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夜寒当中的烈火，不断温暖着他的心。他感觉自己越来越不争气了。在安堂时，就算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也从来没喊过一声疼，掉过一滴眼泪。可是现在，主上几句温软的话，就让他的眼泪不听使唤了。别咬这里，先说说看，你打算怎么给我奖励？奖励，属下日后定会为剑为盾，为鹰为犬，一辈子为主上效忠。除了做剑做盾，做鹰做犬，就不想做点别的？做什么？楚玉终于被他气笑了，手指却暧昧地沿着他的脖颈一路向下，带起了男人阵阵细小的微颤。做爱做的事，做想做的人，撒娇求宠提要求，无论是什么，只要你开口，我都纵着你。今天你敢大大方方跟我说我要做你的妻，我就痛痛快快地告诉你，我愿意。主上。吴莫艰难地张了张嘴，可话未说出口，就被楚玉不容拒绝地堵住了双唇，所有的语言都化成了一声声旖旎的轻唤。来来来，喝茶吃菜。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也从小说里看过不少暗卫这种角色，他们生于黑暗，死于黑暗，就像是没有灵魂的工具，无心无情，无血无泪。可是从见到这个男人的第一眼起，他就莫名的把这些刻板印象全部都抛开了，满脑子都是他那双张扬不羁的眼睛，注视着自己的时候，就像是碎冰千尺的利剑，刺得他心间打颤，呼之欲出的爆发力，禁欲又惑人。像他这样的人一定很抬感。多谢庄主。楚玉在旁边冷眼地看着，立刻就察觉到了自己这个发小动了什么心思，就他那盯着无忌的眼神，恨不得都能喷出火来。庄主这宴明着是给我接风洗尘，可现在看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实不相瞒，本庄主最近想出去走走，可山庄里的侍卫功夫不好，
我又得了大病初愈，完全没有什么自保能力。不如把你的暗卫借我用几天。在现代时，江一怀被江爷爷管得严，典型的有贼心没贼胆。如今来到了这边，反倒是放飞自我了。不借。楚阁主当初可是向我立过誓的，只要本庄主的要求，绝不推辞。如今这人还在山庄里，就要过河拆桥了。罢了，明天随着古王走一趟吧，务必要小心保护，不得有误。是。3天。一定。2天。周瑜斜了他一眼，没再说话，显然是默许了。喜欢。你有经验，快告诉我这边的暗卫怎么追。我什么时候追过别人？不过就是吃饭、购物、看，没有电影就看看戏啥的。这个还用你教？先说说你是怎么把小暗卫吃到嘴边的，弄得爽不爽？我挺想知道这种冷冰冰的性子叫起来会是什么声呢？楚玉冷冷地挖了一眼这个满嘴跑火车的家伙，不想理他。店门外一道暗影从远处潜了回来，无声地落在门口，却刚好把江一怀说出的那些话听了一个满耳。无忌身形一滞，原本伸向前方的手指也跟着蜷了回来，视线静静地落在了檀木雕刻的店门之上，深如幽潭的眸子里悄然地覆起了一层冰霜。直过了许久，见二人都不再说话，他才低声叩拜在地上，禀告道：主上，属下无忌。进来吧，让无痕去跟着林清燕，明日一早你就直接过来听候庄主安排。属下遵命。无忌是暗卫，不适合坐车。给我回来！你能有马跑得快？100里之内，没有马能够跑得过我。你看这包子不错，要不要尝尝？任务期间不可随意饮食。哎，这个玉佩成色很好，很适合你。暗卫不可佩戴饰物。这个木簪呢？你看雕得多精致。暗卫束发只用发带。你喜欢听戏还是听曲？都不喜欢。那我们去茶楼喝点水吧。无忌不可。不行，让我歇会儿。他这辈子第一次被一个男人公主抱。你这次真是踢到铁板了，知道吗？敢这么对我，你给我等着！我……车子一晃，江夜怀的身形不稳，竟直接扑到了无忌的身上，还将人按在了地面间。他呼吸一滞，赶紧手忙脚乱的就往起爬，可手指不知摁到了哪里，就听到无忌闷哼了一声，脸色立刻就变了。抱歉，来尝尝我亲手做的地三鲜，保你吃了还想吃。暗卫不可食用辛辣之物。这个不辣。没想到这菜不但不辣，还意外的好吃。见男人眼巴巴地等着他的评价，便不怎么昧心地夸奖道：庄主技艺了得。当然，我还有大把你没见过的技术呢，想不想试试？庄主，请你自重。你喘气的声音真好听，撩得人身上浑身发热。我知道我们现在还不熟，所以才更应该知根知底的了解一下，不是吗？忽然想起昨晚上他和主上说过的话，只觉得一阵恼火，噌的一下从心底窜了上来。收起你的龌龊心思。我喜欢你，我想和你一起做快乐的事，哪里就龌龊了？如果你敢试试，我保证让你知道，我做的菜你一定吃了还想吃。你暗卫的职责应该也包括守夜吧？
江一怀见他默认了，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浓，却也知道追人不能逼得太紧。殿外有个小榻，今晚就在那里值夜。本庄主的安危就交给吞狼卫大人了。而江一怀在软磨硬泡了楚玉1个下午之后，终于得偿所愿的把无姬要到了自己殿中。从此就像一只求偶期的花孔雀似的，天天围着男人转个不停，要吃要喝要哄睡，就连洗澡时还要秀一秀自己并不饱满的肌肉。无姬从不胜厌烦到日渐麻木，最后干脆天天摆着一张冷脸看他表演。弄疼你了？我太用力了吗？不是，主上。舒服？趴好了，我继续。旱的旱死，涝的涝死，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冰冷？唉，既然来了，一句话不说就走。不走，等着你看戏。你脑袋里能不能想点健康的？不过是给我家阿莫放松一下腰背而已。进来吧，刚好我也有话要跟你说。等你捡到宝了，你这小安卫，在外能干，在家也能干，就不管兄弟的死活。我的建议是，强扭的瓜不甜，要不然你换一个。谁家好人这么提建议的？人都借给你了，结果你不争气，我总不能把他捆了送你床上吧？其实倒也不必这么麻烦。没事了，你刚刚说有话和我说。白小阁阁主约我去结城碰个面，如今阿莫的身体也调养得差不多了，我们3日之后就动身。你要走？无姬也要走吗？所以重色轻友的到底是谁？你急什么？就剩3天了，人还没吃到嘴，你说我急不急？虽然前些天主上已经把江公子也是来自于同一个世界的事情告诉了自己，可是他还免不了担心无姬。主上，古王这是？无妨，那家伙看起来像个到处沾花惹草的浪荡公子，其实纯情得很，更何况他又打不过无忌。是属下多虑了。今天我伺候的你舒不舒服？那晚上是不是该你伺候我了？可是林公子那边……放心，我问过林清燕了。他怎么说？林清燕说，我要是再敢弄伤了你，以后就不用起来了。江一怀离开楚玉的寝殿之后，直接就去了古房，从里面翻箱倒柜翻出了一味秦药来。这药名唤作相思饮，出自上任巫医之手，无色无味，不伤身，药性却很烈。再兑上一点软筋散，刚好拿来给小安卫用一用。来了！江一怀靠坐在榻边，假装翻看着画本子，余光却控制不住的直往无忌身上瞟。无忌拿起了茶杯，总感觉今天的庄主安静的有些异样，只是习惯性的提起茶壶，连干了3杯凉茶。无忌，庄主有何吩咐？我渴了。他握了握拳，只感觉全身的力气竟然都在迅速的流失，显然是被人下了药。想起自己喝茶时男人鬼鬼祟祟的样子，除了那个家伙还能有谁？你给我用了什么？啊，别怕，就是些软筋散、催情药什么的，不伤身的。一会儿我就让你舒服，真乖。江一怀的心头一热，缓缓俯身吻上了无忌的双唇，极力压制着心中的焦躁，耐心的在上边辗转研磨，试图勾起男人的欲火。张嘴，你怎么没事？安维自幼受过耐药训练，
你这点东西又算什么？既然你敢用出这般下作的手段，那就自己做出的事儿自己负责。也让我听听，像你这样阴毒的人叫起来是什么事儿。江一怀浑身一震，想要挣扎，却被无忌控得死死的。哎，等下，不对，啊！人是轻着，睡也睡到了，可是这个过程不对呀。好不容易下的药，本想吃口好的，结果反被人家吃干抹净了，然后就跟厨余垃圾似的丢在了这里。啊！难受，想死。哎，算了，舍不得。这是啊，那个楚阁主之前不是说要让医仙传人给我好好调理一下身子吗？我看择日不如撞日，我直接跟着你们走一趟好了。这事儿怎么没人跟他提过呢？哦，既然如此，那这一路就要委屈庄主了。林公子的蛊毒是庄主所解，想必他也一定不会推辞的。不辛苦啊，不辛苦啊。你不待在山庄里好好当你的庄主，非要跟着我做什么？你不知道我树敌太多，身边很危险。我现在可是一无所有了，不赖着你，赖着谁？你哪里就一无所有了？不是还有脸来我这儿？他这说的是人话吗？行了，你跟我说实话吧。这次千里迢迢的跟着我，是不是为了无忌？不是，他到底干什么了？你就这么喜欢？我想下车，改道继承。是，主上。主上，前方似乎有状况，我们是直行还是绕路？这个，我今天就是帮他处理了一下伤口。庄主和我说这些做什么？无忌只负责保护庄主安全，至于你去哪里做什么，都与我无干。什么叫与你无干？睡过了就不想认账吗？老子天天屁股后边追着你，哄着你，求着你，你连好脸色都没给过我一个。如果不是喜欢你，老子凭什么？这下好了，估计不止左邻右舍，整个2层的客房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想到那晚，无忌的眼神微微闪动，可出口的话却是依然冰冷。那天的事是怎么发生的？江一怀抖了抖唇，本着虽然自己理亏，但绝对不能吃亏的原则，冷哼道：这样吧，我有一个办法，只要你肯答应，我们之间就算扯平了。从今以后，我绝不多做纠缠。你说，既然你上了我一次，那就让我上你一次，咱俩就算扯平了，如何？做梦！怎么，这会不敢看了？还记不记得你昨晚都干了些什么？属下不记得了。不记得了？那要不要我帮你再回忆一遍？不用了，属下去换水。阿莫，主上请吩咐。阿莫，是生本座的气了？属下不敢。是不敢生气，还是生了气不敢告诉我？难怪昨天晚上吴梦会把自己灌醉，难道是因为张琪？让我猜猜，难道是我家阿莫吃醋了？他才10几岁，还是个小孩子呀。属下第一次见到您时也是10几岁。是啊，第一次见到吴莫时他也只有10几岁，可自己还是被那个年纪的他深深吸引了。如今自己对张琪的每一点亲近，在吴莫的眼中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自己竟然笨到现在才察觉。是我不好，以后不会了。我是为了你才留在这个世界的。您抱他了？以后不抱了。您还对他笑了？不笑了。您对他那么好？不好了，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阿莫，我是你的。直到过了许久，他才低低地嗯了一声。
武林盟前往魔教老巢的队伍损伤近半，碧落公主下落不明。穆一宁下落不明？之前攻打魔教时，武林盟不是还占尽优势吗？怎么突然变成这样？是，请容属下详禀。武林盟乘胜追击到幽冥密林，发现魔教总坛内异常安静。碧落公主怀疑有诈，吩咐众人原地待命，等待探查结果。可是苍梧山庄少主和点雀楼主却认为是他害怕被别人抢了头功，又担心魔教余孽趁机逃脱，便执意要追杀进去。各个门派本就心不齐，如此一来就分成了两派。所以有一半的人进去就没回来。那个苍梧少主腿被打折了，脑子也坏了，坐着轮椅都拦不住他去抢头功。幸亏本座吩咐暗卫只听命于穆一宁，险些被那傻子害死。是，主上依命。那苍梧少主带着近半的人手进了魔教总坛，触发了机关，几乎所有踏足之人都死在了暗器之下。苍梧少主和点雀楼主毙命，只有少数人侥幸逃脱。当时的场面极度混乱，碧落公主试图带人营救那些困在外围的弟子，不幸也被卷入了机关，不知所踪。剩余的人在附近寻找多日无果，最后只能返回各派。穆一宁不知所踪，难道他这辈子还是逃不过必死的命运吗？如果现在前去救他，会不会还有一线生机？无念可在？就在客栈，主上可要见他？不必，他擅长机关阵法，需要把他带上。阁中还有没有熟悉幽冥密林的人手？找来做向导。我们先去寻穆一宁，务必活要见人，死要见尸。阁中应当没有熟悉幽冥之地的人，但是听闻多年前南疆古王曾经进入过幽冥密林，想必可以带路。天知道现在这个半吊子还顶不顶用，跟他借的鼓舞者到现在还没有想起养在哪里呢。本座知道了，去通知其他人，所有调来的人手均改为沿路会合。我们即刻收拾出发，前往幽冥密林。这件事林清燕那边本座亲自去说。林公子，楚阁主，可是有人需要医治？并无。武林盟在幽冥密林讨伐魔教时遭到重挫，穆一宁暂时下落不明。只过了好半天，才艰难地吐出了几个字来。我可以去寻他吗？可以，不只是你，我们一起去寻他。可是陆家堡那边……无妨，让他们再多活几天。因为救人心切，众人几乎是昼夜不停。给你个保命的机会，只要你放了梵音，再把另一半月族精力交出来，我就饶你们不死，如何？月族精力？祝玉微微的蹙眉，原来存放在密室里的那块叫做月族精力，所以白战与不惜尸山血海的也要拿到这个东西，究竟是有何用处？那东西确实在我这儿，但就算给了你，就凭你也用不了。只要是拿到2块精灵的月族之人都能打开。你以为这天下只有你一个了？你错了，本座并不是说你打不开那一记，而是你不可能找得到。不可能？我水月教守那一记多年。好了，我没什么要问的了。米前辈，你可以动手了。米教主，这是何意？你居然帮着楚玉？难道忘了沈一峰是怎么死的吗？白教主是在说我吗？师父，哼，臭小子，等你师娘
收拾了这个半男不女的，师傅可要仔细考考你的功夫。半男不女的，楚玉、米若琼，或许还有吴昕，直到此刻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白教主做过的事，我米若琼怎么会忘了呢？幽篁阁主通知我来接沈一峰，还顺便送来了幽篁阁所有秘毒的解药。待我找到他时，他正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山谷里，被人灌了毒，点了穴，不能说也不能动，只能一个人眼巴巴地等死。话说回来，还要谢谢白教主特意留下的那个药瓶呢，倒给我省去了不少麻烦。死过一次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紧张自己。这么多年来，他们一个倔强，一个赌气，到最后几乎成了仇人。没想到被楚玉这个家伙卖了以后，他这干巴多年的桃花树居然开花了。白振宇微眯着双眼环视着四周，樊英被擒，陆军被杀，吴昕那个贱人下落不明，陆家堡的人死的死，逃的逃，此刻已所剩无几。就连自己最得意的古诗也被那些南疆力士和暗卫们屠戮殆尽。如今灵蛇教又突然倒戈，自己被对手和毒蛇团团的围住，单靠他的力量恐怕是很难逃出升天了。现在他能做的只有拖。楚阁主，你放了我和樊英，我可以告诉你月族精灵的秘密。哦，你说？我们是对手，你先把樊英放了，我才能信你。月族精灵有2块，一块为暗宗所有，一块归于明宗。原本这么做是为了守护月族秘药，最后却成为了千百年来2宗大战的诱因。每个人都想统一月族，也都想得到那秘药，可惜直到现在也没人能够得手。所以你杀我是为了得到令牌，然后去月族遗迹拿秘药？是也不是，我早就说过了，你我是2宗传人，本就水火不容。水月教人少势微，难以对抗幽篁阁，我要夺得碧落宫也是为了得到与你公平一战之力，杀你就是我此生的使命。月族精令交给我，你2人自毁丹田就可以离去。金令确实在我这儿，但我还可以选择带着他一同到地狱去。如果这块金令毁了，你就永远都不可能打开月族遗迹了。你不会的。为何？虽然这样做有点卑鄙，不过对于你这种人也不需要计较那么多了。心爱之人还在我手中，你又怎么舍得去死呢？我可以一条经脉一条经脉的慢慢折磨他。如果你能为了那块精令眼睁睁地看他死在自己面前，那我就当成全你们这对地下鸳鸯好了。心爱之人，你居然用他来要挟我，本教主还以为你有多高明的手段呢。一个贱婢而已，任你处置。手太阴茎，手却阴茎。樊英知道白振宇不想听到自己出声，痛苦的声音被压抑在胸腔之内，嘴角却渗出了一抹殷红，低垂着的面庞惨白如纸，就连目光都开始涣散。手少阴茎，手阳明茎。够了，令牌可以给你，我也可以自废丹田，放了他。没有人知道这块令牌就是他的半生。6岁的白振宇仰躺在地面之上，望着那冰冷的洞顶，只感觉整个人就像是被无数的钢针钉在地面上似的，就连动手指都很难。大长老，他抖着青紫的嘴，气息就如同那蚊子。极浅的白雾随着他的话氤氲在面前，渐渐的模糊了半睁着双眼。我真的不行。
白振宇哀求着，泪水从眼角滑落，却在腮边凝成了冰晶。那张稚嫩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的血丝，两颊凹陷，颧骨凸起，3天3夜滴水未进，被独自丢在了这个极寒之地修行浴火术。此刻别说术法，就连意识都快要从身体里脱离出去了。闭嘴！人到极限时，没有什么是不行的。大长老不耐烦地冷哼了一声，微微俯下身，让那张苍老的脸映入了白振宇清澈的瞳仁之中，沈笑道：如果还不能练成黑火，你就冻死在这里吧。话落，便冷冷地转身离去，只剩下阴恻恻的嗓音在满目寒冰当中回荡不停。大长老，水月教的大长老。白振宇盯着那映亮洞顶的血色夕阳，却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只因为自己有一双会变成蓝色的眼睛，那人就抓了我的全家，然后将我囚禁在暗无天日的宫殿里，逼着我修习那些晦涩难懂的术法。整整2年了，身上的伤口从来没有一天能完全的愈合过，即使他拖着瘦弱的身体，每天都是拼尽了全力，可是每一个细小的差错依旧会换来难以承受的毒打，就连家人也被下了毒，成为了要挟他的筹码。开始的日子他也会哭，可是渐渐的就只会笑了。他笑着生出羽翼，笑着杀了双亲，斩断了所有牵制自己的障碍，笑着接过了那半枚月族金链，服下毒药，成为了碧落宫最后一个公子，笑着等待自己夺得公主，又或者是战胜明宗，获得月族秘药，让自己拥有能够战胜大长老的力量。他要报仇，为自己被折磨得生不如死的父母报仇，为自己如同傀儡的半生报仇。可是范英却成为了他此生唯一的变数。楚玉说的对，他做不到看着范英死在自己面前。他虽然个性暴戾，毫无人性可言的疯子，可是在面对那个撕心裂肺的痛苦之时，他仍然无法无动于衷。教主，不要！属下宁愿死，也不愿成为负累。蠢货，你以为你死了，我就能毫发无伤地离开？戒备！千钧一发之际，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终于来了。还等什么？主上小心，是魔教教主。错，又让他逃了。恕我直言，刚才遁走的那个人，应当是魔教教主灵雀，而穆公主所中之毒，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银鬼针。传言中，此毒无解，除非那银鬼针见血封喉，毒性极强，是灵雀最后的保命符。因为如果误伤到自己，他也只能躺平等死，所以不到生死关头，绝不敢随意动用。除非能拿到江湖至宝百幻丹啊！可是那东西在20年前就已不知所踪，现在要找，恐怕难上加难了。百幻丹已经被人吃掉了，但我想试试把它重新复制出来。中原一仙林清澈用了半生都没能复制成功的百幻丹，他一个刚过弱冠的小辈，哪里来的勇气夸下如此的海口？当真可行？事关人命，已经没有其他退路了。还请楚阁主带着大家尽快寻一落脚之处，再为我筹备些药材。我想勉力一试。也好，既如此，我们2人就不多做耽搁了。这只蛇笛只是我和一方的一点心意，以后若是在南疆地界遇到危险，就吹响它。方圆百里，凡是我灵蛇教人，就会前来相助。2位前辈的相助之意，晚辈心领了。但这东西太过贵重，不能收。对我来说，某些人的命比这个东西贵重多了。话落，也不等楚玉多言，仅一把拉住了沈一峰的胳膊，头也不回地跃入到树枝之间。楚小子，照顾好我徒儿，不然等我回来就去跟你开膛人义父。秋儿，你轻点，你。相传那月族的圣果共有2颗，并蒂而生，一红一绿，2颗同时有剧毒。
若是单独服用，则有奇效。别卖关子。哦，红果吃了能增加1甲子的功力，绿果可延年益寿。延年益寿，楚玉情不自禁地看了吴墨一眼。都说暗卫自有靠药物催发，寿命难长，这果子若是给吴墨，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至于那1个甲子的功力，自己吃了用来对付林雀，应该也会容易得多。所以月族秘药就是指的这个吗？我怎么知道？罢了，到时候一看便知。如今还是穆义宁的伤势要紧。吴影，派人去联系碧落宫，务必讲清楚穆公主的伤情。主上，碧落宫的云影首领刚刚已经到了。不对，还是不对。3天3夜，除了定时为穆义宁施针逼毒，他就是将自己锁在房间之内，不吃不喝，不眠不休，抓紧一切时间制作药丸，再用自己的鲜血去淬炼。即使每一步都慎之又慎，没有丝毫的偏差，可他还是失败了一次又一次。这一次是最为接近的，无论是色泽还是气味，都和师傅描绘的差不多。可是他不敢去赌，剑走偏锋之物，多一分是药，少一分是毒，亦或是人的一生当中有很多试错的机会，但是穆义宁的命却只有一次。短短3天的时间，那人的身体已经一日比一日虚弱下去了，留给他的时间越来越少。他忽然觉得自己好没用。是百幻丹的失败品，是不是也有些效果？我能尝尝吗？药也是乱尝的。别人不说，这家伙可能真是一时嘴馋就把它给吃了。哦，其实这做药和做饭差不多，一次做不好那就多做几次。比如说这个梅菜扣肉，不仅用料、火候、时间都有讲究，还得注意下锅顺序，再反复蒸炒3、4次，才能把肉做得软烂入味。今天的这个就做得不错，不信你尝尝。你说的对，谁说这血只能淬炼一次的？当然要反复几次才能入味儿，才能有效啊。这一夜过得格外漫长，闻着房间里不断弥漫的血腥，直到黎明微光的天际晕染开来，他才听到林清燕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紧跟着就传来了咚的一声，砸得他心头一紧。先休息一下吧，我去给您弄点吃的。这是云霄，穆一宁，有救了，别再耽搁了，拿去给他吃了，多加几个炭盆，还有每隔2个时辰喂一次人参清毒汤。云霄攥紧了百幻丹，竟然跪直了身体，对着林清燕深深的叩拜下去。是新上任的齐皇尉？是，属下无奇。这里原本由一个擅长医术的云隐负责，但是中途就被林公子赶去照顾碧落公主了，所以莫首领就安排了属下前来。起来吧，还是阿莫安排的周到。干活的不夸，只夸你家阿莫想的周到。你这新编的也太明显了吧？不明显还叫偏心？好，那个听林公子把什么引鬼针的毒给讲？所以无忌再借我用几天？这2件事有什么必然的关系？没事。理由？大事还没干成。准了。如果可以的话，他真的不想秒懂啊。好了，都先回去吧。你在这里好好照看着林公子，有什么需要的直接去找无影安排。阿莫，有件事我想让你亲口对我说。是。那就先亲口吧。原来是这样的亲一口吗？主，那温软的薄唇就像羽毛，在他的薄唇上拂过，吴墨的心头一热。主上，抱抱我。
这一刻，他终于明白了吴墨的情绪从何而来，他在害怕又或是不安。从穆一宁的命悬一线到林清燕的舍命相救，吴墨在这二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会后怕重谷之时生死离别，也会害怕横亘在未来的那场浩劫。现在的吴墨已经不再是无心无情的杀人机器了，他会哭会笑，会因为爱而坚强，也会因为爱而畏惧。好，不过等会求我放开的时候，可就没那么容易了。主上，您终于醒了。我睡了多久？5天。林公子吩咐，等您醒了就先把这个汤喝了，然后立刻去换它。属下去就回。手。穆一宁这才意识到自己走神了，连忙将手臂乖乖地递了过去。毒已经解了，但是清理淤毒、修复损耗还需要越狱时间。这段时间切记不能太过劳累，不要动用内力。若是落下沉疴旧疾，再想根治可就难了。先去熬一碗养元副本粥给他喝，人参解毒汤改为每日2次，之后每天的膳食都由我来安排。好。之前配药时用的9叶灵芝还有吗？没有了，我派人找遍了附近几座城市，也只得那1株。不过据我所知，毒店的药材库里似乎还有几株，要不要派人取来，或者是直接回宫？回宫？林清燕望向他的目光微凝。自从上次离开，他就没有想过自己还能有回去的一天。那是他生活了10几年的地方，也是他最难面对的地方。相隔千里，生死一遭，此刻骤然被提起，竟让他有种恍如隔世的错觉。我知道了。云霄出了门，房间里瞬间就恢复了一片寂静。我去给你调方子。抱歉。也不清楚是被撞狠了，还是身体太过于虚弱。林清燕只觉得脑袋有点发晕，她挣扎着想要撑起身体，却发现自己的手腕被穆一宁紧紧地攥住，低沉的嗓音也从耳边直刺心底。这是怎么弄的？什么？衣袖垂落下来，那一道道或新或旧的伤痕交错在臂腕之上，被白色的肤色一衬，看起来有些骇人。没事。我中了什么毒？又有什么药需要以人血为引？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为何明明受伤的是自己，这个男人却会变得如此虚弱。邢桂珍。邢桂珍，传言此毒无解。我复制出了百幻丹。师傅之所以做不出百幻丹，是因为缺少了最重要的一味药，那就是药王血。药王血、银鬼针、百幻丹，这些东西每一样都是世间罕有，难以想象最后竟然以互相的因果关系凑到了一起。所以多年前被灭门的那个江都死家，据说是妖王最后的传人，家主好像叫释家父，我也是前些年才知道的。因为血脉满门全死，在这个世界上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形单影只。记住这件事，不要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了。为何？因为我不想你身上流淌着血，被他人觊觎。我拼尽全力守护了10几年的人，却吃了这么多苦。我再也不想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了。林清燕的鼻尖一酸，尘封已久的心像是被人生生的剖开似的，所有的心事都和着血泪倾洒而出。因为不想我受到伤害，就切断自己的肋骨为我做烧；因为不想我受到伤害，就瞒着我尹十一的死因，然后把所有罪责都揽到自己身上。骗我喝安眠药是为了给我输送金元，就连放我离开也是为了背着我去找同心莲。你为什么这么傻？为什么？你全都知道了，是义父告诉你的？谁说的并不重要。穆一宁，我想和你谈谈，你做的事我都知道了，
现在我想把你不知道的事情也告诉你。关于什么？关于吹响鼓哨的那个夜晚，关于你误会我和白振宇上床的事，还有关于白振宇在自己身上下过的毒和这么多年对于你我的挑拨离间，这些事我全都告诉你。于是摇曳的烛光映着二人相对而坐的身影，从金乌西坠到天光大亮。这真的是九叶灵芝，没想到这么短的时间就送到了，真是解了主上的燃眉之急。哪里，可惜只有一株，没能帮得上更多。这灵芝是用在解毒汤里的，需求不多，但不能没有。这一株足够用到主上回宫了。云霄，多谢江庄主相助之恩。好说，以后若是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来找我。江一环忍不住伸手搭在了云霄的胳膊之上，还捏了捏。这肌肉，这爆发力，这不就是传说中的一天到晚使不完的牛劲儿吗？那我先回去复命了。急什么？我这南疆送来的好茶，你要不要尝尝？那个，你怎么来了？哼，不是江庄主昨天去求主上，让我来保护你的。哦，你喝茶吗？我不要别人剩下的。不是让你喝这个，我这就去给你重新沏。再换套新茶具。不必了。放心，这次不下药。庄主自重。自什么重？我觉着被你一晚上，这会儿跟我说自重，要不你今天让我上一回，咱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也说过了，做梦。前2天都好多了，今天怎么这么凶？该不会是吃醋了吧？因为云霄，因为我送他东西，因为我请他喝茶，还是因为我摸了他？江庄主，无忌对江庄主只尽保护之责。至于你去哪儿、做什么、喜欢谁，都和无忌没有任何关系。江庄主还是不要自作多情了。明明是想逗逗他，结果反被他一刀子一样的冷言冷语给刺到了。自己是喜欢看帅哥，但是却花嘴不花心。做了20几年有钱有势的大少爷，从来没有在外面乱搞过。如今好不容易碰上个喜欢的，追了这么久，还倒贴了这么久，一都被掏完成零了，结果是个捂不热的冰疙瘩。自己是什么很贱的人吗？罢了，他收回视线，一甩衣袖，向着门外走去。庄主和我，和你无关。你是我不能抽离的记忆，不会抛却的往事，也只有一线一生一世，平面存在手机。你是我不能抽离的记忆，不会抛却的往事，像是温热的刺。你疯了吧？我是疯了，但是你先招惹我的。这可是我的房间。那现在呢？江一回的大事又没干成。现在不是正……他说要干大事，结果自己变成那件大事了。你看，我就说他打不过无忌吧。阿莫，反正也睡不着，不如会被听到。你小点声。别，楚阁主，这次的事还多谢阁主相助。穆公主是为了救吴莫才会受伤，还要多亏了林公子舍命相救，此番
才能转危为安。二位的救命之恩，楚某铭记于心。魔教和水月教狼狈为奸，你我都免不了一场大战。武林盟主之前损了不少人手，可是我铲除魔教义不容辞，总不能袖手旁观。如今日之计，楚阁主可以暂时按兵不动，待我养好伤势，我再重新调配人手，一起攻打二教。那林觉虽然厉害，但若是你我合力，他难有胜算。我须得趁他们重伤之际，先去越族遗迹取得秘药，随后便与你在兰陵山会合。这1个月，你且安心休养。待到伤势大好了，我们就一起直上明溪谷，为武林除了这祸害。为了武林，也为了自己，从听到白振宇的名字时起，他就记起了古籍当中那个将原身一箭穿心的人，他的名字就是白振宇，碧落宫公主白振宇。他相信，在他和吴墨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冲破了层层阻险之后，这一世这一切将有所不同了。我余毒未清，宫中众人医术微末，许多事还需要林公子指导。但林公子说，他答应协助阁主在先，不愿意随我离去。所以林公子始终是碧落宫的人，自然一切要以公主为先。况且我这边也并无要紧之事。依我看，林公子还是提早做准备，跟着穆公主回去吧。他一句话还没有说，怎么就被这二人你来我去的就给安排完了？主上，援营已经集合完毕，随时可以护送主上和林公子。今天先安排他们稍事休息，明日一早出发。是。楚玉看着穆一宁和林清燕不经意间对视的眼神，突然觉得自己有点亮。既如此，我就不多打扰了。明日一早，我亲自给二位送行。2个月后，咱们兰陵山上见。好。主上，所有人手将在2日后抵达陈郊，何时动身前往越族遗迹，还请主上示下。明日送别穆一宁和林公子，我们后天一早出发，让阁中派来的人手在途中等候即可。是。今日听说城中大吉，难得清闲，不如随我去看看。二人手牵着手走到了人流如织的街市之间，看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人间烟火，市井繁华。此刻的他只想握紧主上的手，就这样一直地走下去，无论四季更替，无论前途路远。好书嘞，经史子集，应有尽有。客官看画吗？我这里有新到的名家字画，公子喜欢这幅画，这可是江湖中最好的画师刚德的新作。这是幽篁九幽卫。只见上面的9个人个个身形魁梧，如同壮汉，尤其是打头的那个，手里拿着长鞭，腰上挂着长剑，更是满脸的横肉，膀大腰圆。正是。客官有所不知，这九幽卫虽然丑了点，可是咱们中原江湖神鬼绕行的存在。相传武功极高，又忠心耿耿，请一副挂在家里，保你家宅平安啊。还有啊，听说幽篁阁主和这打头的幽篁使之间还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江湖秘辛呢。哦，你说说看。5两银子，随话附送。够不够？哎呦，够跟您说7段了。要不我把这九幽卫的秘辛挨个跟您说说。不用了，
就说他的。好嘞。传言这幽篁阁主相貌极美，却好男色。楚玉想了想，这波传言没有毛病啊。而且最爱这种身强力壮的大汉。这幽篁卫啊，不只是暗卫，还是阁主的男宠，个个身材魁梧，哎呦，那种功夫啊，也同样了得。每到晚上，他们就被传进了店里，有时候是一个，有时候是几个。尤其是这个幽篁使最得阁主宠爱，几乎是夜夜笙歌呀。哎，客官，我这一段还没抢完呢。那个画送你了，回去挂墙上吧。主上为何不要那幅画了？你刚刚在旁边摊上看得那么认真，发现什么好东西了？没，祖上，让我看看藏了什么。楚玉的手指就像是一条微凉的小蛇，不老实地钻进了他的衣襟里，随后竟又摸到了一个硬硬的东西。偷书？属下留了钱的。乖，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是什么好东西。主上，明亮的火光映在书封之上，把龙阳密室4个大字照得格外清晰。楚玉拿着书的手一顿，翻开里面一看，嚯，还是配图的那种。我们阿莫还挺好学的，你要是想学这个，还用得着自己看书吗？我可以手把手的教给你。属下昨天听见江庄主那边，是属下太笨了，什么都不会，只怕将来主上腻了厌了。不会的，不会厌，也不会腻。我不是喜欢这些，而是因为做这些的对象是你，才喜欢。傻吴墨，你怎么就不懂我的心呢？属下知错了吗？认不认罚？吴墨又点了点头。好，那就罚你今晚把上边的姿势全都演示一遍吧。你是天上月光皎洁，或是飘落的白雪燕，只是替你多黑人间一夜。你是天上月光皎洁，或坠落人间不是离别，明白整个世界只想你了解。白振宇曾经答应过他会救四木峰，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人竟然会是灭了4家满门的毒手。在那个风雨交接的夜晚，闪电划破夜空，将4家满月横尸照得亮如白昼。吴昕小小的身躯躲在了四木峰的身后，看着身边人一个一个的死去，就如同听到魔鬼咆哮一般的惊雷。雨点落下，在电光撕裂天地的一瞬间，他将林雀的脸看得清清楚楚，即使相隔10几年，依然如在昨天。哥哥，哥哥！年幼的吴昕透过院门看向四木峰匆匆而过的身影，立刻呼喊着追了出去。满是青紫玉痕的小脸上，大颗大颗的泪水不断地沿着两颊滑落。他赤着脚踩在冰冷的沙土地上，即使深秋的天气已经冷得刺骨，他却连一件保暖的袄子都没有，整个人抖得就如同风中的落叶。哎，喊什么喊？你已经不是4家二少爷了，知道吗？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仆突然拦了过来，狠狠地将他踹倒在地上，瞪圆了眼睛骂道：他是大少爷，不是你哥哥，再乱喊，直接给你打折腿迈到窑子里去。吴昕毫无防备地扑向地面，尖锐的刺痛瞬间从膝盖传来，牙齿磕到了舌头，渗出了丝丝血腥，活着咸涩的泪水在嘴里蔓延开来。
哥哥，是我呀。他仰头看着早已空无一人的大门，低低的抽噎着，蓄满了泪水的桃花眼里满是惊恐和无助。他想要撑起身体，才发现手上腿上都已经被碎石划烂了，钻心的疼痛折磨得他提不起一丝的力气。挣扎了半晌，他始终没能从地上爬起来。男人见状，满脸不爽地走了过去，又是一脚踢在了他瘦弱的腰腹之间。说了不许乱叫，还不给老子干活去！要怪只能怪你命不好，不是真少爷。男孩惨叫一声，狠狠地蜷起了身体。他似乎听到了肋骨断裂的声音，喉咙里的血腥味更浓了。无锡？不对，那个时候他还叫做四慕云，又或者他根本没有属于自己的名字。四慕云这个名字属于真正的二少爷，却不是因为认错而被接回四家的自己。在四家人找到真正的小少爷时，曾经备受宠爱的他变成了一块人人嫌弃的破抹布，丢在了下人院中，自生自灭。可是他不明白，他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呀。你在做什么？声音如金蝉一般的嗓音在不远处响起。四慕云模糊着泪眼，看到了四慕风穿着一身白袍重新出现在了院门处，墨发高盘，衣角飞扬，修长的身影迎着霞光，就像那不染纤尘的仙子一样。四慕风的眉心紧锁，快步地来到男孩身边，竟然丝毫也不嫌弃他满身是土，垂手将人从地上抱了起来。离开不过几日，看着男人被人虐待的满脸青紫的样子，怒意瞬间直冲心头。他冷冷地看向了家仆，平日里温和清澈的眸子也多了几分冷厉。就算他不是四家少爷，也终究是个孩子。你们怎能如此狠毒？大少爷！家仆见状，吓得扑通一声跪到地上，连连喊冤枉。大少爷，你有所不知啊！老爷说他晦气，让远远的发卖了。是小的们匀了他一口饭吃，让他跟着帮工。谁知道这兔崽子不光手笨，还整天躲懒，抱着一本破书，看起来没完。大家气不过，这才打了他几下。可看到男孩此刻疼得全身哆嗦的样子，也就越说越没有了底气。看书？四慕风疑惑的。什么书？家仆见状，连忙指着四慕风胸口的位置告状。就在他怀里呢，整天跟个宝贝似的揣着。四慕风蹲下身来，让他靠坐在自己腿上，这才小心翼翼地腾出一只手，从四慕云的怀里摸出了一本破破烂烂的医书。男孩半睁着模糊的泪眼，没有反抗，整个人就像是一只受了惊的小动物，怯生生的，连带呼吸都止住了。四慕风看了看书，目光瞬间凝滞在了那本“药王医典”4个大字上。这个孩子被当作四慕风接回四家之时，老太爷就病逝了。这本医典是老太爷临死前亲手交给他的。出于孝道，父亲并没有在找到真正的穆四云后收回这本书，可心里不免觉得他晦气。没想到这个孩子居然这么好学。喜欢这书？四慕风的嗓音温温柔柔的，男孩艰难地点了点头。看得懂吗？男孩迟疑了片刻，再次点了点头。四慕风见状，心中有些惊讶，像他这样的年纪，如此晦涩难懂的医书，没有一点天赋是完全不能理解的。或许这也是一种命中注定。如果喜欢学，我可以教你。他捋了捋男孩沾满了汗水和草屑的头发，弯弯的眉眼里像是藏着暖阳。以后啊，就来给我做个书童吧。你不是四家人，之前的名字怕是不能用了，不如就叫你阿云吧。天色越来越暗了，前方嘈杂的脚步声拉回了无限的思绪。四慕风将他像弟弟一样带在身边3年，教他医书，供他吃穿。真正的四慕云却一直没有回到江都，而是留在了碧落宫，成为了第7个公子，拜在了中原医仙门下，改名林清燕。吴心曾以为这样平淡美好的日子会一直继续下去，可是有一天，四家药王血脉的事情暴露了，灾难也随之接踵而来。在那个黑沉沉的雨夜，
无数异族杀手包围了整座院落。司景之被俘，随后引毒自杀。四木风虽然护着他逃了出来，却也身受重伤。奄奄一息，无心四处碰壁，求救无门，本想安静地等待那人死后训他，可是一个自称为水月教大长老的人却突然出现在了面前。他告诉吴心，他可以救四木风，可以让他活下去，但是条件是要吴心卖身幽黄阁，成为其皇位，再用身上的毒术控制幽黄阁主，助他们成就大事。为了四木风，吴心答应了。这么多年在暗堂出生入死，什么肮脏卑鄙的手段都用尽了，可是他不在乎，他只要不停地往上爬，不停地替他们完成任务，只要那个人还活着。可是现在，直到现在他才傻傻地发现，屠杀4家满门的魔教和自己卖身效力的水月教原本就是一丘之貉，是自己太蠢了。是四木风，是他视若神明的四木风，此刻却一动不动地平躺在石床之上，形同枯槁，双眼紧闭，皮肤呈现出来了一种诡异的淡青色，就像是被人抽掉了灵魂，只剩下一个残破的躯壳。一滴滴暗红色的血液从伤痕交错的臂弯间缓缓地渗出，掉落在一只白瓷的小碗之间。滴答滴答，每一次细微的声音就像是一把刀子，几乎将吴心活活捅穿了。四木风，是他救了他，他却害了他。吴心血红的双眸，眼底却如同暴风雨下的浓墨翻涌着。他将全身紧绷的瑟瑟发抖，才控制住自己想要去和林雀拼命的冲动。他不想四木风死，却也从来没有想过让他这样不人不鬼的活着，这样如同活死人一般，就给这群魔鬼当作取血的畜生，还不如死了，还不如在那个夜晚陪他一起死了。那么这么多年，他满手鲜血，坏尽做事，竟然又是为了什么？没有了，他什么都没有了。进入幽黄阁的那天起，他放弃了自己，现在连自己活下去唯一的执念也弄丢了。多年前，他亲手将四木风交给了水月教，如今他一定要亲手将他再夺回来，并让那个生食人血的魔鬼付出代价。哥哥，主人，这一场噩梦，就让我亲手将它了结吧。魔教暴虐，前往讨伐之时，武林盟义不容辞。但在商讨此事之前，楚阁主可愿让老衲卜算一番，测一测吉凶？传闻方丈有慧眼神通，可知过去未来。晚辈是自愿聆听教诲，不过不知方丈要晚辈的哪个命格？按理来说，楚玉的问题问的实在是诡异。每个人出生时生辰八字就已经是定数，他问的这一声哪个，显然是对华溅的试探之意。没想到华溅却微微一笑，捋了捋胡子，目光在楚玉脸上停留了片刻，并没有半点的诧异之色。魂归于身，此身便可。好。世间万物皆由因缘际会而生，你并非这婆娑世界的常客，却跨越劫数降临于此，是以身负使命而来。什么使命？使命完成又当如何？待到一切尘埃落定，便会超脱这场苦难和轮回。唉，如此特殊的命格，老衲此生只见过2次。上一次还是在20几年前呢。哈哈，佛法无边，老衲所能参悟的只是皮毛，无法与你更多劝谏，还请楚阁主海涵呐。那此番去征讨魔教，方丈可知是吉是凶？困难重重啊！此番出征，的确要遭遇诸多凶险，但你命中有一将星临凡命格之人，
若能得其相助，或可逢凶化吉，转危为安。何人？天机不可泄露。既如此，晚辈就先行告辞了。代表武林盟攻打魔教之事，我们可等到各个门派回复后再议。也好，世辈，送2位贵客去禅房。师父，是他吗？花景依然半垂着眸子在蒲团上打坐，听到世袭的话，淡淡的了一声，随后又说道：如此，我便放心了。师父，去吧，按我之前所说的，通知各大门派，就说武林盟主华静在兰陵山上恭候诸位掌门前来一叙。有心事？在想那个降星灵士？是。自从华静说了那句困难重重，他的心里总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前世那场大战记忆依然犹新，就连那苍山上染满血腥的寒风都清晰地如在眼前。如今决战在即，林雀和赤练的功力深厚，魔教实力不可小觑，不能不算就知道此行定然是危险重重。可是那个能够破局的将星是谁？他又在哪里？放心，命里有时终须有，既然是助我之人，自然就会出现。或许那个人已经在我身边了呢。谁？你。所以将星少侠，救不救我？阿莫，我突然觉得你之前说的那句话也挺对的。主上说的是哪句？阿莫，我突然觉得你之前说的那句话也挺对的。你说武林盟里鱼龙混杂，不安全，我们确实应该去驻客栈。这样吧，明天和华静谈完阵时，我们就下山。司木风，我来接你了。半生灵弱，终究是我害了你。禁蛊章的毒性已经隔着衣物渗进到身体里，从现在开始，无论是林雀还是任何试图阻挠他们离开的人，都要成为他们的陪葬品。有刺客！这是什么？你已经猜到了，不是什么。林雀，你生吃人血，悖逆伦常，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此刻，你越是动用内力，毒性就会渗透的越快。今日要是不想死在我脚下，就还是先想办法救救自己吧。给我杀了他！林雀果然不敢乱动了。不想死的就离远点儿。若是沾到他的血，就连神仙也救不了你们的命。活腻了的尽管上。阿云别怕，他们不要你，我要。阿云，你这么聪明，将来一定会大有所为的。阿云，躲到我身后来。阿云，哥哥只能陪你到这儿了，你要努力活下去。最后的记忆里，那也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司木风护着他逃出了4家，即使浑身是伤，疼得几乎快要拿不稳武器了，他却还是陪着自己逃了好久好久。吴昕曾以为他们只是短暂的分离，却没想到10几年前的那个雨夜起，他和司木风就已是永别了。司木风，我先走一步了，别怕，我会守在奈何桥边等你的。魔教危害江湖，荼毒苍生，正是武林侠士挺身而出之时。如今各大门派能够戮力同心，一起捍卫天下正道，是我中原武林之幸，更是天下苍生之幸。此番出征，华歅已在此备好庆功长宴，
只等各位英雄侠士荡平魔教，凯旋而还。幽篁阁主楚玉定会带领武林弟子荡平魔教，得胜归来。荡平魔教，得胜归来。转眼1万年有余，从初来乍到的苟且求存，到此时此刻的带队出征，他坚定走完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扭转书中的既定命运，为了保护眼前的所爱之人。而他的吴墨，从一个满身是伤的卑微困兽，到放飞苍穹的矫健雄鹰，他用爱一点点将他治愈，也会用爱为他守住这一片天空。苍云山上的雪太冷了，他不想再看到那个伤痕累累的小暗卫抱着自己蜷缩在寒风之中，守着一具尸体，从天黑熬到天明。世袭，再随我去看看前些天捡到的那个小家伙吧，他也该到拜师的时候了。是。今天直到楚一和穆一宁并肩站在一刻，他才知道那人命中注定的将星出现了。而那场被魔教荡平中原的浩劫，那场尸骸枕藉，白骨成山，整个中原江湖宛若人间炼狱的噩梦，是不是要被打破了？在战场上，我是九幽卫，一切都要以主上为先。没有办法一直护着你，顾好自己。好，等我回来。好，等到了你，有什么奖励？你想要什么？让我再上面一次。好。没想到无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痛快的不可思议。楚玉受死！以多欺少。主上请在此等候，这些人还不配您亲自动手。话落，便直冲向被九幽卫团团围住的2个魔教护法，速度极快，不见真身，只能看到一串鬼魅一般的墨色残影。厮杀声乍起，血色夕阳之下，大片大片的人群就如同骤风一般撞击在一起，长枪穿过胸骨，利刃割断头颅，喷涌而出的鲜血在头顶上交织成猩红的血雾，整个山谷都弥漫起令人作呕的浓稠腥气。吴墨黑衣翻飞，仗剑凌空而起，墨羽长剑带着幽光直刺向左护法。那人不愧是魔教护法，同样实力不凡，竟然不躲不闪的横剑相迎。顷刻之间，2把利刃在半空当中相接，强大的内力也如同惊雷一般撞击在一起。火星从剑锋上迸裂，照映了2人杀意腾腾的脸，巨大的冲击力将2人同时震开。吴墨灵巧的旋身落地，那左护法却向后飞出老远，长剑划回地面，才堪堪的止住逆势。再抬头看向吴墨之时，眼底有了惊惶。一个暗卫就如此强大，那么幽篁阁阁主楚玉呢？那个从始至终依旧端坐在马上的男人呢？身边的战斗越来越激烈，刀光剑影之间，嘶吼声和金属碰撞之声撕裂长空。吴渊和吴尘迎战魔教右护法，并肩站在一起之时，2人默默地对视了一眼。吴渊便不自觉地扬了扬唇角，下一刻攻势大开，几乎将所有的防守全部放弃，双剑就如同寒光般闪闪的羽翼，渐渐夺命地向着男人直刺过去。吴尘神法灵动，稳稳地护在男人左右，手中的银丝化作铠甲，为他抵御了一次又一次的致命袭击。其他的暗卫们见两边占优，便自觉地冲进敌群，和其他门派一起剿灭魔教弟子。冰冷的玄机面具就如同那一双双凌厉的眸子，寒光闪耀的没有丝毫的温度。手中的利刃翻飞，血色寒光铺路，狠绝的招式下没有活口，只有那染满恐惧狰狞的面庞不断的在眼前倒下，变成了满地骇人的尸身。小心！吴英将手中的匕首掷出，为吴痕挡住了一记暗器。吴痕对着兄长咧嘴一笑，纵身跃到了吴影身边，飞爪直接击穿了背后袭击之人的胸骨。那动作无声无息，速度快的就如同风穿半空。吴军双手推前，18道金环就如同一阵急雨，齐齐的向着周围射去，每一枚都赋予了灵魂一般，直袭要害。吴念的一把小扇的开合，上下翻飞，保护着吴奇偷射毒针。淬在针上的毒药虽然不能致命，但奇效极快，中毒之人不过几息的时间就会感觉全身麻木，成为任人宰割的鱼肉。吴极擅长群攻，此时更是如鱼得水，一把圆月弯刀在周围回旋飞舞，所过之处刀光粼粼，气劲四撞，将一个又一个的魔教弟子斩于脚下。就连江一怀和林清燕也没有闲着，两人凑在一起，狗狗碎碎的躲在九幽卫的身后，向敌群里扔毒包。双方初一交战，魔教就被打得节节败退。
联盟的弟子越发情绪高涨，就像是胜券在握一般，呐喊着向前冲去。下一刻，一片黑红的雾气就如同烈火一般从天而降，速度不快，却炙热无比，就如同一团烈火灼伤了所有靠近之人。雾气之后，梵音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半空之中，两张张开的鸳鸯容就助他翱翔天际的翅膀，面色冷寂地护在了白振宇的身边。金乌西坠，血色霞光在天际流淌，沉重的脚步声再次从环绕的密林当中响起，如同闷雷碾过冻土，震得山边枯叶簌簌，山峰凝结，整个山谷都在不断的逼近的威压之下屏住了呼吸。是古尸，比上一次在素雪峰还要多出数倍的古尸。楚玉凝眸远眺，只见那密密麻麻的活死人正向着矿谷不断的靠近而来，相隔这么远，就已经闻到了他们身上令人作呕的腐臭味道。又是这东西！林清燕遥望着从密林渐渐涌出的古尸，只感觉头皮都在发麻，回头紧紧地抓住了江一怀的胳膊，压低了声音说：“你的古武者呢？”林清燕望着那一眼看不到头的古尸，满眼都是担忧，忽然抓住了江一怀的胳膊。江一怀将手掌附在心口，紧闭上双眼，不知默念了什么。隐约可见一抹淡淡的荧光从指缝当中若隐若现。半晌，他终于睁开眼睛，环顾四周，随后对着西方一角兴奋地说：“在那边，看吧，这次没来迟。”林清燕怔了怔，果然看到江一怀所指的方向出现了一队身形高大的武者，可是这数量却比第一次见到的时候少了太多。满打满算也就算下了数十个，放在成千上万的尸骨当中，恐怕瞬间就被淹没了。林清燕倒吸了一口凉气，忍不住的追问道：“就只剩下这点了？”江一怀认真的点头：“嗯。”林清燕满眼一黑：“怎么不多训练些？”江一怀理直气壮的说：“我不会。”林清燕扶了扶额，却见周围的形势瞬间急转直下。众多联盟弟子没有见过古尸，此刻看到这么恶心的东西，成群结队的扑了上来，打不死，杀不完，身上还会喷出恶臭的脓血，许多人都下意识的开始后退。武吉看了看仍在和魔教缠斗的吴莫，记起了圆月弯刀，带头冲了过去。不过是些走势，斩断他们的四肢和头颅就可以，跟我一起上。话落，便挥刀同时砍掉了3个古尸的头颅，污血飞溅，3只拿着武器的胳膊也先后落地。杀！幽黄各暗卫齐声高呼，整个山谷回绝不响。墨色的身影就化作了一道利刃，瞬间将防线向前推进了数丈。联盟弟子见状，也像是受到了感染一般，纷纷的祭出武器向前冲去。原本渐落的厮杀声再起，甚至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白振宇出现之后，楚玉终于动了起来，他用力在马蹬上一踏，白月衣袍翻飞，整个人便身轻如燕的踏入空中。刹那之间，点点杀意就如同烟雾一般从周身漫开，散入空中，最后在夕阳之下凝成了利剑。一时之间，山影倾泻，金光满天，金雨铺天盖地的向着白振宇砸落下去。大概是知道自己2人之间的实力差距，上一战又被伤了丹田的缘故。此时的白振宇并不敢与楚玉硬碰硬，而是化作了暗影逃离攻势。随后红袍一展，周身环绕的黑红雾气顿时就如同沸水一般翻涌起来，雾气凝结，无数扭曲的面孔在周围形成。白振宇垂眸默念了几句咒语，火红衣袖抬起，那个鬼面便以惊人的速度向着楚玉身旁的联盟弟子冲去，张张合合的嘴里尽是骇人的血色。暗宗术法虽然不如明宗犀利，却有能控制心神的艺术，就如同眼前的这个鬼面，被击中之时瞬间就会被夺了心智，变成了制作古尸最好的原料。楚玉五指张开，无数金色的光球从掌心溢出，就像是被赋予了灵性一般，迎着那黑雾撞击上去。金光将黑雾驱散，狰狞的鬼面一个个从半空当中消失。范英护着白振宇逃离剑雨之后，趁着2人斗法的功夫，祭出了鸳鸯容，直冲着向楚玉偷袭过去。他用的是双手武器，可是之前被废的手臂明显有些力不从心，无法灌入内力，就挥动着连雾气都费力。但是借着凌厉的身法，那攻势依然是威力十足。白振宇的鬼面咒源源不绝，范英的剑锋却已至身边。楚玉刚想要撤回术法以静盾抵御范英，却见一个紫色的身影突然临风而至。刹那之间，鸳鸯容和凌云长剑轰然相撞，利刃交错之间，溢满了内力的摩擦声在空中撕扯出刺耳的尖鸣。范英猝不及防，整个人被穆以宁强大的内力震退，踉踉跄跄地跌向了地面。
穆一宁冷眸当中寒光闪过，一出手便是最高境界的碧落剑阵。18道剑气从范英四面八方笼罩下来，每一道都直指要害，几乎断了他所有逃跑的可能。范英瞳孔巨缩，嘴角已有殷红淌落，他双手持起武器，准备护住几处要害，然后硬生生地用身体扛下了这次攻击。剑气如同划破夜空的闪电，带着凌厉的杀意直刺下来。范英抬眸望向了穆一宁，斜阳在眼中模糊成一片。冰冷的闷哼当中在身前响起，范英从空白当中回过神来，才发现白振宇不知什么时候挡在了自己身前，墨发飞舞，一套红袍无风自起，雾气在结印的双手之前形成了一道墨色的漩涡，正将穆一宁化成的剑气一道道的吞噬殆尽。这样运用内力，他的丹田会承受不住的。范英的眼底泛红，他看不到白振宇的脸，却能感觉到那人正在寸寸撕裂的丹田。碧落公主毫不保留的出手，显然是想要自己的命，可白振宇竟然硬生生的替自己扛了下来。18道剑气落尽，白振宇的周身爆发出内力，也如同碎片一般散落殆尽。他面色惨白的跪倒在地上，双手撑住身体，猛地呕出一口鲜血来，半垂的眸子里红色幽光就如同风中残烛一般骤然熄灭。教主，范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扑到了男人身边，将他从地上打横抱起，纵身跃入半空。穆一宁挥剑想要追击，却感觉到一股磅礴的内力竟然从远处席卷而来。半空当中轰的一声巨响，楚玉双手张开，就如同羽翼一般散落在地上。内力相撞之后，骤风一般的气浪裹挟着沙石从身边划过，风沙弥漫着山谷之内，一个白须白发的老人正单脚点地的落在了一块巨大的山石之上，山袍下探出了手指，就如同鹰爪一般紧紧地握住了魂幡，点点幽光在黑色的翻面之间旋转萦绕，是赤练。莫一宁收起剑势，径直地掠到了楚玉身边，和他并肩站在一起。两人的视线齐刷刷地落在了那枯瘦的身形之上，眸光微凝。此次最大的威胁出现了。残阳落尽，深谷当中最后一片猩红被夜幕代替，浓重的血腥伴随着腐臭味在身边弥漫，就连这时乍然而起的山风都无法吹散。九幽卫带领着幽黄阁众人率先和古尸厮杀在一起，大批大批的古尸被斩断四肢，在灰暗的夜色之下，一边淌着浓血，一边匍匐在脚边蠕动。放眼望去，整个场面就如同是地狱。而另一边，数以万计的魔教弟子已经被云石三影和联盟的弟子诛杀近半，双方各有伤亡，周围一片的横尸遍野，血流成河。无极冲在阵前，江一怀驱使着鼓舞者去他身边帮忙。数十名武者实力虽强，但是太过于悬殊的数量差距，很快便淹没在了潮水之般的尸群之中。熟悉的疼痛再次漫过胸口，江一怀突然佝偻起身体，按紧了胸口，压抑着喘息着，豆大的汗珠沿着脸侧滚落下来，一滴一滴的落在地面。林清燕见他突然停止动作，脸色惨白如纸，连忙过去扶了他一把，却见一抹幽绿色的荧光在他胸口忽暗忽明。这是什么？林清燕看着他的眼睛微微睁大，满眼都是探究。是本命古王，鼓舞者是上任南疆古王留下的，只是本命古王所控。若是鼓舞者死伤过大，就会痛感反射到我身上。江一怀凭借着他的力气，勉强的支撑起身体，安抚般的看了他一眼，艰难的开口：与其说我成为了这一任的南疆古王，倒不如说是这只本命古王选择了我。江一怀低低的喘息了片刻，继续说道：每一任南疆古王通过本命古王得到的能力都有所不同，上任是训练鼓舞者，而我……话到此处却戛然而止。林清燕盯着江一怀的眼睛，男人那双带着几分纨绔的吊梢眼，竟在一瞬间渗出了强烈的恐惧。不过错愕之间，江一怀已经连滚带爬的窜出去了好远。林清燕双手空空的抬眸望去，只见阵前无忌不小心被古尸喷出的脓血糊住了眼睛，4、5个古尸将他团团围住，4、5把血光盈盈的长刀同时从周围向他砍去，而江一怀却已经扑到了那人的身前，速度快的有些吓人。别过来！无忌抹掉脸上的污血，就看到江一怀正越过自己，用手去挡背后的长刀，五指张开，手中连个武器都没有，若是被砍中，整条胳膊恐怕都是要被削掉了。无忌的瞳孔皱缩，爬满了血丝的眸子里映出了男人眼中的决绝。他嘶吼出声，身体下意识的向后倒去，一边将人揽入怀中，一边准备用后背去承受古尸的袭击。
烈日闪着寒光呼啸而过，隔空都能感受到那刀尖上直入骨髓的寒意。无极俯下身，将江一怀紧紧地裹在了怀里，模糊着双眼，仿佛看到了死前狰狞的笑脸。林清燕看着眼前电光火石一瞬，脑袋嗡的一声变成了片片的空白。她用自己紧紧的那点轻功，径直地向二人冲去，可刚跑到一半，却又惊愕地停在了原地。原本挥刀砍下了几个古尸的头，全部在关键时刻停下了手，拿着刀，瞪着一双双幽厉的眼睛盯着江一怀瞧。江一怀挣扎了半晌，好不容易从无忌的怀里探出了脑袋，微微扬头，在男人一脸懵逼的注视之下，和那些古尸挨个对视了片刻。随后那几个古尸竟然如同被策反了一般，转身向着自己的同类厮杀过去。他的对面古尸一阵的猝不及防，叮叮当当的武器声在身后响起。无极抱着江一怀迅速的退到了安全的地方，看着他完好无损的样子，才稍稍放下心来，微红着双眸说：为什么不遵守约定？江一怀却直接无视了他的问题，抹了抹被泪水模糊的双眼，反问道：我不来救你，就算是遵守了约定，谁又能来给我兑现承诺？无忌握着江一怀的手僵在了原地，抖了抖唇，却怔愣的说不出半个字来。夜风吹开了他汗湿的长发，半天高的月光落在眼中，将他眸间的泪光映得格外分明。短促的对视期间，似乎有什么种子在彼此的心底破土萌芽。江一怀抬手勾住了无忌的脖颈，用力的向下压去，沉重的心跳之声盖过了战场上的厮杀。脏，别动。江一怀毫不在意他脸上的血污，暗哑的嗓音却满是不舍。先收点利息。无忌目光一滞，索性又扣住了男人的后腰。林清燕站在不远处，突然感觉自己有点多余。等我回来，等我。片刻之后，男人低沉的嗓音在夜色当中响起，随后就见到了一个身影从地面上跃起，轻轻一闪，便瞬间消失在了武力盟前赴后继的阵线当中。你没事吧？林清燕走过去，扶起了还在两腿打软的江一怀，青色的锦袍上蹭了不少的血迹，但没有一滴是他自己的。我可以在短时间内控制蛊虫。江一怀扯了扯嘴角，就是还不太熟练。林清燕不明所以地看着他，江一怀缓缓地吐出一口气来，视线凝结在前方撼天震地的厮杀之间。刚才不是说到每任蛊王的技能不同吗？我的是控蛊，时间不长，数量不多，刚才那样已经是极限了。他自嘲地笑了笑，别说无机，就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成功。楚月和穆一宁同时对付着水月教长老赤练，双方刚一交手，穆一宁就愣住了。这老头身形干瘦，满脸老态，看起来完全是一副弱不禁风的孱弱样子。可谁知在出招的一瞬间，那深藏不露的惊人内力才如同惊涛骇浪之样扑面而来。再反观楚玉，从素雪峰到幽冥密离，再到今日一战，不知为何每一次并肩作战都能感觉到他如同脱胎换骨之般的精进。这次即使面对着远远出乎自己所料的强劲对手，他们仍然有一战之力。他知道不是因为自己，而是因为楚玉。互相试探了几个回合，赤练远远地退到了一片空地之上，浑浊的眸子和楚玉和穆一宁之间打量了一番，最后又重新落回到楚玉身上，一股阴沉的压迫感开始在眼神当中逐渐的聚拢。那密钥终究还是落到了你的手中。老人突然开口，沙哑的嗓音就像是被岁月打磨过的沙烁，又带着千军万马般的威严。楚玉原本冷沉的脸上嘴角慢慢的勾起，味道不错。他揶揄出声，那老人的脸色却瞬间变得可怕无比，握紧着翻魂，干枯的手指就如同鹰爪一般蜷起，压低的嗓音当中仿佛有风暴在翻滚。我曾向暗宗首领发过誓，此生定会为他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接班人，取得密钥，统一月族。没想到辛苦半生，却教出了一个囿于情爱的废物。赤练将魂幡从地面上缓缓地抬起，一道道血色符咒便借着内力从幡面溢出。不过还算不晚，等到收拾了你，我再重新培养一个便是。
话音落下，那魂幡便开始猛地向前一挥，翻面展开，天地骤然变色，呼啸而起的狂风裹挟着漫天沙尘扑面而来，就连仅剩的月光都快要被吞噬了。魔鬼般的尖速声响起，地面开始崩裂，如同蜘蛛网般的裂纹。赤脸暴喝一声，额头的青筋仿佛就要炸裂开来。他重重地将魂幡插入地面，喷涌的内力沿着竹竿一半落入到地下，一半升到半空，随着滚滚千浪逐渐化形，落入地下的化成一条条锁链，困住了周围人的手脚；升入半空的凝结成一道道的利刃，被月色照出了凛凛的寒光。原本和古尸打在一起的联盟弟子被地上的不眠之物缠住了手脚，瞬间就爆发出一阵阵惊恐的嘶吼声。那冰冷无形的束缚，就像是隐匿在黑暗当中的毒蛇，挣脱不开，却有寒意瞬间在周身蔓延。功夫敌的弟子全部被困在原地，仅仅是一瞬之间，冲在最前面的人就被咆哮着的鼓舞者砍伤无数。吴莫带着九幽卫们挣脱束缚，看了看半空当中凝结而起的剑气，厉声高喝：结队！刹那之间，九幽卫和云影们全部纵身而起，就如同一团黑云般在半空当中聚集，各自祭出武器，用内力交织成一道严密的盾网，将两个首领护在其中。狂风骤停，半空当中的剑气开始坠落，密密麻麻的带着流星一般的冷光划破了夜色，向地面众人直冲下来。近万名联盟弟子被困在枷锁之中，只能尖叫着看着利刃当头落下。一瞬之间，惊恐就如同瘟疫一般蔓延。谁知道下一刻，原以为的血雨腥风却没有出现，一道金光从楚玉脚下爆裂，然后沿着四面八方就如同骤风一般飞速铺开。金光过出，暗影进退，就连即将刺入肌骨的利刃也在顷刻之间化作了一片银光破碎开来。楚玉头上的白玉发簪不知何时碎了，磅礴如海啸的内力环绕在周身，墨发在气浪当中高高的扬起，玉白长袍紧贴在身上，下摆就如同狂怒的蛟龙翻涌卷动。他脚下的地面皲裂，枯枝散叶被旋风吹尽，直到金光散尽之时，他才缓缓地睁开双眼，眼底展开了一片星辰璀璨般的白色银光，整个世界就如同被净化一般安静了下来。赤烈满脸惊愕地站在原地，手中的魂幡红光闪烁，周身渐渐环绕起一圈圈血色气浪。就在电光火石之间，一道气浪突然切开了浓雾，紫色的身影携带着浑厚的剑气从天而至。赤烈猝不及防，连忙抬起魂幡回身相迎，内劲相撞的刹那，空气当中发出了刺耳的尖速。莫一宁杀意骤起，势如破竹，赤烈气势浑厚，刚猛无丑，两人以武器为界，较量的却是彼此的内力修为。莫一宁从未见过赤烈，此番交手才切身地感觉到一股压倒性的实力差距，硬撑了几息，便再也抵挡不住那人强横的内息，向后一个跃身摆下阵来。而就在他退后的一刹那，楚玉的术法已至赤烈面前，那人不慌不忙的单手向前一推，硬生生的和楚玉隔对了一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夜幕当中的矿谷也跟着震颤了几下。莫一宁冷眸半睁，一股强大的杀气骤然外放，趁乱再次向赤烈偷袭过去。几道金色的光束也在下一刻就如同蛟龙一般游曳在四周，配合着莫一宁时不时的在赤烈身边骚扰。赤烈不胜其烦，直接用内力将金光驱散。莫一宁一击未中，又再次祭出了剑雨，就如同瀑布一般倾泻而下。赤烈冷笑一声，竟不躲不闪的直接向着剑锋当中穿过，魂幡化作无数的鬼气向着莫一宁缠绕过去。莫一宁挥剑不及，却见周身有金光亮起，就如同护盾一般将鬼气吞噬殆尽。楚玉和莫一宁配合默契，竟和赤烈打了一个旗鼓相当，可不远处的联盟弟子却正在陷入从未有过的苦战。较轻了近万名魔教弟子，又遭遇了数千的古尸。此时两场大战下来，武林盟这边竟剩下了几千人，周围的尸体落得如同小山，可是咆哮着的古尸依然源源不断，血水就如同小河一般在地上肆意的流淌，将整个山谷染成了一片血红。令人作呕的腥气越来越浓，浓的就连山风都吹散不尽。沉重的夜色之下，不断有人无声的倒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为了抵御魔教，为了守护家园，最终变成了冷冰冰的尸体。乌墨和魔教弟子已经缠斗了上百回合了，那左护法的实力强劲，此刻却已被吴墨打得节节败退，衣袍被剑气撕裂成了片片的碎布，大片大片的血迹沿着满身的伤口氤氲而来，整个人伤痕累累，但不知为何依旧强撑着最后一口气和吴墨纠缠在一起。左护法知道自己撑不了多久了，便用尽了最后的内力，疯狂地向吴墨冲去，招式又快又狠，大有和他同归于尽的意思。吴墨微眯起双眼，身法敏捷的旋身裂步，那剑气便擦着他的肩身划过，随后翻转手腕，墨羽剑上瞬间强光大盛，
左护法完全没有反应的余地，就见吴莫借着转身之势迅速逼近，剑尖狠狠地从他胸口贯穿过去，利刃穿过皮肉，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扑哧之声，鲜血随着长剑拔出而喷在了吴莫满身满脸。长剑落地，左护法轰然倒地，最后的视线当中，只见那一袭黑衣身影冷冷地矗立在夜幕之下，被月光雕琢成了血色修罗。首领小心！无影的疾呼声突然从远处传来，紧跟着一股强大的杀气迎面直冲吴莫，速度快到不可思议。吴莫来不及做防，整个人被冲飞，身体撞在了一棵百年老树之上。随着一声沉重的闷响，大片大片的枯枝败叶从头顶震落，整个树干都不堪重负地折断开来。吴莫！初一只感觉脑袋里有什么东西炸开了，一种惊慌的感觉瞬间从后背窜上了头顶。他不知道来人是谁，但能感觉到那人的实力强劲，强到几乎能媲美赤练了。他虚晃一招，转身就朝着吴莫冲去，没想到竟被赤练识破，趁机将他困在自己引以为傲的藩镇里面。吴莫摔倒在树下，突然黑眸一沉，顺势就原地打了个滚，一道凌厉的剑气紧跟着从他肩侧擦身而出，竟直接将那古老的树炸得四分五裂。漫天扬起的残枝败叶，偷袭之人单手持剑落在地面，逆着光，整张脸沉在黑暗之中，让人看不清样貌。被月光勾勒出来的高大身躯感觉不到内力流动，却莫名的多了几分死气。吴莫用剑尖撑在地面站起身来，只觉得胸口暗潮涌动，即使眯着双唇，仍有一道血色沿着嘴角缓缓地流淌下来。是谁？他掀起了眼皮，默默地对视着面前之人，只觉得莫名的有些熟悉。待到那人重新挽起长剑，以惊人的速度向着自己冲杀过来之时，他才借着冷冽的月光将对方看了个清楚，居然是林雀，却又完全不像是曾经交手过的那个林雀。此刻的男人身着一身麒麟武甲，却掩盖不住身上令人作呕的心腹味道，就像是周围漫山遍野的古尸一样。剑锋一致，吴莫并没有选择逃开，而是记起长剑，硬碰硬的和他对了一招。利刃相接之处，尖锐的争鸣之声划破长空，炸裂而起的火星在二人交锋的一刻亮起，才看清楚那个原本冷厉的面庞被一层灰败的青阴笼罩着，瞳孔收缩成了不正常的大小，骤然对视之间还泛着令人心悸的悠悠绿光，强大的内力再次沿着剑身冲击而出。吴莫被震得连退了数十步才止住逆势，胸口再次漫开了一阵剧痛。没有想到他不但速度快，内力竟然也如此强大。吴莫挽起一个剑花，做出了防御之势，一双黑眸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之人。多日不见，到底在林雀的身上发生了什么，才会把他变成现在这个模样？无论是速度还是内力，此刻的他都更上了一层台阶，但是整个人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无知无觉，只是一味地执行着杀戮的命令。原本的林雀很强，变成古尸的林雀更强。他握紧了墨羽长剑，黑色杀气环绕在剑身周围，冷眸里渗出了殊死一战的决绝。不过一息，林雀就再次袭上前来，吴莫再次横剑去挡，兵戎相见的一刻，只感觉那道力道震得他虎口发麻。他顺势向后跃起，却发现林雀突然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之中，紧跟着背后有杀意乍起，他拼尽全力旋身躲开，才发现那人竟不知不觉绕到了自己身后，快到连半丝残影都没有。吴莫瞳孔骤缩，额头瞬间沁出一层冷汗。林雀一击未中，立刻化成虚影消失在夜幕之中。待到吴莫重新捕捉到他的身影之时，一道剑气已经带着鬼气神经的气势横贯过来，吴莫猛地向后仰倒，那剑气便贴着鼻尖平扫而过，飞舞的发丝被利刃削断，在身边簌簌落下。可还没等他喘过气来，又有几道剑气飞斩而来，快到令人窒息。首领！几个九幽卫同时惊呼出声，作势就要向他冲来，却被吴莫厉声止住了动作。别过来，你们不是对手。对付这个家伙并不是人多就能解决的，只不过是自己白白送死而已。话音刚落，却见了一个黑色身影御着风向着林雀直冲下来，手中长剑寒光闪闪，周身绽放出的杀意带着雷霆之势。林雀纵身退后，剑气撞到了地面，炸开一片尘土滚滚。烟尘未落，就见林雀转手为攻，追身而至，剑尖直刺向那偷袭而来的黑色身影。那人似乎没有料到林雀动作如此之快，落地的瞬间根本来不及站起，只好就地一滚，才堪堪躲下这一击攻击。但后背却被林雀划出了一道又深又长的血痕。男人一声未吭，半跪起来，向着林雀抬头看去，银色面具上的幽檀婆罗花纹闪耀着淡淡的冷光，是云霄。吴莫迅速祭出了几道剑气，
迫使林雀退开。云霄借机跃到吴墨身边，和他背靠背站在一起。月色清辉落下，两个修长的身影就如同锋芒毕露的利剑，浓烈的杀气就如同旋风一般在四周环绕开来。形势急转直下，联盟的弟子人数在飞快的减少，黑暗当中不断的传来古尸撕裂咆哮的声音，暗卫们的防线正在一点点的被侵蚀，而人与怪物之间的厮杀往往也是最血腥和残忍的。残肢断河满地，每一次对防线的冲击都是一次鲜血飞溅。林雀内力浑厚，速度又快，即使是吴墨和云霄合力迎战，两人也渐渐开始捉襟见肘起来。夜幕低垂，阵阵的冷风裹挟着腐臭气味从身边吹过，林雀纵剑袭来，一双幽绿色的眸子被夜色衬得越发骇人。吴墨故意从正面扛下他这一剑，云霄便默契地绕到背后去偷袭，手中长剑寒光一闪，却见那人高大的身躯竟然在眨眼之间掠入半空，一道剑气直冲向云霄横扫而来。云霄持剑格挡，反而被那霸气的气道连人带剑灌向了地面，砰的一声，身体硬生生地砸在了一片血泊之中。林雀足前点地，下一刻就像不知疲倦的猛兽一样再次向吴墨扑来。莫一宁拼尽全力和赤练缠斗了片刻，终于看到了一个金光将帆阵击穿，处于月白色的身影就如同神旨一般降临。可还没等松口气，就见云霄受了伤，他目光一凛，握着剑柄的手指顿时攥得咯咯作响。去帮他们。楚瑜趁着赤练吃惊之际，化成了一道光盾护在身前，偏头看了一眼莫一宁，自己这边短时间内还能撑得住，而吴墨那边就只能靠他了。莫一宁咬了咬牙，纵身跃起，记起了全身的内力，向着林雀杀去，整个人化作了一柄锐不可挡的利剑，就连带起的风仿佛都带着肃杀的寒意，似乎要割裂周围的一切阻碍。林雀分毫未退，直接持剑相迎，两人身形轰然相撞，近身交错之间，震颤之声强弱钟鸣，气浪从二人脚下迸发，碎石在半空当中炸成了淤粉。莫一宁冰冷的视线落在男人的脸上，眼底突然泛起了一抹似有似无的骇然，这就是传说当中的古将军。两人同时被内力震开，莫一宁大退几步，稳住身形，还没有来得及重新出招，那人的长剑就已至面前，他猛地侧身躲过，随后眼中寒光一闪，吴墨鬼魅一般的身影从二人之间穿过，渐渐撞开了男人，刺向了莫一宁的利剑之后，反手一道剑气直扫向林雀。林雀如风般闪过，没有想到身后还有一个黑色身影偷袭过来，情急之下直接敞开双臂，暴喝一声，内力顿时化作不可思议的罡气从周身炸裂开来。莫一宁和吴墨同时退开，而云霄却反而持剑加速，就这么狠狠地向着林雀撞了上去。肛门拍过面门，就像是撞到了坚硬的巨石之上，云霄只感觉脑子里嗡嗡作响，整个身体都快要炸裂似的。可那杀招却没有半分迟疑，长剑直刺向林雀的心口，林雀幽绿色的眸子瞬间变成了针尖大小，可是电光火石之间却完全没有躲闪的可能。得手了，云霄拼死换来的一击击中了林雀的心窝，可是下一刻刺穿肌骨的手感却没有出现，而是像被厚重的铁盾阻挡了一般，剑身弯折，硬生生的将云霄给反弹出去，长剑哐啷啷的划出了老远。云霄闷哼一声，身体重重的砸在了砂石地面石上，想要撑起身体，却胸口一疼，哇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来。刀枪不入，吴墨目光凝重，就连握着长剑的手指都绞紧了几分。江一宁的鼓舞者就像是穿了一身铠甲，可是防御寻常攻击，而眼前这个家伙还要再加一个更字。他眯了眯眼睛，只见穆一宁已经携带着雷霆之势重新向林雀袭了过去，但是这家伙速度快，内力强，如今又有一个金刚不坏之身，这一场仗到底应该怎么打？前方的战斗越发激烈了起来。穆一宁很强，一身剑法融合了碧落凌云两派的精髓，有着碧落剑法的重重威势，又有了凌云剑法的沉稳内敛。他用范围攻击减少速度上的劣势，又不断的寻找机会去偷袭那人的眼睛。几十个回合之间，竟也勉强不落下风。可是随着消耗越来越大，他的身法动作渐渐开始变慢，一道道伤痕也随之在身上绽开。可是那林雀却像是不知疲惫一样，越战越勇。穆以宁血身落下，用剑尖斜点上地面，急速的喘息着，血色浸湿紫衣，痛感不断的沿着脊背蔓延。被汗水模糊的视线当中，吴墨和古将军再次厮斗在一起。墨色身影借力腾起，双腿就如铁钳一般缠住了他的脖子，同时腰部发力，将对手凌空拽起，又重重的摔向了地面，动作一气呵成，凌厉无比。但林雀身上的罡气也在瞬间酝酿了起来，随时都能将吴墨震成重伤。要快，这是吴墨拼尽了全力才制造出来的机会。
穆一宁身上内力乍起，如同划破天空的闪电一般，向着古将军的双眼刺去，一切都在瞬息之间，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穆一宁拼尽全力冲向了林雀，可惜还是晚了一步。尖剑刺中眼瞳的前一秒，林雀身上的气息就如同蛟龙后援一般轰然炸开，凝聚成了一场风暴，将吴莫和穆一宁狠狠地推开。方圆10丈，草木尽摧。吴莫闷哼地摔倒在地上，内伤加重，疼得眼前一片的漆黑。穆一宁却在撑起身体的一瞬间，看向了林雀的剑气扑面而来。他猛地翻转身体，却只能勉强地避开要害。凌厉的剑光带着破空之音从他腰腹之间穿过，片片的血雾在眼前绽开。穆一宁！林清燕在远处嘶吼出声，不顾一切地向他扑去。吴莫咬紧牙关，将溢满口腔的胸田咽下，重新拾起长剑，冲向了林雀。把这个吃了。林清燕跪在地上，扶起了穆一宁，将一个药丸塞到了他的嘴里。我先帮你处理伤口。可是话音刚落，就看到了吴莫再次被林雀击倒在地，又持长剑向着穆一宁飞斩而来。穆一宁用力地将林清燕推开，谁知那人又重新扑回到他的身上，来不及了。穆一宁眼底一片猩红，想要抱着林清燕转身，可是剑至眼前，他却完全使不出力气。刹那之间，地狱之火在眼前绽放，就如同烈火一般的黑色淹没在了整个世界。林雀寒光闪闪的利刃从一袭红衣之间穿过，鲜血晕开，浸湿了大片的衣衫。白振宇攥住了林雀穿刺自己的剑柄，另外一只手趁机在他脸上一甩，血水溅得林雀满脸，那家伙立刻嗷吼着向后退去，左眼竟然像是被什么灼烧似的，丝丝的冒起了白烟。长剑被抽离，白振宇急促起伏的胸膛之上，鲜血汩汩涌出。林清燕僵在了原地，满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他，就连一向看不出情绪的穆以宁都被眼前的一切怔愣住了。古将军刀枪不入，可惜我只毁了他一只眼睛。白振宇缓缓地偏过头来，清冷的嗓音掺杂着林雀接连不断的嘶吼声中。蛊虫寄生在脐上3寸，只有那处是他的弱点。他艰难着维持自己站立的姿势，看向林清燕的目光一如从前一般软弱。这么多年，我骗了你，但我不想道歉，是你太笨了。白振宇顿了顿，盈盈的泪水在他眼底漫开，但是那抹华光却如同风中残烛一般渐渐的熄灭。但是你们不要输啊！他浅笑着开口，身体却无力地向下倒去，直到坠入了一个有力的怀抱之中，才发现是被自己故意支走的范英。不知什么时候，他竟然去而复返。范英面色阴沉地看向着众人，二话不说，将白振宇打横抱起，几个腾挪便消失在了遥远的密林之间。黑沉沉的夜幕之中，周围突然草木晃动，上百个水月教的弟子陆陆续续地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强行逼停了范英的脚步。周围月色如纱，所有的人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了奄奄一息的白振宇的身上。教主！数百众教同时跪在地上，望着白振宇惨白的面庞，焦急出声。白振宇有气无力地拍了拍范英的手臂，示意他放自己下来。范英用黑沉沉的眼睛盯了他一会儿，终于妥协般的俯下身，将他靠坐在旁边的老树之上，眼底的情绪让人看不分明。教主，真的不去帮大长老吗？不知哪个不长眼的突然开口，白振宇半垂着眸子，脸上已经看不到血色。解药和银子已经发给你们了，都走吧。可是教主，大长老他……一个小头目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却被范英不耐烦地打断了。教主说过了，这场仗没你们的事儿，都拿着钱散了吧。白振宇仰头靠在树干之上，用越来越虚弱的声音说道：那还有什么教主？这天下再也没有水月教了。教主！众人的声音再次响起，许多已经带了哭腔。白振宇自嘲般的扯了扯嘴角，这么多年来暴力肆意，从来没有想过会有这么多人哭着送自己最后一程。那么他的范英呢？都散了吧。范英冷冷地环视着四周，嗓音里带着不容拒绝的命令味道。水月教众人见状，只得抹了抹眼泪，陆续的起身离开，直到最后一个身影消失在山间，范英才脱力般的跪坐在白振宇的身边，将他的头靠在自己肩膀之上，低声的呢喃：其实你可以逃的，
为什么非要回来送死？白振宇靠在范英身上，却已经感觉不到男人那滚烫的体温，听不到他有力的心跳了。被利刃刺穿胸膛，窒息的感觉变得越来越明显。他知道这次自己真的是要死了。我执念一生，只有报仇支撑着我活下去。既然我不能手刃赤练，就只能寄希望于楚玉会赢了。白振宇艰难地喘息着，就像一条被丢上岸边的鱼，即使他拼命地张大嘴巴，也只能发出一些断断续续的气音。唯一舍不得的，可能就是你了。范英低下头，白振宇被胸腔的共鸣的嗓音听起来有些遥远，远得让他有一瞬间的恍惚。我会训你。他脸上看不到任何的情绪，白振宇笑了笑。我以为你会恨我。我恨过你，也希望过来生不欠不念，再也不见。范英偏头看向了白振宇，半起的薄唇突然抖了抖，却看到了一张已经含笑睡去的脸。白振宇，他微红着眼尾，只觉得整个世界变成了一片空白，往事一幕幕的晃过，又一幕幕的消散，痛苦、无助、血色、仇恨，各种各样的回忆席卷而来，又在心痛当中慢慢的变暗，慢慢的撕扯成碎片。范英从腰间摸出了一把匕首，放在眼前端详了片刻，随后垂下双眸，竟然毫不犹豫地将那利刃捅进了心窝。心跳渐直，泪水沿着眼角淌落。他握着白振宇的手，一点一点与他十指相握，最后的低语便随着呼啸而过的夜风没入了酒泉。白振宇，我改变主意了。林却被白振宇的血灼伤了左眼，剧痛过后，竟像受伤般的猛兽，发疯地向着众人袭来。吴墨吃了一颗护心丸，再次提剑上阵。穆一宁被林清燕按住了处理过的伤口，便也重新拾起了凌云剑，向着那发疯的古将军掠去。而紧跟在他身后的，还有刚从昏迷当中清醒过来的云霄。林却疯得厉害，虽然招式凌乱，却依旧威力十足。云霄和穆一宁先后被震退，重重地跌回到地面。吴墨的墨羽长剑可斩金断铁，锋利无比，可是在林却的面前却毫无方法伤他分毫。其上3寸的剑里穴更是被那家伙护得死死的，根本无法靠近。几番回合都是一触即发，两人的速度都很快，电光火石之间已经出手数次，可是所有人都能看得出来，林却对吴墨是一种绝对的力量压制，而所有人一筹莫展。更坏的情况出现了，吴墨身上有伤，没能躲开林却的攻击，只得回剑相迎。那人磅礴的内力从剑身的周围直接冲了过来，震得他长剑脱手，整个人坠向了地面。林却毫不留情地向着吴墨走去，高高的举起武器，剑身反射着月光，周围的空气都瞬间坠入到冰点。楚月原本和赤练打的焦灼，此刻见到吴墨倒地，心口顷刻间一阵气血商涌，短短的一个分心，竟然被对面的气浪直冲出几丈远。楚月勉强地稳住身体，只觉得胸口处像是被千斤巨石碾过，疼得他喘不过气来。可是此刻的吴墨命在旦夕，他只得抛出几道金光拖住赤练，眼中银光亮起，瞬发咒术随着张开的五指骤然显现。林却长剑刺向吴墨的一瞬间，眼前突然金光沸点，剑身插入光盾，却如同插进自己的身体，有种莫名的力量将他反震开来，整个人踉踉跄跄地向后退了好远。禁盾之术超出承受的力量的攻击会反噬到施法者身上，林却实力太强，光盾破碎之时，楚瑜只感觉原本顺行的内力在丹田处轰然炸开，全身经脉就像是被万千钢针同时贯穿，喉头涌现出阵阵的心田。他拼命地稳住身形，却见头顶一暗，赤练手中的帆布猝不及防地落了下来，像张网一样紧紧地将他裹在其中。楚瑜下意识地想要挣脱，却发现那帆布就像是有灵性一般，越是挣扎缠得越紧，到最后就连胸骨都被勒得咯咯作响，呼吸也变得困难起来。他掀起了眼皮，一双凤眸冷冷地凝视着赤练。那人手里握着光秃秃的帆竿，强大的内力就如同有实质般在周身环绕了几圈，就如同流星一般向自己冲来。内力冲撞在帆布间的血色符咒之上，晦涩的字符逐渐被点亮，随着红光一点点亮起，楚玉竟然感觉到自己的内力就像是被人抽走了似的，一点点从身上剥离。那个家伙竟然能吸收自己的功力。楚玉心中一凛，运起了全部的内力，强行冲破了禁锢，两股强大的力量在对抗。楚玉握紧了双拳，
高高扬起的额头上青筋暴涨，一道道金光从周身绽开，却像是在下一刻被符咒吞入到黑暗。主上，吴莫咬紧牙从地上爬起，眼底却是一片的血红。他记起长剑，向着楚玉的方向猛地冲过去。那一身银丝墨衣早已变得蓝绿，鲜血浸透衣服，沿着衣摆不断的落到地上。林雀被刚刚反噬的伤得不轻，却丝毫不见退意，以更快的速度追了上来，回手便是一道剑气。吴莫被拦停了脚步，只得转身和他重新缠斗在一起。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降临，整个战局也陷入到了重重危难。2万名联盟弟子在这一刻几乎全军覆没，上千只古尸却依旧将他们团团包围在中间。誓死保卫主上。九幽卫和13野联手拉开了最后一道防线，攻势就如同墨色涟漪向前层层推进。恢宏的呐喊之声如同这惊雷撕破夜幕，化作千百道回响奔腾在苍茫的山谷之间。墨色的身躯，寒光闪闪的面具，10多年来光出奏成了他钢铁般的身躯，就如同双刀利刃，出鞘便是雷霆万世。谁言隐卫无心无情，谁言暗卫如犬如鹰，个个身怀绝技，却俯首只为一人。他们是披荆斩棘的鹰，亦是冲破黑暗的光。快去控住那个大的！眼看着吴莫不敌林雀，林青叶忍无可忍，抓着江一环就是一阵狠摇。你不是能控蛊虫吗？他也是被蛊虫操纵的呀！江一怀满脸懵逼的看向了林青燕，又看向了战力惊人的古将军，结结巴巴的应了一声。他闭紧了双眼，手指附在心口处，像是安抚本命蛊似的默念着什么。可是蛊王却毫无反应，无论他怎么驱使，他都不肯理睬于自己。努力了半晌，那古将军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江一怀尝试了好多次，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到最后累得额头上的汗都流了下来。不行。江一怀对着满脸希冀的林青燕摇了摇头。他太强了，控制不住。林青燕咬了咬唇，原本升起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消灭了。夜如墨，只是半弯的残月在地面上投下了一抹霜白，周围横尸遍野，死伤无数。楚玉被缚，莫一宁重伤，就连吴莫也是拖着残败不堪的身体勉强应战。古尸林立的哀嚎之声就像是敲响了地狱门前的丧钟，无边的绝望如瘟疫一般蔓延。砰的一声，吴莫再次被林雀的罡气震飞，狠狠地摔到地上，寒光凛凛的长剑向他胸口直插下来。吴莫！楚玉瞳孔骤缩，令人灵魂打颤的绝望扑面而来，时间在这一瞬间扭曲成粘稠的丝线，将所有人的心脏层层勒紧。吴莫紧紧盯着林雀那青白色的面孔，整个身体遮住月光，一双泛白的眼睛里闪着幽绿色的暗光。利刃呼啸而来，吴莫拼尽全力挪动身体，想要躲开致命一击，谁知下一刻身体却忽然一轻，整个人就像是被风温柔地裹入半空，全身被人抱紧。身边传来熟悉的气息，待到吴莫惊愕当中回过神来，才发现将他从林雀剑下带走的人竟然是沈一峰。黑幽幽的山谷之中，一阵诡异的笛声响起，身穿异域长袍的玉蛇人出现在了四面八方的古树之间，周围的草丛晃动，点点的红光若隐若现，是灵蛇教驯养的短尾蝮蛇。而林雀面前，一个身穿白袍身形悠长的男人冷冷的和他对峙了片刻，随后便同时记起了长剑，疾风骤雨一般厮斗在了一起。白虎景行，刺神寨的人也来了。就在他疑惑的间隙，玄武张琪突然从不远处的树后冒出了脑袋，对他眨了眨眼，脑袋上依旧顶着那个半新不旧的狐狸帽。上！他看了一眼已经冲到阵前的闵若琼，对着身后陆续而来的土匪们招了招手，很有气势地说道：给我宰了那群怪物，我去救主上。吴某握紧了墨羽剑，作势就要起身，却被沈一峰一巴掌给拍了回去。救什么救？放心，他输不了。吴某的视线落在远处，才发现楚玉不知何时已经冲出了禁锢，此时正和拿着突竹竿的赤练重新打在一起。黑色的婚幡被撕成了无数的碎片，围绕着楚玉盘旋不去。楚玉周身隐隐地散发着金光，墨发轻扬，衣袍飞舞，蒸腾而起的内力似乎比之前要越发强大了，每一招每一式都带着呼风唤雨般的惊人威力。林雀太强，景行那小子扛不了多久。沈一峰拍了拍吴墨的肩膀，示意他盘腿坐好，自言自语地说：也不知能不能赶上，能传多少算多少吧。
吴莫满脸茫然，但还是按照师傅的要求做了。沈一峰一边双手推在他的后背之间，一边将最高阶的功法反复的在他耳边默念了3遍。之前没教你，是因为你资历尚浅，只怕施展不出。如今我把功力和秘诀都传授给你，最后的衣钵可就都交给你了。吴莫一愣，哑声开口：师傅。闭嘴，老实待着。沈一峰哼了一声，吴莫只好乖乖闭上眼睛，一边引导功力融入丹田，一边消化轻功秘诀。景行仗着体力充沛，和林雀勉强斗了几10个回合，但是很快就被抓住了破绽。一道剑气从他肩膀上穿过，长剑从手中落地，清脆的响声惊动了沈一峰二人。吴莫重新睁开眼睛，猛地发现自己竟然可以看到林雀的动作了。沈一峰的内力温柔净纯，不但弥补了消耗，还为他修补了很多之前受的内伤。此时他重新握紧长剑，顿时身轻如燕，眼看着林雀气势汹汹地向自己扑来。吴莫足尖轻点，腾空而起，就如同离弦之箭，向着对方杀去。那速度比风来得更快，却比风更轻。黑色长剑充沛着内力，在浓厚的夜幕之中划开了一道璀璨的弧光。沈一峰的轻功果然名不虚传，吴莫可以跟上林雀的速度，瞬间就减少了许多伤势。此时他就像是一颗极富耐心的猎手，正在不断试探当中蛰伏，在黑暗当中等待着给予猎物致命一击。可是林雀始终将弱点保护得很好。几10个回合过后，吴莫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攻击他的剑里穴。时间一点点过去，天际已经隐隐出现了几丝清白。苦战一夜的疲惫身体渐渐漫过全身，汗水也开始从额间渗出，不断的沿着脸侧淌了下来。吴莫和林雀对着意识，随后落到了地面，喘息着，汗水模糊了双眼，就连握着剑的手指都在疲惫当中微微的颤抖。怎么办？江一怀将吴莫渐渐不知的样子尽收眼底，心中一急，竟然从怀里掏出了一把匕首，狠狠地向自己心口扎去。你在干什么？林清眼见江一怀突然拿刀捅自己，整个人都懵住了，胸口处大片的血色晕开，他只能手忙脚乱地扑过去给他止血。可就在这一瞬间，原本挥动长剑的古将军居然停止了动作，向着江一怀的方向望了过来，整个人像是被人按下了暂停键，愣愣地站在原地。好机会！吴莫手中强光乍起，携带着雷霆之势向林雀直冲过去。林雀骤然回身，却发现为时已晚。墨色的长剑，凛凛杀意从他的脊下3寸刺入，又冷冷地拔出，犹如野兽般的哀嚎声，伴着黑红的脓血在眼前爆开。那高大的身影竟然没有半分挣扎，就如同一只失控的木偶，在吴莫面前轰然倒下。这是怎么回事？林清眼看着眼前的场景，惊得2只眼都瞪大了。江一怀疼得呲牙咧嘴，却还是努力地扯了扯嘴角，用一种安抚般的语气说道：我的本命古王在这儿。他低下头，用手指了指自己依然在渗血的胸口。我叫叫他。林清燕满头黑线。你这么叫他，你就不怕一不小心把自己给捅死了？放心吧，我留着余地的。江一怀有气无力地抬起手臂，给林清燕看了看掌心的匕首，大部分利刃都被他攥在指尖，前边只留了半寸，因为攥得太紧，掌心被划开了2道伤口。此刻他一动作，鲜血就沿着他的手腕流淌了下来。我给你包扎。林清燕的视线微滞，鼻尖微微就有些酸，他丢掉了江一怀手中的刀，从怀里摸出了一瓶伤药，向他的掌心细细地洒去。茫茫的夜色之间，头顶突然金光乍现，那夺目的光芒就将整个旷古映得亮如白昼。所有人不约而同地抬头望去，只见楚玉悬在半空，全身都沐浴在耀眼的金色光华之中，3条金龙逐渐在身旁显现，随着一声长吟盘旋着直上9天。而赤练则运用全身内力铸剑出来一道护盾，被金色映亮的眸子里显现出从未有过的金黄。巨龙升空，瞬间搅得风云骤起，流淌着闪电般的龙爪撕裂墨色云层，几声龙吟震得群山回响。楚玉踏着风，一双凤眸缓缓睁开，月白色的金色广袖从身前轻轻拂过，3条金龙便张开巨口，陆续的向着赤练俯冲下来。赤练撑开护盾，和第一条金龙轰然相撞，金光乍起，龙吟阵阵，护盾被强大的冲击力压缩到了极限。紧跟着第2条巨龙也扑面而来，火焰就如同火球一般将赤练包围，那护盾便不堪重负的裂开了无数的裂痕，就像是皲裂的瓷片一样蔓延开来。最后一条金龙怒吼着冲了下来，整个黑暗都被这一瞬间的强光映亮，护盾破碎，里面的人影在火焰当中焚为灰烬。时间就如同定格一般，所有人的心跳都在这一刻停滞了下来。
连夜腾起，3条金龙同时化作了点点流萤，散入半空，围绕在周围的古尸，同时停止了动作，齐刷刷地向着地面倒去。晨风当中夹杂着露水的清香漫过山谷，渐渐地冲淡了周围浓重的血腥。楚瑜从半空飘然而下，站在了枯叶之间，发不出半丝声响。飘逸的脚步，一身月白长袍无风自起，丝丝飞舞的墨发从脸颊划过，露出了一张谪仙一般的美貌。主上。吴墨纵身向着楚玉扑去，染满了爱意的黑眸就像是星辰一般闪亮。楚玉宠溺地勾了勾唇，对着他张开了双臂。吴墨便像是一只敏捷的黑豹，从地上跃起，径直地撞进了他有力的怀抱里。双臂紧紧地环住了楚玉的腰身，胸膛贴着胸膛，心跳与心跳交错。主上的体温透过他蓝绿的衣衫传递了过来，熟悉的令他眼眶发酸。主上，我们赢了。吴墨将脸埋在了楚玉的脖颈，泪水染湿了衣衫。我们赢了。楚玉在他耳边呢喃出声，手臂上的力道却越来越重，就像是要把他揉进自己的身体里，再也不要分开。多少次绝望，多少次的绝境逢生，短短1年的时间，却像是过了一辈子那么漫长。这是他们期待已久的胜利，也是他们和宿命做出的较量。在拼尽全力冲破重重阻碍的时候，他们终于守住了属于自己的那道光。不远处，九幽卫和云石三影手持武器，威风凛凛地分立在两侧，利刃染满了鲜血，半截面具流淌着寒光，黑色武服被血色浸染，那满身伤痕正是他们生死危难之间立下的赫赫战功。林清要为穆一宁处理好伤口，两人回望向楚玉的眼眶微红。楚玉带着吴墨来到了穆一宁的面前，对着他伸出右手，那人借着力道缓缓地站了起来。晨风吹过，染红的血泡翩翩飞舞，两人手指相握，同时向着远方望去。周围残破的战旗在风中簌簌作响，断裂的兵刃就如同墓碑一般立满了山谷。黎明到来的一刻，半轮朝阳穿破云层，连绵的山脉在金光当中苏醒，霞光越过层层叠叠的峰峦落在周身，渐渐地映亮了两人相视一笑的脸。硝烟尽散，风劫已渡，晨风吹过已经被鲜血浸染的大地，苍鹰在云间长鸣盘旋。晨雾褪去，万丈光芒就如同星旗招展，似乎在向所有人宣告这片山河重归平安。我们来晚了，现在可放心了。我就说他们不会输吧。正儿，这中原江湖是他们二人的了。华镜禅师他圆寂了。华镜圆寂了？自己离开那天他还好好的，怎么短短不过1个月的时间人就没了？我中途折返的原因就是这个。你说清楚，究竟是圆寂了还是被暗害了？啊，没有被害，他在10日前独自坐化在玉佛殿里了。掌门之位传给了一个蓝某孩童，由4位迦蓝使辅佐。至于武林盟那边，等你回去自然就知道了。这是武林盟各大门派的联名举荐书，幽黄阁带领联盟清除魔教，力挽狂澜于既道，为整个武林立下汗马功劳。受华镜禅师生前所托，今日特召开联盟大会。荐书上所有掌门首领共同举荐幽黄阁主楚玉为新一任武林盟主，白小阁主陈塘洛恭请楚阁主荣登盟主之位。恭迎楚盟主。众人应声再次山呼而起。华镜禅师说，盟主信物之前已经交到你们手中了。原来华镜早已料到会有这一天。武林盟主楚玉愿率领中原武林振山河戾气，挽九州平安。原来真正的领袖从来不是常见出鞘时的锋利，而是能让这万千利刃都心甘情愿为之臣服的侠骨柔肠。主上，莫首领的家人找到了。还有何人？父母仍在，只是唯一的兄长已经在几年前过世了。能确定吗？应该不会有错，但还是需要首领亲自前往雁城确认一下。属下想去看看。你先去，等我做些准备就去找你。是，待到我查明你家人现在何处，若想与他们相认，我就带足人手，备足聘礼，为你下马牵行，
送你回乡探亲。这么久了，主上的话依旧是刻在心底，每一个字都清晰的就如同昨天。所以主上要做的准备是这些吗？自己又真的能去肖想这些吗？陈塘洛那边怎么样了？回主上，白小阁那边的内乱已经平息了，前长老正式卸任，陈堂主基本掌握了实权。近些日子，连锁镖局的生意已经将中原地区所有城市全部贯穿，每天都有大量组织和人手加入，生意也比预计的要好。现在江湖上都私下里称您为中原总镖主。去找最好的工匠打造。是。还有，让昭妍去送些上好的衣物给吴墨，让他自己挑选。再召集其余所有九幽卫，让他们随时做好准备，前往郾城。洪盛镖局4个大字让他有一瞬间的疑惑，自己是不是找错门了？当初是因为吃不上饭才把他给卖了，他还一直担心娘和哥哥日子过得太苦，如今居然开了镖局吗？又或者是在这家做下人？他抬起手扣了扣黄铜打造的兽面门环。找谁？戚承谦。你找我们老爷？那你是何人？故人。老爷今天不在，你明日再来吧。又是故人。如今老爷的镖局得了势，天天都有来攀亲戚的。上次放进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穷亲戚，扣了我半个月的工钱，这次又来。老爷今天事忙，你改天再来吧。我要见戚承谦。我去通报，你在这儿等着。果然是恒儿。当年被自己强行卖掉的儿子回来，就这么冷冰冰地望着自己，一种如坐针毡的感觉开始沿着脊背向上攀岩。恒儿这些年在做些什么？故人。哼，怪不得要寻来。大概是听说咱们家镖局并入了幽篁阁，想要回来蹭些好处吧。素娥，母亲何在？你母亲身体不好，在后堂休息呢。你若是想见，我这就命人带你过去。母亲似乎看不见了。谁？阿娘，恒儿回来了。恒儿回来看您了。恒儿，我的恒儿还活着，还活着。阿娘，你的眼睛为何看不见了？阿娘没事，倒是你还是这么瘦，小小年纪就去给人家做了下人，一定吃了很多苦吧。自从微城死后，他就哭瞎了眼，哭干了泪，没想到今天这干涸多年的眼窝竟再一次沁出了泪水。那个女人是怎么回事？还有哥哥，他是怎么死的？你被卖了之后，你爹就用那笔银子到城里镖局谋了一份差事，没想到却被镖局家的小姐看上了。你爹说，为了给你哥哥一个好的生活，让我自请和离。我答应了，他就娶了那大小姐过门。当镖局家的公子出生后，你哥哥被遣去了镖局帮忙，没想到不过1年时间，他就在运镖途中因为马匹受惊落了崖，只过了5日才把尸身找到啊。马为什么会突然受惊？可是遇到了劫匪。不曾。事后可有报官？又是何人去寻的？未曾报官，是镖局的人去寻的。那戚承谦可在？你父亲押镖未归。恒儿，不要再问了。他们有钱有势，又有官府护着，即使有所怀疑，又能怎样？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娘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
哦，平平安安的就好。阿娘，你跟我走吧。有儿子在，以后就没人能欺负你了。哎，好。恒儿，你这是带阿娘走？这不行。哼，你是觉得我们堂堂洪盛镖局养不起一个老妇人，还是说想让她跟着你一个下人去向自家主子乞食啊？左，别说了，恒儿啊，父亲知道你自小卖到别家，吃了不少苦，这钱你拿去，将来给自己谋个好出路。吴莫斜睨地看了一眼盘中的银锭，每个10两，总共不过20两。是像父亲这样的好出路吗？要说银子，你当初把我卖了30两，如今就算是还债，也还少了10两吧。看到没，你这儿子不过就是来要饭的，穷酸村妇能生出什么有出息的儿子来？啊！来人，给我把他们抓起来！我告诉你，我儿子可是幽篁阁雁城分阁的总管事，你又算个什么东西，敢对我动手？你，属下等拜见幽篁使。既然是幽篁阁的下属，怎么还有人不认识本座的幽篁使呢？主上，本座原是备了些聘礼前来求亲的，没想到却看了这样一场好戏。本座不管你是亲生父亲还是当家主母，也不管这里是戚姓当家还是刘姓掌权，敢对幽篁使不敬，就是对本座不敬；敢骂本座的爱人，就是在挑衅整个幽篁阁。你是幽篁阁主？一个山夫生出来的贱种，怎么可能成为幽篁？锁！刀可错杀，蛇不可乱放。既然自己管不住嘴，就只好让别人来管管了。是。恒儿，阿娘，你跟我走吧。夫人，幽篁阁阁主楚玉今日特来向您求娶爱子，希望您能成全。直到过了许久，他竟然缓缓地摇头。你一介女流懂得什么？阁主看上恒儿，那是恒儿的福气。我们同意，我们同意。夫人是担心吴莫跟了本座会受委屈吗？又或者不喜欢这个娶字，那么让他娶我也可。主上，不是的，恒儿自幼离家，没受过父母几日养育之恩，如今我又有什么资格来智慧他的婚事？至于是娶是嫁，只要恒儿愿意就好，只要恒儿喜欢，为娘的就喜欢。既如此，虽然算不上什么好场合，却刚巧是个好时候。幽篁阁阁主楚玉承诺生生世世唯爱吴莫一人，所以阿莫，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主上，我爱你。恭喜主上，贺喜主上！恭喜首领，贺喜首领！夫人可愿随我们回幽篁阁颐养天年？多谢阁主好意。虽说恒儿能得阁主偏爱，愿意给他一个身份，但毕竟主仆有别，人永远不可忘记本分，更没有让主子来赡养自己父母的道理。更何况长儿死前就住在这里，我早已一无所求，只想守着他的灵位安度残年，等他想要回来看看的时候，不至于找不到母亲。至于恒儿，只要想念母亲的时候能够过来看看就好。
但你要记住，你的本分是伺候好主子，更是服侍好夫君。夫人言重了。楚玉还想再上前劝几句，却被吴母的嗓音打断了。儿子明白了，儿子谨遵母亲教诲。阁主饶命啊！我是猴儿的生父啊！这个人，夫人要如何处置？他虽不仁，但我们之间毕竟有过多年的夫妻情分，就请阁主放过他吧。可以，本座不但不罚，还要赏你。都说夫妻之幸，生死同亲，本座便赏你留在此处照顾叶夫人，和她死生同学。叶夫人若是故去了，你也就一起入墓吧。天色尚早，阿莫可以留下来陪陪双亲。晚饭的时候，我等你，记得去查一查，哪个分阁管事敢对幽篁使的母亲不敬。幽篁阁不留目无尊长之人。是。恩爱易逝，若是将来恒儿做了错事，还求阁主看在今日的情分上，善待吾儿。楚玉停下了脚步，看着女人伏跪在地上的消瘦身影，许久才对她郑重地说道：夫人放心。一拜天地，二拜高堂，新人对拜。就见楚玉低下头，将那块刻着蓝字的阁主玉佩当着所有人的面挂到了吴母的腰间，随后环视四周，郑重地说：从今日起，本座将幽篁阁主之位让与吴墨，希望大家可以戮力同心，辅佐新主开创新局，令阁中辉煌更胜往昔。主上，这使不得。叫我什么？既然都叫我夫君了，是不是应该帮帮我？你看，还有武林盟主、连锁镖局的总镖主，哪个不得要我费心？你就当为我分担一下。最主要是我好专心赚钱，养你啊。是。好了，除了那件事，我家阿莫从来不舍得让我受累，对不对？是。此事已决，阁主信物已交到吴墨手上，楚玉参见幽篁阁主。参见幽篁阁主。今日我以朝阳为证，以山河为盟，娶幽篁阁主吴墨为妻。自此烟火三餐，与他同尝，人间风雨为他抵挡。